上一世，我受父母的忽悠，替妹妹下乡，还将工作拱手让人。而下乡之后，我勤勤恳恳，将挣的钱都寄回家孝顺父母，补贴弟妹。等好不容易熬到可以回城，却被父母转手卖给老官夫，最后遭家暴惨死。等死后，我才知道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，他们不但吸了我一辈子的血，死后还让妹妹冒用我的身份成为权贵家的千金。重活一世的我决定要改变这一切。苏安，我就知道你在屋子里给我装睡，还不快去给我做饭，不然我让爸妈打你。苏安看着苏强，上一世他是苏家的独苗，苏安不敢碰他，更是任由他对自己指手画脚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他带着上一世的异能重生。苏安，你听到小爷的话没？是不是又想吃拳头了？谁知苏强的话刚落，就被苏安一个拳头砸了过来。想吃拳头的人是你才对。被抡了一拳的苏强直接懵了。苏安，你竟敢打我，你胆子肥了！等爸妈回来，我非得让他们弄死你。好啊，那到时候看看谁弄死谁。不过在他们回来之前，我先弄死你。紧接着又是邦邦几拳下去，眼看苏强还是嘴硬骂骂咧咧的，苏安的拳头砸得越重，直到苏强被打倒蜷缩在墙角颤抖。苏安就跑到妹妹房间躺床上修炼自己的异能，但是妹妹苏月很快就回来了。看到苏安在自己的房间还躺自己的床，他就来气。苏安，你个贱蹄子，竟然敢睡我的床！说着他便要上去准备拉拽苏安，结果苏安猛地将苏月推开。以后我就住这儿了，你睡杂物间去。倒地的苏月就开始骂骂咧咧。苏安，你是不是翻天了？凭啥让我去睡杂物间？凭啥？你一没工作，二不给家里做奉献的家伙，难道不该睡杂物间？我和你不一样，不仅有工作，还是给家里拿工资的。被苏安这么一说，苏月脸色马上涨红。这是爸妈让我睡的房间，你难道敢对爸妈有意见？要放在上一世，苏安肯定不敢反驳，但现在他们在拿父母来压自己，苏安可不买账了。苏月，你再敢逼逼，别怪我揍你！哟，看把你给能的，还想动手了是吧？苏安，你就是个小杂种！苏月还没说完就挨了一个耳光，但是苏安不解气，于是就来来回回不知道抽了多少下。等停下来，苏月的脸已经肿了。就在苏安想把苏月丢出去时，便见到他身上那枚玉佩，然后就把他给扯了下来。苏安，你怎么能抢我的东西？你还要点碧莲布，这是你从我手里抢走的。我现在只是拿回我的东西，识趣的话赶紧给我爬出去，不然继续抽你。苏月想到自己刚刚被打，就吓得马上跑了出去，而苏安却意外发现玉佩还有一个空间，还没等他研究，外面就传来了父母的咆哮声。找死呢，不让人好好休息。苏安，你个小杂种，竟敢对你弟弟妹妹动手！我是小杂种，那你和陈爱梅是不是老杂种？只有老杂种才会生出小杂种。苏安这话一出来，苏国华和陈爱梅的脸都绿了。你和这个小杂种还啰嗦干啥？赶紧打死！苏国华挥起拳头朝苏安扑去，结果扑了个空，还被苏安对着裤裆踹了一脚，疼得他躺在地上嗷嗷惨叫。陈爱梅见状还想动手，被苏安先揍了一顿，本以为这样他们就会老实点，但是苏月却领着几个叔叔回来。叔叔，你看他故意伤人，苏安你这个贱人就算再厉害，也不敢对叔叔动手吧？这一次看我好好收拾你！叔叔，这是没有的事情，他们瞎编排我的。你们看我这瘦弱的身体能打得了他们4个人吗？看到苏安这么一说，叔叔倒是觉得有点道理。不是你打的，难不成我们自己打自己不成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被别人打的，然后故意诬赖到我身上？叔叔，你们看我身上也有伤，都是我爸妈平时不高兴打的。不信你可以问问周边的邻居。呵，这件事我们会再调查调查的。很快，叔叔就找到了周边的邻居了解情况，得到结论都说苏安在家是个受气包，平时一家人对他非打即骂。情况我们了解完了，邻居都说人家不是会打人的孩子，再加上你没有直接证据，我们只能回去了。等叔叔走后，苏安阴森森的目光便落在苏月身上。完了，他不会又要揍我吧？再敢找叔叔的话，下回我打断你的腿。好了，我要出去一趟。等苏安出门后，陈爱梅才敢骂骂咧咧起来。这小杂种到底抽了什么风？不会是知道咱们给他报名下乡的事情了吧？那现在咋办？下乡还得半个月之后，他将咱们打成了这样，可不能算了。看来我们要提前行动了，他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。苏安出门之后没有去纺织厂，而是找到了自己的同学高小红。苏安同学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高同学，听说你现在愁着工作名额的事情，我的工作你有没有兴趣？我可以转给你。苏安之所以要把工作卖给同学，那是因为不想便宜了苏月，更何况同学的父亲还是知青办的主任。苏安同志，你真要卖工作？你的工作这么好，要卖多少钱啊？我只要600块。听到600，高富皱了皱眉，像这样的工作至少可以卖1000块。他知道苏安明显压低价了。那苏安同志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？不瞒高叔叔，我确实还有其他的要求。我父母帮我报名下乡，地方好像是大西北，我想问问您能不能帮我安排到大东北？苏安之所以不愿意去大西北，是因为前世自己在那边忙不完的农活，可是收成却极差，还缺水，加上当地知青和队员之间的勾心斗角，动不动就在背后打人家报告。这一世他也要让苏强和苏月去好好体验一下。成，这个简单，我答应你。高叔叔，其实我弟弟妹妹都达到了下乡的年纪，也都没工作，尤其是我妹妹，本来这一次该下乡的人是她，可是父母却给我报了名，还想让我将工作转给她，我能不能再麻烦叔叔帮我运作一下，将他们下乡的名字也报上？高富也猜到苏安的心思，这是想对父母偏心行为的报复。
好，我答应你。事情解决完之后，苏安拿到了600块钱。等回到家，发现陈爱梅居然破天荒给自己炖了鸡汤。母亲把一整瓶安眠药放进刚煮好的鸡汤里，然后端在我面前让我喝。要知道前几天这一家人还是对我非打即骂，如今态度却反转180度。作为重生者的我早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。妈，强子最需要补身体，这鸡汤还是给强子喝吧。陈爱梅一看苏安这么说，顿时脸色苍白，她只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冲苏安扯出来了一个难看的笑容。没事的，安安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强子他也没有为家做什么贡献，他不配喝，而且这碗还有大鸡腿呢，当然是给你喝的了。苏安见状心里冷笑，这会儿更加确认这碗鸡汤有鬼了。不过是一点安眠药而已，到时候能用异能将安眠药的成分从体内逼出来。说罢，他接过鸡汤喝了起来。一家人见状，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。好你个苏安，过了今晚我看你还能不能猖狂起来。我有些困了，先回屋睡觉了，你们最好安静一点，不然我拳头伺候。是，你去睡吧，我们绝不打扰你。等苏安进屋之后，一家人才凑一起，眼神恶毒地盯着苏安的房间。现在就等着晚上，等他熟睡了以后再动手。我们先各自回屋休息。几人纷纷回自己的房间。到了深夜，苏国华和陈爱梅两人偷偷溜进苏安的房间，趁着夜黑直接给苏安套上了一个大麻袋，接着就来到一处街头，只见有3个人在这接风。王大发，这就是我家闺女，之前你们也是见到过的，长相就不用我说了，咱们说好的200块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王大发接过人后，也非常爽快地给了200块彩礼。王大发，等你今晚跟我闺女圆房之后，我劝你到时候直接打断她的腿，这样她就掀不起浪来，也能好好的和你一起过日子。王大发听到陈爱梅的叮嘱，连声应下。他这一把年纪了，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个媳妇，自然不能让她跑了。忙完了这事儿，苏国华和陈爱梅心满意足的回家。殊不知他们做的一切早就有人在暗中盯着。第二天早上，陈爱梅做好早餐，想叫苏月出来吃，结果走出来的却是苏安。陈爱梅表情直接呆滞了1秒。怎么是你？你不是睡在那间屋子吗？我睡惯了杂物间了，所以昨晚和苏月又换回来了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一旁的苏国华一听这情况，双腿一软，但两口子也顾不上其他，他们要赶紧去找王大发家把苏月给要回来。结果还是来晚了，苏月的腿已经被王大发给打断。这事可不能怪我，是你们自己疏忽造成的。昨晚的事情对于苏月来说简直就是噩梦。最后两口子给了王大发100块钱，才把苏月带走去医院。这下不仅偷鸡不成，还10把米。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，次日一早，陈爱梅起来发现整个家都被搬空，吓得她赶紧又去检查了自己藏钱的地方。不出意外，里面的钱和票都没有了。于是她开始尖叫了起来。咱家进贼了，家都被搬空了。刚起来的苏安见状也配合了起来。什么？咱家进贼了？你是不是故意将家里的东西给搬光了，什么都不想留给我，对不对？苏国华看着眼前的情况，有些没控制，爆发了怒火。你个死丫头，家里被搬空了，你还赖上你妈？你有本事对付自己家人，咋没本事去抓贼呀？两口子也知道这是苏安干的好事，但却又不能怎样。不过苏安见苏国华敢对自己大吼大叫，就上去又揍了他一顿。被揍的苏国华深知打不过，只能吃哑了亏。到了第二天，知青办的人上门通知下乡的事情，为了能和这家人断绝关系，苏安先是假装刚知道要下乡的事情。你们好狠心，我都有工作了，居然还给我报名下乡，想要将我的工作让给苏月，我要和你们断绝关系。周围的邻居一听这事，都在替苏安打抱不平。苏安的工作多好啊，苏国华这两口子还真不是个东西。对了，我看苏安跟他们断绝关系是应该的。当苏强知道自己也要下乡时，就开始哭了起来。爸妈，我不要下乡，我不要下乡，你们快给我想想办法。强子，你别哭，你都报名了就必须得去。不过你放心，爸妈一定会想办法把你弄回城来的。哈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快点想办法。你们高兴的也太早了吧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苏强，你要去的地方是大西北。两口子知道儿子要去大西北，顿时觉得眼前一黑。同志，能不能给我儿子换个下乡的地方啊？他从小就娇生惯养，去大西北这样的地方可受不住。知青办的人收到过高富的特意叮嘱，绝不能改动苏强下乡的地方。你以为知青办是你家开的呢？想让他去哪里就去哪里，都像你们这样，我们还不得乱了。被说了一顿的陈爱梅不敢再闹腾，只能乖乖认命。之后苏安开始上街采购物资，然后统统放进到空间里面。转眼就到了下乡的日子，两个人的心情却截然不同。苏安在火车上遇见了和自己一个地方下乡的2个女知青，一个叫孙欣欣，一个叫王招娣。孙知青，你的肉看着可真香，给我尝几块吧，反正你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。王招娣说着，直接拿筷子朝着孙欣欣的碗里扒拉几下，抢了一块肉。孙欣欣见状，脸色顿时黑沉下来。倒不是她舍不得一块肉，而是嫌弃王招娣直接拿着筷子在自己碗里扒拉。你没经过我的同意直接夹我的肉吃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然而王招娣没有感到一丝愧疚，还一脸理所当然。不过是一块肉而已，咱们当初还是同学呢，你这样也太小气了。这下孙欣欣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你想吃肉我给你夹，可是你不该直接拿着筷子在我的碗里扒拉，你还让不让我吃了？王招娣算是明白了，自己是被孙欣欣嫌脏，难怪你爸妈是资本家，资本家的小姐就是养的矫情。说完，王招娣还幸灾乐祸地看着孙欣欣。要知道当时资本家的身份非常敏感，大家知道了孙欣欣的身份肯定会针对她。苏安见状本来不打算掺和，
但是王招娣的行为实在恶心到他了。人家父母虽然是资本家，可是孙知青既然选择下乡了，说明人家愿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咱们得给人家一个改过的机会。倒是你不是资本家出生，可是不经过别人的同意抢人家的肉吃，你才是搞资本家剥削欺压的那一套。王招娣被对得脸色涨红，不少知青见状也更加反感王招娣这种占人便宜的行为。你叫苏安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看到了地方我怎么整你。女人天生爱占小便宜，在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下就伸手吃人家的菜，事后还嚣张的诋毁对方。看不过去的苏安上去对了他一顿，谁知他反而记上仇了。但下次可不只是骂这么简单。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大队长王卫华，你们刚下乡过来都没带粮食，但是大队可以给你们预支线，到时候从你们的工资里抵扣。苏安对于这套流程非常熟悉，但是王卫华给大家的都是粗粮，分别是5斤玉米和5斤高粱面，还有10斤土豆、20斤红薯。王招娣看着这些粮食，脸上满是嫌弃的表情。大队长，咱们大队能买粮食吗？我想买些细粮。王卫华点点头，可以。大米8分钱1斤，白面1毛钱1斤，咱们乡下买粮不需要票，你看你需要买多少？苏安想了想，最终决定先买30斤大米，还有20斤的白面。在来的路上，孙欣欣说过以后要跟苏安一起搭伙吃饭，所以看到他买了粮食，孙欣欣同样也跟队长买了30斤大米和20斤白面。而王招娣见状心里就不平衡了，真是资本家大小姐做派，都下乡了还吃不了一点苦，哪像我觉得有粗粮吃就已经很幸福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享福的呢，竟然买这么多细粮。王招娣话一落，苏安就直接冲上前给了他一个耳光。王招娣怎么也没想到苏安居然敢打自己，你居然打我！打你又怎么了？难道打你还要看日子不成？满嘴喷粪的东西！我买粮怎么了？买点粮就是资本家大小姐做派。照你这么说，给我们卖粮食的大队是不是在纵容我们资本家大小姐做派的行为？你要是有钱也可以买，别眼红嫉妒我们。不该说的话就给我闭嘴，不然下回我继续抽你。被打的王招娣哭哭啼啼去找王卫华告状，谁知队长已经看着他黑了脸。王知青，既然你已经下乡了，那希望你以后谨言慎行。要是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连累到我们整个生产队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王招娣捂着自己的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王卫华，明明被打的人是自己，结果最后都成了他的错。而王卫华没再搭理他，直接带着其他知青准备去知青点。由于知青点的宿舍比较少，导致一个宿舍要住8个人，苏安和孙欣欣就统一决定要去外面建房子住。于是2人忙完就提着礼品去王卫华的家。哎呦，2位新来的小知青咋来了？是有什么事情吗？2人把带来的东西给陶大一递了过去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咋送了这么多好东西来？都赶紧拿回去。是儿，我们都是刚下乡的知青，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，指不定还得多多麻烦队长叔照顾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怎么还送东西了？队长叔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觉得知青点那边太挤了，一个房间就住8个人，生活上也有诸多的不便，我就想问问，我们自己能不能搬出去单独盖房子？王卫华听后皱起眉头，你们单独出去住不是不可以，但是盖房子的钱不能让大队来出，得你自己出，因为我们雨头村生产队不富裕，没办法帮着你们这些下乡的知青盖房子。队长叔，你别误会，这钱自然是我自己出的。见苏安这么说，王卫华便松了口气。那好的，这个没问题。事情办完后，2人就回去知青点。到了第2天，也就是苏安他们第1天开工，给他们发农具的是大队会计家的闺女廖红霞。见孙欣欣和苏安过来，他就给2人选了最破旧的农具。这么多好的农具，你为啥给我们挑了2个最破旧的？你们新来的女知青能干多少活？真是差生文具多。我就算将最好的农具发给你们，你们用着也是浪费，还不如发给其他的人，肯定比在你手里的价值大。廖红霞说完，不少队员们都表示认同。你这是偏见，我确实是新来的女知青，可是我都还没开始干活呢，你凭什么断定我能力不行？廖红霞听完苏安的话，直接翻了一个大白眼。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，不愿意承认。那行，咱们来打个赌，我要是干的活好，你得为你今天对我的偏见道歉；我要是不能干，我给你道歉。见苏安这么说，不少队员们都凑过来想看热闹。廖红霞也不相信他真能干。好啦，我看你怎么心服口服的。你今天要是能挣到5个工分，我就给你道歉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这么多队员在，正好有个见证。5个工分虽不多，但老知青知道，对于刚下乡的女知青根本就不可能做到。而王招娣心里也是这样想的。苏安，这下不用我出手，你100分100出丑，看你以后还能嚣张起来不？然而苏安来到地上开始动手，3下5除2一垄地就啃完了。那些来看热闹的知青们纷纷惊掉下巴。天啊，这还是人吗？简直就是个怪物啊！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人开垦比牛还快的。王卫华见状赶紧拦下苏安。好了，苏知青不用干了。啊，大队长，是我挖的地不合格吗？不是，是你的量已经达标了，就冲你啃的这些地已经满10个工分了，所以不用再干，不然你挖再多也只能给你计10工分。苏安这才明白过来。好，那我就不干了。接着苏安就去找到廖红霞，廖红霞没有亲眼看见，自然是不相信。这才不到1个小时你就挣了10个工分，不是在扯淡吗？你不信也不行，不然你去问问大队长，问问计分员就知道了。红霞，你别不信，苏知青是真的干完了10公分的活儿，我们都看见了。对，我也见到了，这丫头的力气简直比牛还大。我第一个乖乖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力气这么大的人。红霞，你给人家道歉吧，人家是
是真的挣了10个公分。虽然廖红霞始终不相信，但是这些队员们也不会骗自己的。最后连队长都说是真的，这下他想不道歉都不行了。对不起，苏知青，我不该没弄清楚情况就轻视你的，我以后不会了。看着廖红霞没诚意的道歉，苏安也没揪着不放。以后知道就好，下回记得给我拍好点的农具。苏安这会也没别的事情，想着孙欣欣这丫头娇滴得很，不如帮着她把活做完。孙欣欣想拦都拦不住，一旁的王招娣看着就眼红。苏安这么能干，咋不能帮我干一些呢？这乡下的活也太累了。到了中午，闲着没事的苏安打算进山一趟。安，山上有野兽很危险，你一个人去会不会不安全？不会，要是遇上了野兽，不安全的是他们。村民每年上山都会被野猪偷袭，幸运的还可以瘸着腿逃走，没那么幸运的则把生命留在这里。直到村子来了一位女人，她力大如牛，轻轻松松就能将5名壮汉举起。这是她尝试第1天进山，不出意外碰到了凶狠的野猪了。大哥，又有人来送死了，那就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，必须让他有来无回。接着2头野猪向苏安撞过来，但他一点都不慌，只见手起刀落，2头野猪直接原地升天。苏安将它们分割完毕之后，就储存在空间里面。在回去的路上，他又看见几只野鸭子，本想使用异能，但察觉到附近还有人不想暴露，索性从地上捡起了几块石头。随着咻咻几声，苏安扔出去的石头全部命中几只野鸭子。等他一走，大树后面的2个人才现身。秦哥，刚才那个女人是不是怪我？就这命中率可比咱们最厉害的狙击手还强。要是这人能召集到我们的队伍中，肯定是个人才。先调查一下这人的来路，别是敌国的特务了。好。另一边的苏安准备进城卖掉野猪肉换钱。在县城里有一个黑市，人们来这里买东西不需要票。不一会，苏安就成交了好几单，但是却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同志，我看你手里的货不少，我们老大想找你做笔交易，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？我手里还有400-500斤的野猪肉，你们能出多少价格？要是价格太低的话，就免谈了。我们老大说了，1斤野猪肉按你现在的卖价来，1斤1块2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没问题，你们等着我一下，我先去给你们拿肉过来。成，这是我们的板车，你可以用着。苏安本不想用板车，因为自己可以扛得动，但是400-500斤的东西拎在手里未免太招眼，还是低调点好。他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所有的野猪肉都拿出来。小伙带着他来到一间大院子，见到了他们老大李三。三爷，这些野猪肉一共有452斤。听到这么多肉，李三脸上的笑容浓郁起来。400多斤的野猪肉，这份量还真不少，我得好好交代一下。1块21斤肉，这里有452斤，我算你450斤吧，一共给我540块就可以了。然而李三却没有拿钱出来，只是盯着苏安笑眯眯。1块21斤实在太贵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你送5毛1斤。听到这话，苏安凌厉的眼神盯着李三。你什么意思？之前说好的1块21斤我才能送过来，既然是5毛钱1斤，那算了，这肉我拿回去不卖了。苏安说着就要去拿自己的肉，却被李三的手下拦住去路。现在不是你说不卖就行的，识趣的就按照5毛1斤的价格走人，不然的话就1分钱也别想拿。小丫头，我要是你就会学聪明些，接受5毛1斤的价格，你自己还能挣一点，人要识时务啊。苏安这回算是明白了，自己是遇上黑吃黑了。想黑我，那也得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小丫头口气还挺狂的，难道你还能伤到我们三爷不成？现在赶紧滚！虽然我们不打女人，但是遇上脑子不清醒的我们还是会揍。接着拦路的还推了苏安一下，但下一秒就听到咔嚓一声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惨叫声。剩余的小卡拉见状也纷纷冲上去，结果不到10秒钟的功夫，院子的地上躺满了人。李三眼看着苏安朝着自己走过来，便马上跪地求饶：“姑奶奶饶命，姑奶奶饶命！小的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姑奶奶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苏安看着跪地的李三，不知觉笑出声，这人还真是窝里横滴东西。饶了你可以，把钱给我。是。李三立马让人拿了540块钱过来，该给苏安的钱他现在是1分都不敢赖。就这点吗？你是不是该拿多些钱过来给我补偿补偿？李三见苏安反过来想黑自己，虽然不乐意，可还是乖乖的让人将这边的钱和票拿了不少过来给苏安。姑奶奶，我这边只有这么多了，全都孝敬您。这还差不多，这回就饶了你，下回见到我绕远点。是。还有，下回我的货继续给你送，姑奶奶认上你了，你最好识趣点。可以，有货姑奶奶您直接送过来便是，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价格。苏安见此心满意足的离开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李三重重的松了口气，像是送走阎罗一般。而苏安离开李三那后，便去了一趟废品站，想要看看在这里能不能找零件拼一辆自行车出来。然而这一幕正好被路过的陆振廷和郭谬看见。廷哥，你看，那不是在山上看见的女人吗？她好像在拿着废件组装自行车。此人动作非常娴熟，看来他在机械方面的能力不一般。这女人必须得好好查一查，是特务的可能性很大。苏安花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把自行车给组装好。给了钱之后，他就骑着往雨头生产队方向去。陆振廷和郭谬紧跟其后，他们想要知道苏安到底是哪里人。然而苏安很快就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，于是他就假装骑车摔倒。哎呦，我的腿好像摔断了，好疼！跟在后面的陆振廷忙上前去搀扶苏安，结果却被他抓住了胳膊，随后猛地一个过肩摔，将陆振廷摔在地上。郭谬看到这一幕直接震惊，这怎么可能？廷哥可是特种兵啊！说你一路上跟踪姑奶奶到底什么目的？同志，我们跟踪你没有什么恶意，
方才在废品站看到你，我朋友觉得你长得很漂亮，所以想知道你是谁，住哪里，然后认识你一下。什么鬼？我啥时候说喜欢人家了？对，同志，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，我想认识你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给个机会。苏安看着郭谬眯了眯眼，要是陆振廷想和自己认识，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至于郭谬，我不喜欢你这样的，对你没兴趣就不给你认识的机会了。你们不要再跟踪我，要是再被我发现，别怪我让你们吃拳头。说完，苏安就骑着自行车离开。廷哥，你这脸额疼不疼啊？你能不能别废话，将药膏给我拿出来抹抹。郭谬立马从兜里掏出药膏，帮着陆振廷将受伤的脸给抹上。廷哥，那女人太凶残了，我就没有见过这么凶残的女人，我看她以后指定嫁不出去，哪个男人敢娶啊？你别操心人家嫁不嫁得出去了，反正她没看上你，嫁不出去也不会嫁你。疼，你轻点。到了第二天，知青们上午的任务就是上山打柴火。谁知王招娣竟然招惹到了一头500斤的大野猪，此时正奔着苏安他们跑过来。村民每年上山都会被野猪偷袭，幸运的还可以瘸着腿逃走，没那么幸运的则把生命留在这里。而这刚来村不久的女人却不知死活，竟敢用树枝去戳野猪的屁股，不出意外，野猪被她给惹毛了，追着她到处跑。可是这女人不讲武德，竟带着野猪往队友冲去。别愣着了，咱们赶紧跑。没事，不用怕，你们先躲开，让我来解决这头野猪。救命！救命！苏知青，你快救救我！苏安瞪了王招娣一眼，心里问候他一家，没想到会有这么蠢的女人把危险带到队友身边来的。好在他上山之前带了砍刀，只见他往前一个冲刺，利落的将追着王招娣的野猪嘎了脑袋。虽然嘎的是野猪的脑袋，但王招娣觉得自己的脖子也凉飕飕的。苏安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，知道的她是在嘎野猪，不知道还以为她是在嘎小鸡。看来以后我可不能再招惹她了。几个老知青们见到了这动静，同样也被苏安嘎野猪的样子震撼到了。就说苏安干活的时候不像人，现在嘎野猪的样子更不像人了。而陆振廷和郭谬此刻正在山里，听到求救声就赶忙顺着方向赶来，谁知道却看见了苏安一刀嘎了野猪的一幕。廷哥，好像又是这女人，这也太强了吧！不知道哪国派来的特务，真是下了血本啊！就在大家震惊时，又有惊哭声传来。原来这一次不止一头野猪，好几名知青也被野猪追着。陆振廷和郭谬见状合力击杀了一头，而苏安靠着一己之力直接打了2头，一共4头野猪都整整齐齐躺在地上。经历了方才的险境，几个知青都惊魂未定。苏知青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方才我们指不定都没命了。您知青客气了，都是下乡的知青，咱们本就该互帮互助，何况还是遇上这样危险的情况。听到两人的对话，陆振廷和郭谬才知道苏安也是下乡的知青，接着他们就走了过去。好巧啊，同志，没想到又遇见你了，你是新来的知青吧？陆知青、郭知青，方才的事情也要谢谢你们帮忙。客气了，我们刚才正好在附近，听到你们这边的状况就赶紧过来了。是啊，不过即便我们没来的话，估计你们也不会有事。对了，你们跟苏知青认识吗？不认识，就今天见过一面而已。此话一出，陆振廷和郭谬的表情略带尴尬。好在林知青给他们都介绍起来。等介绍完之后，林队长看着躺地上的4头野猪犯了难，不知道怎么带下山。他想安排人下山通知大队长来扛回去。这也需要通知人吗？咱们这里这么多人还扛不回去，你们2人抬一头能抬动不？2名男知青听到这话怎么听怎么像嘲讽，于是就打算上去试试。结果发现不管2人怎么用力，野猪依旧是丝毫不动。不行，是真的抬不动，太重了。苏安见状心里满是嫌弃，但嘴上没说。他知道陆振廷和郭谬的实力应该不弱。你们一人选1头小的，剩下2头大的我来扛，可以不？陆振廷听后点点头，可以。你确定你一个能扛2头？是啊，苏知青，这2头大的加起来怎么也有600斤呢？你真能一个人扛得了？苏安也不跟他们废话，直接走到2头最大的野猪跟前，一个肩膀一只，不是很重，走了。看着苏安就这样水灵灵扛着2头肥壮的大野猪下山，那些知青直接原地石化，而陆振廷和郭谬紧跟其后，2人扛的还是有些吃力。此时的王招娣还坐在地上没回过神来。王知青，你咋还不走啊？我腿软，站不起来。李知青，你能扶我一下吗？由于王招娣肥头大耳的，李春玲就又喊来一位知青将她扶起，结果发现王招娣竟然被吓尿了。王知青，你这至于吗？咋还被吓尿了呢？王招娣尴尬的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。而苏安是第一个把野猪扛进村的人，路过的人看着无不震惊。苏安看到王卫华便将野猪扔在地上。大队长，这野猪肉您安排人来处理吧，后面还有2头呢，已经有人扛下山了。没多久，陆振廷和郭谬也扛着野猪回来。放在地上后，郭谬重重的喘了几口粗气，再看看苏安跟个没事人一样，仿佛自己就是一颗小趴菜。随后王卫华安排人处理野猪，并且询问苏安这是怎么回事。谁知林傲东就将方才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特别是苏安一人嘎了3头野猪的事情。二狗娘听的那是一个爽，要是我家二狗把苏安娶回来，我们家岂不是不缺肉吃了？而且苏安还能干活，不行，回头我必须找他提亲去。很快野猪就被处理完了，苏安功劳最大，分了15斤肉，陆振廷俩也分了好几斤。第二天苏安去上工的时候遇到了二狗娘。小苏知青啊，
你有对象不？苏安觉得这个老婶儿对自己的关心有些莫名其妙。没有。听到苏安说自己没有对象，二狗娘顿时就放心了。小苏知青啊，看你年纪也到了成家的年纪了，你看你一个外地人下乡来了我们生产队这边多不容易啊，这外来的知青还得找个本地人嫁了，有个可仰仗的婆家也好。正好我家儿子还没结婚，要不介绍给你，婶儿看你是个好孩子，你要是能当婶儿的儿媳妇，我肯定很高兴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二狗娘这话一出，立马吸引了周边人的关注。陶大妮也听到了他的盘算，顿时就着急的走过来。小苏知青，你别搭理这老婆子，呸！不知道她做啥美梦呢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就她儿子那德行，正常人家的姑娘都不愿意嫁的，你别搭理她就好。你年纪还小，千万别被忽悠了去。苏安听到陶大妮的话，点点头，就算他不说，自己也不会考虑的。而二狗娘一看有人跳出来掺和，很不高兴，就算对方是大队长媳妇，她还是不甘心。苏知青，我家二狗在生产队确实名声不是很好，可是他却是个疼媳妇儿的人，要不你再好好考虑考虑，婶儿和你保证，你嫁到我们家来肯定不会受委屈的。婶儿，我暂时不会考虑结婚的问题，这事你就别说了。行了，人家小苏知青看不上你家二狗，你能不能消停点？想哄着人家刚下乡的小姑娘，你也不嫌骚得慌。因为陶大妮的干涉，二狗娘不得不暂时放弃了。我说苏知青，你往后见到二狗娘可得多防着些，这样的人家你一定不要考虑，嫁过去了就是跳进火坑里了。好，婶儿，我知道的，谢谢你。二狗娘的事情暂时告一段落后，苏安接连几天上山，收获了好多猎物，于是第二天上完工后就进城找到了李三。姑奶奶，您来是出货的吗？对，这些货你清点一下。李三立马安排人处理，今天的猎物比上次多，种类也多，最终算下来一共有730块钱。姑奶奶，一共是730，我给你750，下回您有货的话再送过来。不错，你小子悟性还挺高的。收了钱之后，苏安就离开李三这里，然后准备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谁知道听到有人喊了起来：小偷偷走了我的钱包，有没有人帮着抓一下？男人明明还没死，他爸就开始给他烧纸了。只因男人身患绝症，没钱做手术，已经活不了多久。然而他母亲没有放弃，好不容易借遍娘家所有亲戚才凑够钱，结果在去医院的路上被小偷给偷走了。小偷偷走了我的钱包，有没有人帮忙抓一下？周围的人听到求助声，打算上前帮忙，可是小偷却是个狠人，掏出刀子就对着他们威胁：我看谁胆过来，谁要是不要命的过来，别怪我捅死他。眼看小偷有刀子，想帮忙的人都打了退堂鼓。一群怂包，我求求你还给我吧，这可是我给孩子救命的钱，好不容易借遍了所有亲戚才凑齐，没了钱我的孩子怎么活啊？苏安听到这大娘的话，顿时皱紧眉头。虽然上辈子的事情让他变得比一般的人心冷薄凉，可是遇上这样的情况还是不禁动容。还是帮一把吧，大娘别担心，你帮我看好自行车，我帮你把钱给拿回来。说完，苏安就追了上去，而另一边的小偷自以为自己没事了时，苏安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把钱快交出来，别逼我对你动粗。小丫头，骗子就你，10句点就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对你动刀子。是吗？谁吃亏还说不定呢。见苏安嘴硬，小偷便亮起手里的匕首向他刺去，结果苏安一个回旋踢就将他的刀子踹飞，随后又是一脚把小偷给踹倒在地上，疼得站不起来。苏安的行为很快引来了周边的人拍手叫好。好，这真是一位女英雄啊！是了，没想到这么年轻的女同志身手竟然这么好，现在能交出来了不？见识到了苏安的实力之后，小偷很清楚，要是自己不交出钱包，可能命就没了。姑奶奶，我交，您不要再打我了。何必呢？一开始上交不就好了吗？非要挨顿打才舒服。说完，苏安从兜里掏出麻绳，将小偷给绑了起来。哪位好心同志愿意帮忙送一下公安？苏安这一问，方才看热闹的人群中立马有热心的站出来愿意帮这个忙，而人群里面就有陆振廷和郭缪。大娘别哭了，钱包我给你拿回来了，你看看这里面的钱对不对？被偷的大娘显然没想到自己的钱包还能找回来，她赶紧接过数了数，对的，1分没少，太好了。成，既然钱找回来了，你赶紧救孩子去吧，下回小心些，千万不要再让小偷得逞了。好，小姑娘真的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帮我找回钱，估计我的孩子就真没救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儿，我回头好找到你。大娘说着都快给苏安下跪的姿势了。大娘，举手之劳的事情你不必谢我，我还有事先回去了。说完他就蹬着自行车离开，大娘想追都追不上。很快苏安就回到了知青宿舍。安安，你回来的正好，大妮婶儿方才来和我说咱们的房子建好了，可以搬过去住了。接着两人就搬到了新房子，虽然不大，但起码两人有个独立的住所了。殊不知这一幕让二狗娘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要是苏安嫁给二狗就好了，这样他盖的房子就是我们家的了。不行，看来我得散播点谣言才行，这样就可以让二狗拿下苏安了。二狗娘心里美滋滋的盘算好之后，便回去着手忙这件事去了。第二天上完工的苏安继续上山，不过这次的猎物没多少，就逮到了几只野鸡野兔。在他下山的时候，竟碰到了一个摔倒的老头。大爷，您这是怎么了？老人叫吴明忠，他之前看到过苏安扛野猪的样子，
我下山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，脚好像受了点伤。苏安听到吴明忠这么说，便蹲下身来看了看老头的伤势，他确实受伤了，不过不算特别严重。苏安就掏出一块药贴，帮着他贴在了脚踝上。这药膏有清淤消肿的作用，贴上几天就好了。还有这些药贴您拿回去，2天1次，贴几次就能痊愈了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有啥不好意思的？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那好吧，谢谢你了，小姑娘。对了，您的脚不方便下山吧？我送您回去。您家在哪？丫头不用了，我觉得这会脚好了些，我自己慢慢试着回去。我是被下放的人，你不能和我过多牵扯，不然会连累了你。苏安听到吴明忠的话愣了一下，他知道这个时候被下放的很多都是大佬级别的人物，但以后还是有机会能回去的。没事，我不怕，等会我小心这些，尽量躲着人不让看到就行了。您要靠着自己下山会很艰难，而且现在天快黑了，山上也不安全。吴明忠没想到苏安在知道自己的身份后还坚持送自己回去。行，那辛苦你了。苏安本想扶着他走的，但发现走得特别慢，索性提出来背着他下山。吴明忠要不是亲眼看到苏安扛着2头大野猪，他也不会让一个女娃娃背自己。到了第2天，苏安去上工的时候，发现周围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自己，他很好奇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直到陶大妮过来跟他说，是李二狗和二狗娘，他们造谣你和别的男人钻草垛子。苏安一听，顿时脾气上来，直接爆发，抄起锄头就准备去干仗。婶儿，这2件人在哪呢？敢造谣我的名声，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。陶大妮一看苏安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，立马就被震慑住了。苏知清，你别冲动，等会儿给那对母子一点颜色瞧瞧就行了，不用动刀子，为了那样的人惹上了人命官司不值当。苏安听到陶大妮的叮嘱，便点了点头，然后扔下手里的锄头。见苏安放下了锄头，陶大妮就带着他去找二狗和二狗娘。二狗娘看见苏安气势冲冲的过来，就知道大事不妙。二狗，赶紧跑！2人马上撒丫子跑路。苏安见状便追了上去。你们2个赶紧给姑奶奶站住！狗东西，竟然敢造谣老娘，我看你们是活够了。而这时不少人纷纷过来看热闹，其中就有陆振廷和郭谬。在知道事情的缘由之后，陆振廷趁着二狗娘母子俩要从自己身边跑过去时，将2人的衣领一拽，母子就被陆振廷拎小鸡一样给拎起来了。等苏安追过来时，就把他们扔到苏安的面前。苏安被二狗娘造谣和别的男人钻草垛子，结果被苏安知道后撒腿就跑，好在被陆振廷给抓起来了。让你们2人敢造谣姑奶奶的名声，2个黑心货，你们就像2坨又臭又烂，让人恶心。二狗娘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，见自己被苏安打掉了1颗牙，就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天喊地起来。不活了，知青打死人了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一个外村人跑来欺负我们本村的头上来了。看着二狗娘在地上撒泼，苏安也不惯着她。不是谁哭得越大声谁就越有理，你们今天必须给我交代，看到我和哪个男人钻草垛子了。苏安知道这事情要是不闹大杀鸡儆猴，往后还会有人嚼他舌根的。是啊，你们母子说人家苏知青和人钻草垛子去了，和谁啊？这种事不能平白的造谣，不然得送去农场的。我是昨晚出来鉴赏的，没看清楚苏知青和谁钻草垛子，但肯定是个男人。你胡说，昨晚安安吃过饭就没出去过门，我可以为他作证。苏安见状，则是不客气的上前对着二狗娘一顿胖揍，打得他鼻青脸肿的。苏知青，你悠着点，可别闹出了人命了。大妮婶放心，我心里有数的。造谣一张嘴，你都说出来我和哪个男人钻草垛子了，还想着往老娘头上扣帽子。我还说你当初和村子里的老公狗瞎搞呢，搞出来李二狗这么一个狗东西，就说你家二狗咋不干人事，原来就不是人生的。你说你男人多可怜，被戴绿帽子就算了，还是被一条老公狗戴的。苏安这话一出，周围看热闹的队员都快笑喷了。二狗娘听到这哄笑声，差点气没背过去，而李二狗也快被气死了。你个小贱蹄子，让你造谣我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二狗娘朝着苏安冲过去，大家都以为他又要挨揍了，结果苏安却直接躺地上了。众人看到这一幕都很疑惑。苏知青，方才我可没有挨到你，你可别想讹我，大家都看到的，我没碰你一根手指头。苏安假装艰难的喘气。二狗娘，你是没打我，可是你这样造谣，我还打算对我动手，把我的心脏病给气作了。接着苏安又哭了起来。我多可怜啊！别看我力气大，可是我有心脏病，本来好好就算了，只要情绪波动不大就不会犯病。虽然我是下乡的知青，不是本地人，但也不能这么欺负我吧。我一个姑娘家，这要是被毁了名声，往后可咋活？果然苏安的演技骗过了大家，他们都开始同情了起来。李二狗、二狗娘，这一次就是你们过分了，没事先编排人家苏知青的名声，现在更是将人的心脏病都给气发作了，你们必须给一个交代。我呸，不就是二狗娘看上了小苏知青了，还想让人家当儿媳妇，人家不同意就造谣人家。你们2个嘴里长屁，争创的恶心玩意，劝你们是眼瞎了欺负我们家安安，你们不得好死！苏安听到孙欣欣的咒骂声，眉头皱了皱。我的欣欣小仙女呀，没想到这丫头骂出来的话这么难听。很快，大队长王卫华也过来了。你们2个给人家小苏知青道歉，顺便赔偿人家100块钱的损失费，这事就算完了。二狗娘一听王卫华的处置，立马就跳了起来，接着又一屁股坐地上。不活了，这是逼着人没法活啊！
大队长，我就算做的不对，可是哪里需要赔偿人家100块？这是想逼死我是不是？找你赔偿100咋了？我的名声就不值100块吗？你知不知道？得亏是遇上我这种脸皮厚的，但凡换做别的女知青，指不定都得被逼着跳河了。让你赔偿100块钱，你就偷笑吧。苏安说着，又突然捂着自己的胸口。二狗娘，你不赔钱没关系，我这毛病犯了，往后每天的10公分你们家帮我来挣，我的医药费你必须给我出。二狗娘一听苏安这样赖上自己，顿时傻眼了。好，我赔。可是苏知青，咱们说好了的，等我这100块钱给了你，回头你身体再有什么毛病，可不能赖上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见苏安答应了，二狗娘就开始耍起小聪明。不过我家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这样我先给你20，后面的80等我有钱了再慢慢给你。这不行，你没钱那就从你的公分口粮里扣，我怕你赖了我的，咱们还是一次性结算才好。二狗娘嘛，我觉得小苏知青说的也没错，你可别忽悠人家小丫头了。陶大妮这话一出，二狗娘想不同意都不行了，把钱给了苏安之后，再跟他道个歉，这事情就算过去了。安安，快喝水，那一对黑心生烂疮的母子胎坏了，将你弄成这样。欣欣，我没事，其实我没有心脏病，我方才是装出来的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啥？安安，你是装出来的？是啊，我将那2人打得那么惨，我担心他们会讹上我，所以我就先下手为强了。听到这话，孙欣欣这才明白苏安的用意，接着苏安就走出门，他打算请陆振廷吃饭报答他帮自己抓住二狗娘母子。可来到他们的房子，看见门锁了，于是苏安便去敲门。屋里的陆振廷以为是大队长和南知青来了，便刚洗完澡上衣还没来得及穿上就去开门了。结果门一开，就见到门口站着的竟然是苏安。然而苏安并没有感到一丝害羞，反而还欣赏起来了陆振廷的肌肉。不好意思，我先穿件衣服。几秒钟后，陆振廷穿着衣服出来，脸上还带着些许害羞。苏知青，请问你找我有事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今天帮我抓了李二狗和二狗娘，我想请你吃顿饭表示感谢。陆振廷有些意外，苏安竟然会请自己吃饭，不过又想着这可以拉近2人的关系，到时候就可以查清楚是不是特务了。好，郭谬刚上完厕所就听到苏安请客吃饭的事情，就马上凑了过来。苏知青，能不能带我一个？行，你也一起吧。2人很快就来到苏安的家，但是后面却跟来了一群婶儿。村子里来了2位奇怪的男人，他们白天干活猛如牛，晚上却偷偷摸摸的出来执行秘密任务，直到这天终于被大婶们找上门了。郭知青，你有对象了没？不是，他们问我这干嘛？没有。没有好啊，郭知青，婶儿看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是时候该谈婚论家了。这样吧，婶儿家有个闺女介绍给你，我们家小红可是10里8乡都说好的，屁股大好生养。之前许多人提亲，我都没舍得让闺女嫁出去呢。小红娘，你可别吹了，你家小红长得又不好看，哪里能配得上郭知青啊？人家不仅长得帅，干活还那么厉害，只有我家丽丽才能配得上他。就你家丽丽也配？病秧子一个，光长得好看有啥用？肩不能提手不能扛的娶回去，难道还要供着？你们别吵了，要我说，我家圆圆才是最适合郭知青的。不管是丽丽还是小红都没有文化，大字不识几个有什么用？我家圆圆就不一样了，她可是初中生，有文化，这样才能和城里来的知青有共同话题。眼见几个婶儿都在争自己家闺女好，郭谬是一脸懵，不仅他一脸懵，就连陆振廷和苏安都被这阵仗给吓到了。那个婶儿，你们别吵了，你们家的闺女我一个都不会考虑的。郭谬话落，几个老婶儿便不满地看向了他。郭知青，你这啥意思？瞧不起我们乡下人吗？是啊，你是不是想找城里的姑娘？但是你现在都下乡了，城里的姑娘可不好找啊，而且城里的姑娘哪里有我们乡下姑娘好呢？你瞧瞧那些城里来的女知青多娇气。对啊，郭知青听话，还得找我们当地的姑娘最合适不过了，婶儿们不会骗你的。几个婶儿误会了，不是我看不上乡下姑娘，我是不想耽误你们家的好闺女。接着郭谬装作重重叹了口气，几位婶儿有所不知，我家的条件不好，下面好几个弟弟妹妹呢，而且我爸是残疾，我妈瘫痪在床，爸妈你们可别怪我诅咒你们啊，实在是没办法。我爸妈还说了，以后我要是找对象就1分彩礼没有，还得让女方倒贴我们家嫁妆。对了，等着结婚之后，还得帮着我家里操持家务，伺候我妈。郭谬这话一出，几个原本还对他有想法的婶儿顿时偃旗息鼓了。这样的条件要是让闺女嫁过去，就等同往火坑里跳。郭知青，你在开玩笑吗？你家这样的要求，你还能娶得上媳妇吗？我也觉得不好娶，不过现在不是桃花运来了吗？不知刚刚哪几位婶儿要介绍闺女给我的呀？郭谬把几位老婶儿吓得连连摇手，见他不行了，他们就把目光放在了陆振廷身上。陆知青，你没对象吧？要不我……婶儿，我也不想耽误你们家的好闺女，我那方面不行，无法生育，谁家姑娘要是嫁给我就得一辈子守活寡。什么？还得是你秦哥啊，比我还要狠。陆振廷这话一出，几个老婶儿都直接傻眼了。本来他们以为郭谬的条件差了点，没想到陆振廷的更离谱，吓得他们都摇着手离开。隔天，苏安和孙欣欣进城，2人买了许多的东西，但是也吸引了小混混的跟踪。站住！把你们的东西还有身上的钱和票交出来，我们便放了你们，不然不要怪我们不客气。说着，几个小混混还从手里拿出来了几把匕首。遇上姑奶奶算你们倒霉了，识趣点就赶紧将你们手里的钱和票拿出来，不然姑奶奶打得你们满地找牙。听到苏安的话，几个小混混都觉得他疯了，就朝着苏安冲了过去。结果苏安一动手就把他们的匕首给打掉。
几个小混混这才意识到打不过想跑，这会儿才想跑，晚了。接着苏安对着几个小混混一顿拳打脚踢，最后打得他们缩在墙角，一个个抱头求饶。何必呢？招惹谁不好？招惹了我们家安安，把钱和票都拿出来吧，交了钱你们就可以滚了。苏安想着今天消费了一顿，这些混混的钱刚好可以补上，结果几个人掏出全副身价才8块钱，于是苏安又踹了他们一脚。这么穷你们还出来打劫？姑奶奶，这钱你要不要？不要，难道还还给你们啊？都滚吧！几个小混混马上连爬带滚的离开。今天真是邪门遇上这样的怪物。村子里来了2位奇怪的男人，他们白天干活猛如牛，晚上却偷偷摸摸的出来执行秘密任务，直到这天遇到麻烦了，2人双双都被打伤。去他大爷！小严难道今天就得死在这边了吗？他娘的，这些敌特什么时候能全给灭了？郭谬话音刚落，只听一声枪响，然后就是陆振廷闷哼了一声：“廷哥，你咋了？你是不是中枪了？”“对，我被打中了屁股。”郭谬刚问完陆振廷的情况，便有一个子弹也朝着他飞过来。还好老子躲得快，不然脑袋都开瓢了。结果还没等他庆幸完，又一个子弹飞来，这次直接击中了他右腿，这会是想跑都跑不了。郭某，你没事吧？廷哥，你别管我，你先跑。不行，要走一起走，要死一起死。廷哥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能活一个赚一个，你非得一起死干嘛？你们2人今天一个都跑不了。2人说话之际，那些敌特已经追上来了。不过这时苏安也出现了，有姑奶奶在，跑不了的是你们。你怎么来了？快跑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不知死活的丫头片子，看你怎么狂妄！说完，敌特就朝着苏安开了一枪。令他想不到的是，苏安居然就这么水灵灵的躲开了，然后一个纵身飞跃，把那个敌特给踢飞，手中的枪还被苏安抢了过来。这女人身手竟然这么强悍，给我打，不能留活口。他们清楚，就算再厉害的人也不可能躲过密集的子弹。然而恰恰相反，上一世苏安在末世练就的本事也不是盖的。等着避完一波后，苏安就拿着自己手里的枪对着那些特务打击过去。枪声响遍了整个树林。10分钟之后，苏安把这些特务全部都给解决了。有些活口的他就用绳子给捆了起来。一旁的陆振廷和郭谬看到这一幕，再次刷新了对苏安的认知。廷哥，这女人平时虽然凶残，可是这回看着她虐这些特务，我咋觉得看着心里好爽。这一次咱们得好好的感谢人家一番，是他救了我们。你们2个情况怎么样？没事，还死不了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接着苏安给他们简单的处理一下伤口。你竟然带了医药箱？对，我进山打猎随时可能会受伤，带着东西安全点，万一受伤了可以及时处理。那你怎么会开枪的？你是不是怀疑我是特务？陆振廷，我要是特务，你今天和郭知清就都没命了。你们的情况我不多问，我的情况你是不是也不该问太多？陆振廷的直觉告诉他苏安肯定不是特务，便没有继续多问。好了，你们在这等会，我下山一趟，让大队长去报公安。好。苏安快到山脚下的时候，便遇到了大队长王卫华带人准备上来。苏知清，你知道山里的情况吗？方才山里的枪声你听到了没？苏安点了点头。山里好像有特务。听苏安这话，王卫华和跟过来的几人都脸上一变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这些特务我已经帮着解决了。队长叔，现在你赶紧安排人去公安那边一趟，让公安派人过来将这些特务给抓捕了。剩下的人跟着我一道。陆知清和郭知清上山的时候不小心和这些特务撞上了，都受伤了。咱们将人给抬下山，然后送去医院处理一下。王卫华马上安排队员去报公安，剩下的人都跟他一起上山，很快就来到了特务们所在的位置。看到地上被绑着的10几个特务，王卫华一脸难以置信。苏知清，这些特务真都是你抓的？对，大队长，这些特务都是我抓的，他们损害咱们华国的利益，我遇上了肯定不会放过。对了，大队长，你们先将陆知清和郭知清抬下山送医院，这里我来盯着就行。王卫华知道苏安的本事，所以让他留下来也不会担心。等他们都下山之后，苏安等了快3个小时，公安才过来。大概了解情况后，他们就去带走那些特务，而苏安就准备回家吃饭，谁知道被一个女公安拦了下来。同志，你得跟着我们走一趟，关于抓捕这些特务的具体情况，你得和我们说一说。这都快天黑了，我得回家吃饭，你们想要了解情况的话，等我吃完饭了先。见苏安这样的一副态度，这个女公安便强硬了起来。同志，请你配合我们公安的工作，是你吃饭重要，还是我们华国的安全重要？希望你识大局。苏安听到识大局的几个字就有些炸，要知道上一世他就是因为这几个字被坑惨了。怎么，我帮你们公安抓了特务，你们不说感谢倒好，还不让我吃饭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抓特务的英雄的吗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不该抓他们。你一个女同志抓了10几个特务，这很不合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同伙，或者身上有没有嫌疑？此话一出，苏安顿时就怒了。你有证据证明我是同伙吗？你们公安办案难道不需要讲证据的吗？没证据的情况下还想诬陷无辜的百姓不成？吃我们群众种的粮食，我们公民的税收养着你们，你们就是这样为群众办事的。我看你还是别当公安了，就你这样的思想觉悟不配。眼看苏安这样诋毁自己，女公安涨红着脸想打人的意思。怎么了？你还想对我动手？哟呵，是觉得自己是官老爷可以随便欺负我们这些老百姓吗？就在这时，公安局的局长徐志宏听到动静过来询问一下情况。女公安委屈巴巴的开始告起状来。如果怀疑我，请拿出证据。我帮着你们抓了这么多的特务，你们不说感谢就罢了，现在还这样对待我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出手，让你们自己解决麻烦去。徐局长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女人是没将咱们公安放在眼里，她竟然对我们这样的态度。他还以为局长会给他出气，然而恰恰相反。
小黄，你赶紧给这位同志道歉，咱们公安的得按章程办事，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不能将任何一名群众当作犯人一样对待。这次是你的失职，会有给你记过，你再给我写一封检讨。徐志宏说完，还冲苏安道：“同志，非常抱歉，这次你帮着我们公安抓获了这些特务，我们得给你道谢。结果我们小同志对你的态度怠慢，请你不要太计较，这是我的失职，没有管教好手下，我来给你道歉。”黄玉一听徐志宏没有教训苏安，反倒是惩罚了他了，心里更是憋着一股火气。看来能当上领导还是有缘由的，你这个领导不错，只要这位同志能给我道歉，这件事情我就暂且不计较了。局长，你做的不对，就该给人家小同志道歉。听到徐志宏都这么说了，这下黄玉想不道歉都不行了。对不起同志，我不该没有证据下就对你怀疑，我也是个大度的人，这件事情就不追究你了。事情结束后，苏安就下山回家，结果在途中竟看见孙欣欣湿漉漉的坐在地上，女人只因嫉妒女人长得比自己好看，就趁着女人不注意将她踢下水。落水的女人拼命呼喊救命，就在快窒息时，一个男人跳了下去，然后救了她上岸。结果男人的母亲却是个不讲理的女人。欣欣，你怎么了？见到苏安的那一刻，孙欣欣的眼眶都有些红润。安安，我没事，方才掉进河里呛了几口水，这回缓过来了。听到他这么说，苏安才放心下来。你没事就好，咱们现在赶紧回去换衣服。好。两人刚要走，便见到一个婶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孙知青，我儿子这一次下河救了你，你的身体都被我儿子摸了，回头你得嫁给我儿子。大兵娘以为孙欣欣好欺负，就趁机给儿子赚便宜，结果苏安却是上去给了他一巴掌。不会说话就闭嘴，王大兵只是救人，咋就摸了孙知青的身体了？你要是乱逼逼，别怪我继续抽你。大兵娘捂着自己的脸赶紧后退，和苏安保持距离后继续输出。本来就是在我们乡下，这样就算是摸了身体的。再说了，我儿子救了他的命，他就该以身相许，要是不嫁给我儿子就是忘恩负义。大兵娘，我看你是思想觉悟有问题，这是新时代了，你难道还想搞封建那一套？就不怕我举报你思想不正吗？你吓唬谁呢？我怎么就搞封建那一套了？让孙知青嫁给我儿子那是对他好，如果不嫁我儿子，他被我儿子摸了身体也没人敢要。大兵娘说完，又一个姑娘跟着出来应和，就是我娘说的对，孙知青都被我哥摸了身体，除了我哥，你以为他能找到什么好的对象去吗？别到时候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。反正现在我们雨头生产队的男人是没一个会要他的。母女俩说完，王大兵就盯着孙欣欣，想到她马上就是自己的媳妇，心里就很开心。然而苏安直接上前一手一个将他们给举起来。苏知青，你想干什么？想杀人吗？杀人可是犯法的。见到这一幕，周围看热闹的队员也立马劝阻：苏知青，你别冲动，赶紧将他们放下来吧，别闹出来人命。为了这种不讲道理的人，犯事不值的。苏安并没有说什么，直接将这对母女扔到了河里，接着他又踹了一脚看热闹的李二狗，吓得他小心脏砰砰跳。苏知青，我只是个看热闹的，可是什么都没做啊。你跳下去将这对母女救上来。还不赶紧的，是不是想挨揍啊？李二狗不敢忤逆苏安，便一头扎进了河里，将大兵娘和王秀花救了上来。周围的吃瓜群众看到这一出，纷纷不解苏安这是干什么。大兵娘，你们母女两人方才都被李二狗救上来了，也被李二狗摸了身体，我看你们都嫁给李二狗吧。听到这话，大兵娘和王秀花以及李二狗都震惊了。李二狗还嫌弃的看了一眼大兵娘，这老婆子太老了，我下不去嘴。还有王秀花也丑，不过胜在年轻，老子还能勉强接受。一旁看热闹的二狗娘马上反应了过来，大兵娘，我觉得苏知青说的没错，你和你闺女都被我儿子摸了身体，你闺女要是不嫁给我家二狗，以后也没人要了。大兵娘听到这话简直快要被气炸了。你瞎说啥？我家闺女咋就被你儿子摸了身体了？就你家的李二狗还想娶我闺女，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一个游手好闲的东西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我儿子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那你呢？你家绣花那样的条件，我家二狗配他绰绰有余。倒是你自己不看看你家大兵长啥样的，还想娶人家孙知青，你咋不说你自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？一时间，两位老婶互撕起来，周围看热闹的人觉得两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而苏安目的达到后也没兴趣看他们吵，就带着孙欣欣回家换衣服。安安，我今天落水不是不小心自己掉下去的，而是有人在后面踢我下去的。听到孙欣欣这话，苏安皱眉，那个人是谁？是一个穿着水蓝色衣服的女人，不过我没看清楚长相，不能确定是谁。我这就去找大队长说说这件事，必须将这人揪出来。然而孙欣欣却一下子拉住苏安，安安，这事没人看到，我也没证据，你找了大队长估计也没用，指不定别人还会说我故意挑唆知青和队员的关系。苏安也知道孙欣欣考虑的有道理，没证据的情况下想追责很难，但这是苏安自然也不甘心。那我先去调查一下，至少得先锁定怀疑对象。说完，苏安便出了门，然后找到大队的那些婶们打听谁今天穿水蓝色的衣服，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叫王娟娟的女人，因为她喜欢一个叫郝建设的男人，身体也给了人家，而郝建设吃着嘴里的却想着孙欣欣。被王娟娟知道后，便把孙欣欣当成了情敌，
所以苏安断定就是他推孙欣欣下河的。于是到了晚上，苏安来到了王家，把王娟娟弄晕之后，便将她扛了起来，然后扛到一个曾经家暴死过媳妇的老官夫家，再给两人弄点药，剩下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发展。直到第二天，李铁根的狐朋狗友来到他家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就马上在整个村嚷嚷了起来。很快，李铁根的家里围满了人。好你个李铁根，你竟然敢强暴我！我要报公安，将你这个流氓给抓起来！李铁根挨了一巴掌，还被王娟娟诋毁，便马上还了他一巴掌。你个臭娘们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是你自己来我家床上的，昨晚抱着我求着我，这回竟然说我耍流氓，你不主动我还能把你绑来我床上不成？哦。李铁根说完，这时候一个老太太也站了出来。就是你别瞎编排我儿子，你咋来我们李家的？你是不是得解释一下，怎么还赖上我儿子了？然而王娟娟也很猛，昨晚自己明明就睡在自己的房间，不知道现在为何却在李家了。我不管，你碰了我就要报公安，将你抓起来。很快王娟娟的家人也赶来了，得知事情的经过后，她的父母差点被气晕过去。我家娟娟怎么可能是自愿的？肯定是你们给她下了药，不然就李铁根这样的我家娟娟能看得上吗？你以为你闺女能是啥好货色啊？她一个没结婚的就把身体早早给出去的，你当她是什么正经女人？此话一出，现场的人纷纷都感到惊讶。哎呦，真没想到这王家的闺女这么不要脸呢。可不是吗？真看不出来王娟娟还是个浪货。听到周围的议论声，铁根娘有些洋洋得意起来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说其他的也没用，我们李家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不管这件事我们家铁根是不是被强迫的，但是我们李家负责，愿意娶王娟娟回来。我呸！你们家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就李铁根这样的能配得上我们家闺女？想的倒是挺美的，我跟你说这辈子都不可能，不仅这辈子，还有下辈子、下辈子。你们家闺女一个二手货，我们家铁根能要就不错了，咋地？还当你们家闺女是黄花大姑娘啊？你！王母听到铁根娘这话，一个没承受住，直接气晕了过去。这回王家人也不跟李家理论，带着王娟娟和王母回去。这件事情很快就传遍了整个雨头村。苏安也把事情的经过跟孙欣欣说了一下，然后就进山继续打猎赚钱，结果却碰到了一群公安被一条大蟒蛇追着跑。深山里生活着一条几百斤的蟒蛇，它总是神出鬼没，凡是上山的村民见到它都会跪下来饶命。蟒蛇心情好的话可以放他们走，但是心情不好的话则是沦为盘中餐。直到这天山里来了10多位的公安碰到了他，蟒蛇本想放他们一马，结果有一个女人对着他开了一枪，被击中的蟒蛇马上暴怒，朝着女人的方向发起进攻。这时一名男公安出手将他给击退，但这反而让蟒蛇更生气，朝着两人再次发起进攻。男公安用手里的枪打了好几发出去，结果都被蟒蛇给躲开了。就在他快要被袭击时，苏安及时出现把蟒蛇给击退。这女人是谁？身手居然这么厉害！小姑娘，快躲我身后，你不是蟒蛇的对手。虽然知道程思源是好心，但苏安不想浪费时间，就靠近大蟒蛇的时候纵身一跃，随后砍刀对着大蟒蛇头中心的位置深深的插了进去。就这样，一条几百斤的巨物死在了众人面前。而副局长程思源被苏安的英姿飒爽给吸引住，一直直勾勾的盯着他看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吗？听到这话，程思源才回过神来。同志，不好意思，冒昧了。苏安摆了摆手，没关系，谁让本姑娘长得漂亮呢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我能理解的。此话一出，直接把程思源给干沉默了。而一旁的黄玉却是醋坛子打翻。程局长，谢谢你方才救了我。苏安一眼就认出了他，看到他一副娇柔造作的样子，苏安就觉得辣眼睛。那个谁，你是不是谢错人了呀？刚才明明是我救了你，这大蟒蛇是我杀的，怎么没见你冲我道谢呀？听到苏安掺和了进来，上次的事情他依旧还恨在心里，这次更是气得牙痒痒。黄同志，这一次该感谢的人确实是这位同志，你不用谢我。听到了没有？还不赶紧谢我？救了你一命，连一句感谢的话都不会说，就你这样的素质，怎么为人民服务？被苏安这么一说，黄玉简直肺都快要气炸了。但是程思源还在这里，他只好假惺惺的说了一句：苏同志，谢谢你这一次出手救了我。这位同志，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？苏安。程局长，这位苏同志就是之前帮着咱们抓获特务的那位同志。听到这话的程思源对苏安又多了一份敬佩之心。没想到苏同志之前还帮我们抓了特务，这次又救了我们一命，我代表我们清水县公安的全体人员谢谢你。别嘴巴上说谢了，你们是不是该付出一些实际行动？上回我们帮你们抓了特务，也没见你们的感谢落到实处。真不好意思啊，这段时间我们公安比较忙，所以疏忽了。回头我一定会安排同志给你送锦旗的。得了吧，我对锦旗不感兴趣，你们要想感谢的话，就帮我安排现金奖励吧。听到苏安这话，黄玉感觉又可以做文章了。苏同志，你这人的思想觉悟怎么可以这么低啊？给你发锦旗可是代表着一份荣耀，结果你却惦记着奖金，你这不就是妥妥的资本享乐主义思想吗？要不是因为打公安犯法，不然苏安听到他说的话高低给他来几下。我说黄同志，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们公安有人民供着，是不知道农民种地和饿肚子的辛苦，我不过是想着要点奖金，让自己吃饱饭，怎么了？这就和资本享乐主义扯上关系了。亏你还是个公安呢，看来上回徐局长让你检讨，还没反省自己是不是？你苏同志，方才我们黄同志的话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他是自己没经历过，所以不知道你们的困难。你放心，回头奖励我肯定给你安排到位的。见程思源这么说，苏安也就没再计较，
随后几人带着大蟒蛇下山。第二天上午上工的时候，2名公安就给苏安送来了奖金和一面锦旗，这让他感到有些意外。不是说送奖金就行了吗？你们怎么还送了锦旗呀？苏同志，我们陈局长说了，你帮了我们公安部门2次大忙，不仅得给你奖金，锦旗也得送。这一次非常感谢你，这些请你收下。公安说着便将锦旗和奖金都递到苏安的手上。苏安收起了锦旗，然后开始数起奖金来，居然足足有200块，可把周围的人给羡慕死了。对了，去我家里坐下来喝杯茶水吧。不用了，苏同志，我们就是专程来送锦旗的，送完了我们就走。最近局里事情比较忙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呢。那好，2位同志慢走，有需要的地方还可以再来找我。收完奖励，苏安的活也差不多干完了，便同孙欣欣一道回去，结果在路上却被一个老婶给拦住。大娘，你有事吗？苏同志，我方才看到公安给你奖励了200块奖金，你现在这么有钱了，就借我100块钱吧。我家大孙要娶城里的媳妇儿，人家说必须给100块的彩礼才愿意嫁过来。听到这个老大娘的要求之后，苏安一脸的问号，还以为自己听错了。小苏知青，你这不说话几个意思？你到底借不借钱啊？大娘，我不说话是在看你的长相呢，你脸长得可真大。那是，我这脸是不小，女人就得脸大脸圆，这样看起来有福气。苏安沉默了好一会，这老大娘居然没听出嘲讽的意思。大娘，我的意思是说你脸大，真把自己当回事呢？咱们很熟吗？我凭啥给你借100块钱？就凭你脸大吗？老大娘愣了一下，随后才明白苏安的意思。苏知青，你不是有钱吗？你要是没钱就算了，但是有钱你不借就是不帮助我们这些队员，最多我给你打个欠条，又不是不还你，至于这么小气吗？苏安被气笑了，果然奇葩是没办法沟通的。大娘，那银行这么多钱，你咋不去借呀？还来找我干啥？我有钱和你有啥关系？说白了，我找你借钱是看得起你，不然我才不找你借呢。是吗？大娘，我求求你别看得起我了，我不需要。你这丫头要是不借钱，回头我儿子娶不上媳妇儿，你可得负责。要不是对方是个70岁的老太太，苏安就一脚踢过去了，但又怕被讹上，于是他就对着旁边的石头一脚过去。本来巨大坚硬的石头瞬间被苏安踹了个粉碎。你想干啥？我想干啥？你说我想干啥？你个不要脸的老婆子，在倚老卖老的闹腾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这会不少队员听到了动静纷纷过来，陶大妮忙来帮着苏安出头。我说邱局闪，你这不是耍无赖欺负人家外来的知青吗？人家凭啥给你家借钱？你不能仗着自己年纪大就能不要脸啊！真是给我们队员们丢人。就是呀，邱局闪，小苏知青和你非亲非故的，你张嘴就借人家100，你说你咋不上天呢？一般人借1块钱都不好意思张嘴的，也就你好意思提出来。见这么多人帮着苏安，老大娘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。戴妮婶，谢谢你帮我说话。婶儿可不是帮你说话，只是纯粹看不惯那个不要脸的。你回头再遇上这种人，你躲远这些就行，可别动手，不然铁定的被讹上。好，婶我知道的。到了下午，苏安继续进山，而且这一次的收获不错，打了1头野猪和1只山羊。就在苏安准备下山时，却听到了好像有人在说话，而且还是用小日子的语言。难道又有特务来山里了？苏安带着疑问慢慢靠近声音的方向，在确认就是特务的情况下，他就从特务背后敲晕了人，然后从空间拿出麻袋给装了起来，接着就带着他们骑车进县城送公安局。刚到门口的时候就被程思源看见。苏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苏安见到程思源，就将自行车上的麻袋给卸下来。这2人是2国的特务，我上山的时候遇上的，他们进山似乎是在找什么资料，你们赶紧审问一下。好，苏同志，这2人我们公安一定会好好调查的。这一次得感谢你的再次帮忙，不然这2个特务还不知道得给我们华国造成多少损失。一旁的黄玉看到程思源对苏安好，脑子一抽，又要对苏安做文章。苏芷晴，你怎么听懂2国语言的？还是说你就是个特务？身手这么好，一看你就不对劲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打着帮我们抓特务的名义打进我们公安内部？这次苏安没有惯着他，对着黄玉抽了一个耳光子过去，疼得黄玉尖叫了一声。你什么你？你是公安就可以随口喷人了？你要是说我是特务，请你拿出证据。我的资料背景你们公安很好调查到，看来上次还公安你的道歉和检讨都没有发自内心，这才过去了多久就又开始喷粪了？我只是合理的理由怀疑你，但是你打我就是袭警，这可是违法的。你别拿这个吓唬我，你是公安你就了不起了，就能随便欺负我这个弱小的群众吗？你要告我袭警也可以，咱们好好的掰扯掰扯。你的造谣污蔑是不是也得承担法律责任啊？看苏安那一副拽拽不怕事的样子，黄玉就想开骂，结果被程思源打断了。黄同志，这件事你有错在先，赶紧给这位苏同志道歉，他帮着我们公安抓获特务，不该遭到你这样的污蔑。黄玉虽然不甘心，但是程思源看着他的目光已经带着不悦和冷意。对不起苏同志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不该没调查清楚就说你是特务。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这件事你好好的反省去吧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就别怪我继续对你不客气。黄玉被气得身体有些颤抖，可是当着程思源的面又不敢发作。既然特务已经给你们送来了，我就先走了。苏安走后，殊不知此时亲生父母沈家那边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女人怀孕2年半生下一女，结果却被恶毒保姆抱走偷偷调换。本该是个千金的她却来到别人的家庭，
还老是被养父母打骂，最后没有价值了就卖给一个老官夫，导致他被家暴惨死。重活一世的女人回来第一件事就整治了养父母一家，然后下乡过自己的生活。然而现在假千金的身份被沈家知道后，要把她赶回原生家庭去。沈如意为了不回去，特意报名下乡，而且还是跟苏安一个地方的。我是真没想到帮人养了这么多年的闺女，我真正的闺女在哪里啊？沈家人看着萧清月这样，心里都不好受，因为这孩子不仅仅是她闺女，更是整个沈家的宝贝。清月，你别着急，咱们真正的如意一定会找回来的。沈家世代为善，老天爷一定会保佑我们的孩子平平安安。那个保姆都交代了，他抱走如意的时候直接扔到了山里，多半被野兽给叼走了吧？峰哥，我们真正的女儿真的还能找回来吗？一定会的，咱们家孩子一定会福大命大，我有很强烈的预感，这孩子一定会活着的。咱们沈家真正的孩子一定会找回来的。老二家的，你们现在就想想家里的那个假沈如意到底该怎么处置吧。虽然这个假千金被他们养了10几20年，他们沈家人对她已经有了些感情，可是对待这种事情也是很理性的。清月，这事我都听你的，你想怎么处置那个被换的孩子？是留下来还是送走？萧清月见丈夫这么问她，脸庞划过一抹泪痕。到底是自己养在身边的孩子说没感情都是假的，但是想到人家是故意换的孩子，她的那点不舍就消失殆尽。峰哥，既然他不是我们的孩子，那就送走吧，送回他原本的家庭去。咱们不能当冤大头继续帮着别人养孩子，这是对咱们真正孩子的不公平。好，我听你的。既然你们两口子这样决定了，这2天我就让人准备将这孩子送回去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的沈如意就躲在角落听他们的对话。不行，我不能回到那个穷酸的家庭，但是跟沈家人打感情牌也没用。有了，我要报名下乡。听说程思源大哥哥在一个县里当公安局长。说完他就奔着知青点去。他之所以选择下乡，是因为程家在京市的财力比沈家还要大，只要傍上了程思源才是他翻身的机会。为了能去到指定的地方，他还给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塞了点好处。等报完名回家时，沈家就和他直接摊牌了。如意，你不是我们家的孩子，现在你收拾东西回你真正的家里去吧。你的衣服可以带走，可是我们原本给你的珠宝首饰你都不能带走。虽然沈如意知道这件事，但依旧不影响她精湛的演技。爸爸妈妈，我怎么不是你们的孩子？你有自己亲生的父母，回去你父母那边好好的和他们生活。就算我不是你们亲生的孩子，可是我也在沈家生活了18年啊，我一直将你们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我求求你们了，不要让我走好不好？萧清月看着沈如意这样，赶紧别开头，就怕自己突然心软了。我有些不舒服，先回去休息了。看到萧清月这样冷漠的离开，沈如意的指甲都快插进了手心。你必须回到你该去的地方，这不是你家，先赶紧去收拾吧，明天我就送你走。我就知道打感情牌没用，爸爸，我不能回我原本的家了，我已经报名下乡了，就算我走，我也是去支援农村建设，而不是去别的地方。听到沈如意的话，沈昌峰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这丫头会报名下乡，不过只要不留在沈家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那行，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回头准备下乡。第2天，沈如意被司机送到了火车站集合，没一个家人来相送，手里还提着几个大包裹，但是她身上穿的衣服却是和这些下乡的知青完全不一样，很快就吸引了第一个男同志来搭讪。同志你好，请问你也是下乡的知青吗？对呀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就是没想到你这么好的条件还会下乡。我原本确实不用下乡的，不过我觉得我是新时代的青年，我主动报名下乡就是希望能为我们祖国的发展做一份贡献。沈如意说完，周围不少人都投来了敬佩的眼神，连带着知青办这边的工作人员都感慨着沈如意的觉悟高，殊不知这都是他说出来的假话罢了。同志你真厉害，我们得向你学习。很快这些下乡的知青们就被通知了火车上的位置，还有下乡的具体地点，恰好刚刚和沈如意说话的那个男的和他是一个地方。同志，我叫楚成宇，方才听到你和我去一个地方的知青，你这么多东西能提得动吗？我来帮你提一些吧。楚同志，谢谢你。接着他们来到自己所在的位置，沈如意发现不是靠窗的，便打算跟别人换位置。你好，你能不能将位置让给我坐？我晕车，坐在靠窗的位置会好一些。对不起，你晕车我也晕车，我凭啥让你坐？我说这位知青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位沈知青家里条件不错，从小就没吃过什么苦，而且他还能响应号召下乡为祖国农村建设做贡献，很不容易的。不过是一个座位，你不用这么小气吧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有毛病就去治，别给老娘来道德绑架这一套，老娘可不吃。还有，这么点苦都吃不得，我看你也不用下乡了。下乡之后的苦你更吃不得，出门在外可不是在家，没人会惯着你的矫情。说完，陆婉婷便不再理会两人。沈如意的脸色直接气得涨红，楚成宇也被对得有些难堪。然而让沈如意更气的是，陆婉婷也是分到和他一个县的，还是一个大队上的。我是雨头村的生产队的大队长，我叫王卫华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们这就出发回村，你们都上车吧。王卫华指着自己赶来的牛车，沈如意看到后顿时嫌弃的不得了。然而其他知青都坐了上去，唯独他不愿意。沈知青，你怎么不上车呀？大队长，这车也太脏了，怎么坐人啊？王卫华听到这话，眉头立马皱了起来。沈知青，你要是嫌脏的话，你可以不坐，自己走回去吧。不是大队长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就是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建设农村的知识青年吗？听到这话，王卫
华更怒了，就你这样做个牛车都嫌东嫌西的知青，我们还指望你能建设农村？我看你要是受不了，就乖乖的哪里来回哪里去吧。见王卫华真的生气了，沈如意才有些害怕，于是他就在牛车上垫一块布坐下来。真矫情，我看你回头下地干活还怎么注意？陆志清，我没招惹你吧？至于这样挤兑我吗？你是没招惹我，可是我就是见不得有些人矫情，怎么了？等我傍上了程思源，你们这些个罪过我的人都别想有好果子吃。接着牛车晃晃悠悠地朝着雨头村方向过去，很快就来到大队部，跟苏安来的时候一样，王卫华给了他们一些粗粮，结果沈如意又嫌弃上了，这些都是喂牲口的粮食，人怎么吃啊？我家的猫狗都不吃这些。我们乡下就是这样的条件，这些粗粮你要就要，不要拉倒。我们乡下多少人吃不饱饭，你来了这边可不是在你家，莫条件让你挑3拣4。沈如意被王卫华对了之后，态度收敛了一些。大队长，我是真的吃不惯粗粮，能弄到细粮吗？想吃细粮可以，你自己拿钱来买。王卫华说着又将大队的粮食价格报了一遍，见可以花钱买，沈如意赶紧买了一些细粮，陆婉婷见状也买了一些。接着大队长带着他们来到知青点，等大队长走后，沈如意开始怨气冲天。你们发现了没？这个大队长态度真傲慢，一点都不把咱们下乡的知青放眼里。咱们是来支援农村建设的，可不是来这受气的。他凭啥这样对待咱们？沈如意还以为可以联合这些人一起对付王卫华，结果其他知青只是都觉得他有毛病。这话你以后就不要再说了，那是咱们雨头村的大队长，咱们这些下乡的知青都得听他的，得罪了大队长没啥好下场。希望你以后谨言慎行，别牵连到我们整个知青集体。切，亏我还高估你们了，原来都是一群怂包。我叫林傲东，是知青点这边的队长，你们以后有事了可以来找我。接着林傲东又说了一下宿舍的情况，沈如意一听要10几个人挤一间宿舍就受不了，这么多人睡一个房间怎么睡啊？知青点就是这样的条件，确实挤了点，但是大队那边也没办法拿钱给知青家盖房子。那能自己出去租房子住吗？10几个人一间房我可受不了。可以，不过我建议你刚来还是不要去队员家租房，因为我们附近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就是嫌弃知青点住的不好，到了队员家租房子住，结果被那家的男人看上了，还发生了关系。听到林傲东这么一说，沈如意顿时打消了这个念头。沈知青，你要是不想和我们一起挤，可以去苏知青那边问一问，他自己在大队盖了房子，家里还有空余的房间，指不定能给你租一间。这种极品可不能留在宿舍祸害我们，让他去祸害苏安吧。那太好了，这个苏知青家在哪里？谁能带我过去一趟吗？我带你去吧。在这个家家吃野菜的年代，女子却顿顿有肉吃，而且吃不完的还拿去喂猪。猪吃完后直夸太奶的味道是真滴香。而此时外面有2人闻着肉香味来到这里，刚到门口，沈如意就断定今天租房一定顺利，因为自己不缺钱。接着林傲东上去敲门，很快苏安就出来了。林知青，请问有事吗？苏知青，这位是今天刚下乡过来的沈如意沈知青。是这样的，咱们知青点那边比较拥挤，你这边还有没有空置的屋子？他想找你租一间。苏安看了一眼沈如意，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就拒绝了。不租，我喜欢清静。苏知青，我就一个人，又不会打扰你清静，你就租给我吧。咱们都是下乡的知青，不该互帮互助吗？沈知青，我说的很明白了，我喜欢清静，不喜欢被人打扰。你去别的地方问问吧，找别人租或者自己盖，方法多的是，不是非得让我帮你，我没这个义务。说完，苏安就把门直接关上。沈如意见状，紧紧地捏起拳头。林志清，这个苏知青怎么这样啊？他怎么没有一点团结互助的精神？苏知青一直就是这脾气，你别介意，其实他人很好的，只要你不要招惹他，他就是个很好说话的人。既然他不愿意租房，那你再去大队长那边问问吧，看看能不能帮着盖一个房子。接着林敖东带着他又来到大队长家，王卫华看到他来就头疼。沈知青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大队长，知青点实在太挤了，我想申请地皮自己盖房子，这事你赶紧给我安排一下吧。王卫华听他的语气，仿佛自己这个大队长就必须帮助他办这件事似的。眼下快到秋收了，现在可没有时间给你盖房子，你就算想盖也得等着秋收了之后再说。大队长，您看看能不能给我早点安排，我不想耽搁太久。知青点那边那么多人，我实在住不习惯。见状，王卫华直接严肃着一张脸训斥道：沈知青，既然你下乡来了，当了我们雨头村生产队的知青，我希望你能将整个大队的利益放在最前面，个人利益放在后面。秋收是整个大队的重中之重，不过是住知青点多大的事情，别的知青都住了，你住不得。你要是这么娇气，这点苦都吃不得的话，回头我就给你退回知青办。你来下乡只会给我们雨头生产队造成麻烦，不会提供任何贡献，我们这边就没留你的必要。见大队长生气了，林敖东马上劝解沈如意：沈知青，大队长说的对，咱们大队都是以秋收为重的，你要盖房子的，这对大队长而言不是什么要紧事，就听大队长的，秋收之后再来说盖房子的事也不急。林敖东说完直接拉走沈如意，就怕他跟大队长吵起来，等来到外面他马上不甘心。大队长
长真的太欺负人了，为啥就不能帮着我先安排？多大的事情啊！沈知青，我好心提醒你一下，这是乡下，是人家的地盘，你最好别得罪了大队长，不然以后再想盖房子的事情可能没影了。听林耀东这么一说，沈如意就没敢再避避了，只能跟着他回去知青点暂时住下。次日上午是沈如意的第一次上工，廖红霞就给他拿了一个破旧农具。这样的农具怎么用啊？你给我换个新一点、好使一点的。听到沈如意这话，廖红霞直接开怼：沈知青，你还真是差生文具多，就你那矫情的模样，你觉得你配得上好的农具吗？新的好使的农具应该发给会干活的人，这样才能更大效率的发挥它的价值，而你就是纯粹浪费好农具。廖红霞说完，不少队员们跟着应和起来。红霞说的不错，昨天沈知青施工的时候我可看见了，磨磨唧唧的，给他发好的农具都是浪费了。可不是嘛，自己干不了多少活还要求那么多，我看就是人太矫情了，真把自己当回事，当成大小姐了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可是和县里的公安局副局长认识，你们欺负我都别想有好果子吃。我们怎么欺负你了？我们说的都是事实，你自己思想觉悟有问题，还想赖上我们呢？认识公安又咋了？我们什么都没干，还能无缘无故的抓我们吗？沈如意被对的不知道说啥了。这时程思源带着几名公安来到这里，沈如意见状马上前去打招呼。思源哥哥，如意，你怎么也在这边啊？思源哥哥，我是自己报名下乡的，我想着作为新时代的青年，必须为农村的发展介绍贡献自己的知识力量，到广阔天地中大有作为。听到沈如意的话，不少队员都忍不住翻白眼。如意，你的思想觉悟很好，希望你能在这片土地上发挥自己的价值。我还有事情，有机会下次再聊。说完，程思源就不再理会沈如意，朝着苏安的方向走去。思源哥哥怎么认识苏安的？苏安同志，你上次帮我们抓到的2个疑似特务的人已经确定了身份，你再次立功，所以我们公安决定再次对你表示感谢。这是给你制作的锦旗和奖金，请你收下。苏安见程思源送的奖励，当然毫不犹豫的收下。周围的人见苏安又帮着抓了特务，都震惊的不得了。这事情处理完之后，程思源就想回去，结果沈如意为了显摆自己的实力，就又来找到他。思源哥哥，咱们真有缘分啊！我在这边当知青，你来这边当公安。是啊，我也没想到在这见到你。我说沈知青，你不是说下乡来支援农村建设的吗？现在咋忙着和人叙旧也不知道干活？就你这磨叽的样子，今天你的活肯定干不完了。沈如意当着程思源的面被这个老婶儿整难堪，就气得紧紧的捏拳头。如意，既然你需要上工，那就忙自己的事情去吧，咱们下回再聊，我不能耽误你干活。这回沈如意想不干活都难了，而程思远则回去公安局。到了下午，陆婉婷找到苏安，因为她是陆振廷的妹妹，也在别的知青那里知道了苏安的能力，便想拜他为师。苏知青你好，我是新来的知青，我叫陆婉婷，陆振廷是我哥。你好，陆知青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苏知青，我能不能拜你为师？苏安听到这话直接愣住了。拜我为师？你让我教你什么？我听说你身手非常厉害，你能教我一些招式吗？我想练武，就你这身手，我觉得要是跟着你学好功夫之后，肯定能考入女子特战队。你哥的身手也不差，你为啥不找你哥去？我哥的身手远不如你，而且他比较忙，也没什么时间教我。此时的陆振廷就在不远处，正好听到了亲妹妹嫌弃自己的话，但又说不出什么反驳的话来。那好吧，你每天下午下工的时候来我家找我，我可以指点你几招。太好了，师傅，受徒儿一拜。苏安见状赶忙摆手，你这声师傅我可担不了，不过是教你几招而已。那我喊你安姐可以不？喊苏知青显得太生分了。行吧，那就喊安姐吧，听着总比师傅好。还有，我家里还有一间房空置的，不如你搬来住吧，这样我平时教你也方便点。要是我进城里了，你也可以和欣欣有伴。安姐，这样会不会打扰你啊？没事，多一个不多。那好，我等会就去搬东西，我也不白住你的房，每个月给你3块钱租金。行。沈如意就在不远处看着，见苏安将房子租给了陆婉婷，没有租给自己，就顿时气得不行。她不甘心的上前质问苏安：之前你不是说喜欢清静，不愿意租房子给我吗？为什么现在又要租给陆知青？你这是搞区别对待。苏安像是看智障一般看着沈如意：你有毛病吧？我自己的房子想租给谁就租给谁，你管我？没事别避避，不然别怪我扇你。苏知青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咱们下乡的知青就得互帮互助，你不能搞歧视针对沈知青，你这样的思想觉悟怎么能团结集体，建设好农村？沈如意见有人帮着自己说话，感激的看了楚成宇一眼，结果苏安却是直接赏了他一记耳光。被打的楚成宇愤怒的看着苏安：苏知青，你怎么随便乱打人？打你怎么了？打你还用看日子吗？你能往我头上扣帽子，还不允许我给你耳光？你要是再乱说，我还揍你。这回的楚成宇感觉自己在沈如意面前丢脸了，就想找回点面子。那好，是你先招惹我的，别怪我对你一个女同志动手。说完他就朝着苏安冲过去，结果被苏安直接一个过肩摔倒在地上，疼得他哇哇大叫。这个楚成宇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？没事好好的招惹苏安干啥？我看他就是嫌命长了。而沈如意却是跑去跟大队长告状，他不知道的是王卫华偏袒苏安。大队长，您看看，苏知青竟然敢打人，你还好意思告状？
你们两个整天不想着好好上工，惹事的时候倒是积极。你们不招惹小苏知青，人家能动手。行了，赶紧继续干活去。今天你们的工分要是干不完，今晚就别回去了。沈如意见大队长也帮着苏安，被整得没一点脾气了。次日一早，苏安便骑车进县城，因为程思源给他找了一份翻译的工作。结果到了县城，却被小混混盯上了。城里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，只要是女的走进这条巷子，就会无缘无故失踪，因为他们被人贩子给拐走。幸运一点的还可以被卖去大山当别人的媳妇，没那么幸运的则会被人贩子断手断脚，还有身体值钱的东西都被卖掉。而今天刚来县城的苏安就被人贩子给盯上了，于是他马上拐进一个小巷子。等他们追上来的时候，发现苏安已经不见了。人呢？人跑哪去了？这小娘们咋一眨眼就不见了？姑奶奶，我人在这呢。听到苏安的声音，这几个跟踪的男人立马回头，看见苏安不知道啥时候出现在他们后面了。几人见事情暴露，就想朝着苏安冲过去拿下他，结果苏安直接对着带头的那个人踢过去，1米7、8的壮汉就被踹飞出去，剩下的几个见打不过就想跑，最后都被苏安干翻在地上嗷嗷惨叫。大姐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你饶了我们吧。是啊姐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姐，我们错了，我们错了。苏安见状冷笑一声，做错事情了就得承担后果，放过你们难道还给你们霍霍其他人吗？大姐，我们不改了，我们之前都没有干过这事，这是第一次，我发誓，谁知道我们运气这么笨，上来就遇上了姐。是啊姐，您饶了我们，给我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吃了这次教训，我们一定长记性了，再也不会干这种缺德事。姐，要不您打我们吧，只要不把我们送公安怎么都行。我们这一次想拐卖你，真的是被逼的没办法。苏安看着朝自己跪地的几个男人，忍不住翻了一个大白眼。行，那你们和我说说，你们是怎么被逼的没办法的？要是理由正当，这件事我就不计较了。其中一个男人立马就冲苏安说明情况，原来他父母双亡，爷爷也生了一场大病，他为了凑齐手术费，就找到一个叫七哥的人借钱，到最后爷爷的病势治好了，可借来的钱却是利滚利，有些吓人。最后这个七哥见他还不上钱，就让他帮着拐卖女人，只要拐上3个就可以抵消债务，突然就剁下来一只手。让刘鹏没想到的是碰到了苏安，这些为了帮助兄弟的发小也被连累了。苏安听到他的话，也观察过他们的微表情，确实不像是说假话。这次放过你们，可是下回你们要是敢再做这种事，别怪姑奶奶让你们进局子。几人忙着点头，刘鹏也打定不能再干这种事情了，欠钱的事情只能另想办法。不知道还不上前7个那边会不会放过我？听到他说的话，苏安知道这几人肯定不敢继续干这种事情了，但这个叫七哥的可说不定，于是就想解决了他。这个七哥住哪？大姐，你问这干啥？虽然姐你很厉害，但是我劝你还是不要招惹七哥，不然肯定会倒霉的。我要干什么你不用问，乖乖告诉姐，这个七哥住哪就行。那姐，我要不直接带你去找他吧？行，你带我走一趟。刘鹏带着苏安走了10来分钟，然后指着前面的一间房子说道：大姐，七哥就住在这。苏安把这里的地点记下，大白天的苏安不方便行动，还是等到晚上再过来打探情况。好了，姐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回去之后也不用焦虑，指不定七哥的钱你不用还了。苏安说完转身就离开。到了晚上，苏安来到七哥的住处，他先靠近屋子里听了一会儿，见这些人讨论着最近拐卖人口的情况，不听不知道，听了才晓得最近几个月七哥这些人竟然拐卖了上百个妇女。苏安越听越生气，直接拿出来迷药利用异能散播出去，没一会儿这些人就被迷晕了。苏安进屋之后，先是进行了一番搜刮，没想到这个七哥还和2国那边有联系，而且还收集了不少古董。最后这些东西全部被苏安放进了空间里，而屋里这几个人苏安没有放过，全部都被嘎了。等回到住处时，苏安便想休息一下，就听到了隔壁传来巨大的声响，于是他就过去想看看啥情况，结果开门的是一个老外。先生，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我需要休息，你的行为打扰到我了，希望你能安静一些。结果这个帝国的工程师一看来的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就色眯眯的眼神对着苏安上下打量了一眼。夜生活多么美好，秀姐，你确定不要进屋来和我一起娱乐一下吗？先生，请你对我放尊重，我来是提醒你给我安静些，你若是再用这样色眯眯的眼神打量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个老外不仅没收敛，手还伸出来打算触碰苏安的身体。这位小姐，我倒是想知道你想对我怎么不客气。苏安见状直接摁住他的手腕，然后拽进了老外的房间里。既然你想让我折腾你，那我肯定不能和你客气了。苏安说着拿出来胶布，直接先封上了这个老外的嘴，他是担心自己打人打得太惨了，等会儿会引来动静。接着就是一顿暴揍模式，2个半小时后，对方已经鼻青脸肿的了。现在知道了本小姐的厉害了吧？敢惹上我是你眼瞎，现在你最好给我老实一些，要是姑奶奶再发现你打着不该有的主意，姑奶奶会让你继续吃拳头。老外听懂了苏安的话，重重的点头。苏安这才扯下了他嘴上的布，放过了他，然后大摇大摆的走出去。没想到这老外转身就报了公安，找到苏安要控告他打人，但苏安自然是不可能认的。公安同志，这人冤枉我，我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打人呢？再说了，我要是真的打了他的话，方才他怎么可能一点动静都没发出来？这要是被人打，不可能没有动静吧？再说我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，怎么可能把他打成这样？公安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加上没其他证据的印证，这些公安了解完情况之后便离开了。不过等公安一走，苏安又去了这个老外的屋子里，将他继续暴揍了一顿。你还敢报公安？很好，现在姑奶奶打到你不敢报公安为止。被苏安再次胖揍了一顿之后，
这个老外是真的老实了。次日一早，苏安来到机械厂准备翻译工作，没想到对方居然就是昨晚的老外。老外见状，瞬间想出了100种刁难苏安的办法。老外见我长得好看，就想对我动手，结果却被我狠狠地暴揍了一顿。万万没想到他反手就报了公安，好在没有相信他的话。等公安走了之后，我又继续揍了这个老外一顿，让他知道华国的女人不好欺负。但是次日发现这个老外竟然就是我翻译的对象。他先是在机械厂转悠了一圈，什么也没看。厂长见状着急了：苏安同志，这位查理先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帮着我们机械厂解决问题？苏安将彭厂长的疑问翻译给了查理，结果这老外却开始嚣张起来：如果你们机械厂想让我尽快的解决这些机械的问题，那就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。苏安将他的话同步翻译给了彭厂长。查理先生，您说有什么要求，我们这边能办到的尽量办。想要我帮你们解决这批机械的问题，你们得给我1万美元的报酬，另外还得让这位小姐陪我睡1晚。苏安听后马上就怒了，查理以为这次拿捏了他时，苏安的拳头就砸了过来，顿时把这个老外给打倒在地上。小苏同志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怎么好好的打查理先生呢？闹出事来怎么办？我们厂子里的机械还等着这位查理先生修理呢。彭厂长，这个查理先生就是个人渣，我这是气不过。他说他的要求是让厂子里给他1万美元的报酬，另外还让我陪睡1晚上。彭厂长听到了苏安的话，顿时明白了他为啥会突然揍人。而这时查理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叫嚣道：这一次我要报公安，你对我动手有人看见了，我要让华国的公安将你抓捕起来。你可以去试试，看看公安搭理不搭理你。你想对我耍流氓在先，你知不知道在华国耍流氓严重的可能判死刑？你既然报不了公安也没关系，但是你今天不给我道歉，这些机器我是不可能修的。你不修没关系，我自己来修就是了。你以为只有你们帝国人会修理机器？小丫头，你说话倒是挺猖狂的。你要是会修理的话，你们华国还至于大老远的请我过来帮着修理吗？今天姑奶奶就让你开开眼界，告知你我们华国人可不受你威胁的。小苏同志，你等等，这位查理先生到底说了啥？苏安便给彭厂长说明了一下情况。老外想要拿部修理机器要挟自己道歉，但是厂长着急了。小苏同志，这下子怎么办啊？我们这批机器非常的重要，要是修不好的话，得耽误生产的。眼看马上就要到交货的时间了，要不你给这位查理先生服个软道个歉吧。叔知道这件事可能委屈你了，可是我们现在机械厂这样的情况也实在没办法了。彭厂长，你也不用这样丧气，既然这个查理先生不愿意修，我可以试一试。操，小苏同志，你会修理机器？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可是帝国的那边的机械啊，除了帝国的技术工程师，一般人真的不会修。你放心，我研究过不少机械方面的书籍，对机械修理有些基础。口气倒是挺猖狂的，我看看你待会怎么打脸。你要是真能修好，我吃3斤。眼下彭厂长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带着苏安来到车间，给他指了指需要维修的机械。小苏同志，就是这些机械需要修理，你看看能不能修理好。苏安来到这些机械跟前，假装看了看，再上手检查了一番，实际上使用了自己的异能，很快就找到了这些机械损坏的地方。接着他对着机器一顿维修，2分半后，好了，这台机器修好了，你们现在可以检查实验一下还有没有问题。听到苏安的话，彭厂长马上就安排人实验去了。等试验完之后，他就激动地看着苏安：小苏同志，你可真的太牛了，这台机器修好了，真的给修好了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高的机械天赋。彭厂长过奖了，我只是恰好懂帝国语言，再加上看过他们那边一些机械方面的书籍，这次只是运气好而已。接着苏安又去修理了其他的机器，不过是1个上午的时间，全部都给修好了。这看的查理目瞪口呆，没想到打脸会来得这么的快，而彭厂长也不再对他客气。查理先生，这一次你来帮着我们厂子修理机械，本来就是你们售卖机械的厂商该做的事情，可是你来了之后没有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，却要挟我们提出过分的要求，我会向你们总部那边举报你的个人行为，让你接受惩罚。听到这话的查理慌了，他不想丢掉工作。对不起彭厂长，对不起小同志，都是我的错，你们能不能不要举报我？我求求你了。苏安把他说的话翻译给厂长：不可能，你今天做的事情实在太可恶了，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的。说完，彭厂长就不管他，带着苏安来到食堂吃饭。小苏同志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机械厂工作，当我们厂子的技术顾问？你放心，这报酬方面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了你，1个月给你120的工资，你看怎么样？谢谢彭厂长您对我的看重，不过我这人喜欢自由，实在受不了天天工作上班，每个月我接点零散的翻译的活就足够让我生活了。被苏安拒绝之后，彭厂长虽然有些遗憾，但是却没有生气。小苏同志，你不来我们机械厂上班没关系，我能不能问一问，往后我们机器要是出问题了，能不能继续找你帮忙修理啊？你放心，平时你不用来厂子，只要我们的机器出问题了再找你，还有1个月的工资给你100块钱，你看怎么样？苏安听到彭厂长这话，觉得这钱可以挣，毕竟也不耽误时间，还能有钱收。既然彭厂长都这么有诚意了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，苏安就回到村里，眼下就是要秋收的季节了。村子迎来了1年1度的秋收，苏安、陆婉婷和孙欣欣、郭谬一组，沈如意、楚成宇和陆振廷、陶向晴一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
苏安这组干得特别的快，而沈如意这组虽然有陆振廷，但是他还没忙一会就坐下来要休息。陶向晴见状就不乐意了。沈知青，你才忙多久啊？这么快就坐下来歇着了？陶知青，我干不动了，你们能不能帮着多担待一些？咱们都是知青，应该互帮互助，是不是？我这又不是故意偷懒的。一旁的楚成宇也马上过来帮他说话。对啊，陶知青都是下乡的知青，咱们互相帮衬这些。沈知青身体弱，咱们多帮着干一点又没啥大不了的。楚知青，你倒是挺会做人的呢。你要是愿意帮着多干点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可不乐意。不过就你这样的，自己都这身难保了，也帮不了沈知青干多少活。哈哈，结果好人被你当了。楚成宇没想到陶向晴这么不给面子，便看向了陆振廷。陆知青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沈知青是个女同志，既然咱们被分到一个组了，哪里能像陶知青这样斤斤计较的？楚知青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乐意了。我觉得陶知青说的没错，你要是想做好人，那么沈知青的那一份活你帮着做，我和陶知青肯定乐意之极的。但是你要是想拉着我和陶知青一起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同意。被陆振廷这么一说，楚成宇脸色顿时涨红。楚知青，既然你人这么好，那你帮着沈知青的那份活给做了，我也不会多说什么。楚成宇见状只能咬咬牙同意了。这时大队长还告诉队员们一个好消息，要是这一次他们羽头生产队能抢先完成抢收抢种，就能争取通电的机会。安姐，你听到了没？大队长说咱们羽头生产队要是能提前完成抢收抢种的任务，就有机会争取给大队通电，有了电以后就方便了。对，但是单纯靠着人力想要早早的完成抢收任务不容易，最好还是有机械。看来我可以去垃圾站淘点材料回来组装一台收割机才行。到了下午，苏安就来到废品站，在这里面找了好一顿之后，需要的材料差不多找了七七八八，不过还需要一台发动机。发动机得要去市里的机械厂问问，不过现在天色也不早了，明天再去问问吧。接着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回家。孙欣欣见状很是疑惑，安安，你这是想干啥？又想组装自行车吗？不是，我想组装收割机，这些是我拉回来需要的材料，但是还缺一个发动机。回头我去市里问问看，要是能弄到的话，咱们大队就有收割机了。有了收割机，咱们大队肯定能完成抢先收割的任务。听到苏安的话，两人都震惊不已，没想到他们的安姐还会组装收割机。安姐，你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接着苏安又去找到了王卫华。小苏知青怎么了？你来找我是有事吗？大队长，是这样的，我明天想请假去市里一趟。听到苏安的话，王卫华有些为难，毕竟这个时候正在秋收的关键时期，基本上大家都是不允许请假的。大队长，我打算组装一台收割机，如果能成功的话，就能帮着提升咱们大队的收割效率。不过现在还缺一台发动机，我想去市里那边问问机械厂的熟人，看看能不能给我弄一台电机。王卫华一听这话，马上就激动了起来。小苏知青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，还真的能弄出来收割机？是的，队长叔，要是有发动机的话，很快就能组装好；如果没有发动机的话，就得自己造，这个比较费时间。好，那你去吧，叔给你开介绍信。苏安拿了介绍信就离开。此时别的知青早就下工了，但是陆振廷几人还在田里忙活。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，才能回去休息。陆知青、陶知青，你们这么能干，就不能帮着多干点吗？至于非得在田地里耗着，这样大家都不能早的回去休息，对你们不也没啥好处吗？我们没埋怨你拖累我们的进程就算了，你倒好，还指望着我们多干活，亏你一个大男人还好意思说出这话来。就是我和陆知青没有埋怨你们拖累了我们，而你还指望我们帮着你们干活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难道你们不想早点回去休息吗？我和沈知青实在干不了了，你们帮着多干一点，不就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？我不急，我也不急，就算耗在地里，也别想我们帮着你多干活。听到这话，沈如意和楚成宇都快被气死。他们想早点回去休息，可是这回只能在田地里熬着了。次日一早，苏安就出发去市里。到了之后，他就找到了彭厂长，说明了发动机的事情。小苏同志，我们厂子里淘汰发动机不少，我去给你申请2个，你看怎么样？谢谢彭厂长，能给2个自然更好的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安排。拿到发动机之后，苏安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将它们放进空间里面。接着又去了一趟废品站，再找零件。他打算组装2台收割机，因为组装还要时间，所以苏安又去跟王卫华请了1天假。第二天，当沈如意得知苏安可以请假后，便也找到大队长要请假休息。大队长，我想请假，原因是身体不舒服。沈知青，你也知道现在是秋收的关键时期，大队的人都在争取尽早的完成秋收，这时候除非必要的情况，都不允许请假。可是大队长，我不能请假，那苏知青为什么就可以呢？他都连着2天没来上工了，还是说你和苏知青有不正常的关系？又或者说苏知青给了你什么好处？沈如意一说完，陆婉婷马上丢下农具，直接朝着沈如意冲了过去，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抽了沈如意一耳光。陆知青，你凭啥乱打人？我打你怎么了？谁让你满嘴喷粪造谣我安姐的？这种事你竟然乱造谣，打你都是便宜你了。我看最好得送你进局子，让公安对你做惩罚。就是沈知青，你不知道就闭嘴，你不清楚就胡乱的编排，不知道造谣是得负责的吗？我之所以给小苏知青批假，是因为他说可以组装收割机，等有了收割机，咱们羽头村生产队就能提前完成秋收任务。王卫华说完，又盯着沈如意。沈知青，你以为每个人都像你啊？
就知道偷懒耍滑，都是下乡的知青。人家小苏知青是想怎么帮着我们生产队更好的完成生产任务，你却埋怨太辛苦。你要是再喊苦叫累的话，我们雨头村生产队是不合适你待着了，我会将你退回知青办。听到王卫华的话，周围的人都跟着激动了起来。不会吧，小苏知青组装收割机，真的假的？这种事大队长肯定不会和我们开玩笑。我看小苏知青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指不定真的能成。小苏知青人不仅能干，脑子还聪明，能帮着咱们生产队办大事。行了，大家都别激动了，等着小苏知青组装出来再说，都继续干活去吧。王卫华这么一说，队员们都按耐住心中的激动，继续忙着秋收的事情。沈如意见请不了假，只能继续干了。楚成宇这时候走到了他跟前，沈知青别担心，我帮着你多干点。谢谢你楚知青，这里只有你一个人对我好。都是下乡的知青，咱们又是同一批过来的，互相帮助是应该的。苏安一上午都在院里捣鼓组装的事情，因为这个时候没人，他用异能只花了一上午就把收割机给组装出来了。接下来就是找大队长安排实验了。在这个家家都买不起自行车的年代，女子却用废品组装出来一台收割机。为了测试性能如何，她自己开着这台大家伙前往稻田。路上看到的人无不震惊，这小苏知青是真牛啊，收割机都能组装出来。是啊，咱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大队长，我已经把收割机给组装出来了，您要不要安排人实验一下？好，小苏青你也太厉害了，说组装就组装出来，我这就安排。王卫华先划拨了一块地用来实验。沈如意见到这台大机器之后，忍不住轻声嘲讽起来：这机器一看就粗制滥造，哪里能收割到谷子？大队长还拿了一块地实验，这要是不成，不得糟蹋地里这么多的粮食。听到沈如意的话，王卫华的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周围的一些队员也顿时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是啊，这机器看着不太行啊，真的能收割粮食吗？万一不成，这一块地的粮食浪费了多可惜呀！我瞧着也不成，这么破的机器看着不好使，还是不能太莽撞了，不能拿咱们的粮食开玩笑。大家放心，若是实验失败，这块地的粮食我来赔偿。不过沈知青，你既然这样质疑我，若是我的机器实验成功了，我希望你能为你说的话和我道歉。我只是提出合理的怀疑，你凭什么让我对你道歉？你还有脸说是合理怀疑？你这分明就是想着阻拦机器的实验，不愿意看到咱们雨头村能借助机器更好的完成秋收任务。你说下乡来支援农村建设的，现在你的行为却是阻碍农村建设发展，你说你该不该道歉？对呀，小苏知青的初衷都是为了咱们好，好不容易为了咱雨头村生产队组装的收割机，大家就应该相信他。谁要是再质疑，那么小苏知青组装的收割机谁就不许受益。听到这话，本来还想着质疑的队员们顿时不敢吭声了。王卫华见没有争议，就组织实验。随着机器下地，本来2个人一天才能收割的1亩地，在机器的作用下10分钟就收割完成了。看着这么高效率的成果，雨头村生产队的队员们都跟着沸腾起来。哎呦，成了，这收割机和人工果然不一样，看看这速度多快啊！照着这样的速度下去，咱们人工可得省力不少啊！可不是吗？还是有收割机好，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小苏知青，这次真的辛苦你了，没想到这台收割机组装的这么成功，你这一次为大队付出的功劳书都记着，回头有好事了一定会给你争取。大队长，我是大队的一份子，能为大队出力是我的荣幸。沈如意看着收割机实验成功，脸色很是难堪。有些人啊，自己能力差就罢了，还总是质疑别人，怎么样，打脸了吧？赶紧给安姐道歉吧。就是沈知青，你快给安安道歉。我不道歉，你们都欺负我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沈如意说完直接跑开。既然这台机器成功了，王卫华就得安排机器继续收割，之前的工作分配还得重新调整一下。有了收割机，现在只需要捆扎就可以。陆振廷和陶向晴正好提出不和沈如意、楚成宇一组。大队长，陆知青和陶知青都走了，我一个人哪里能完成那么多的工作任务？没事，他们2人被分走了，你的任务量我也给你减半。可是沈知青这会不在，就算是任务量减半，我一人也完成不了啊。那行吧，你的任务量再减1半，这下子总可以了吧？见王卫华这么一说，楚成宇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重新分完活之后，苏安就回去再组装另一台收割机。而另一边的沈如意，她本想去城里跟程思源诉苦，结果公安告诉她程思源出去了，于是她就找到几个小混混，打算报复一下苏安。杀人放火不是一件小事，你除非给我们500块，不然这件事免谈。500？你们怎么要这么多？我们要500不算多，你让我们干的是犯法的事情，这可是杀人啊！你以为和杀鸡一样简单啊？我们还得担着蹲大牢的风险。你要是嫌500多的话呢，你去问问其他人吧。沈如意听到小混混这话，虽然500她舍不得，但又迫切想让苏安死，只好破财了。可以，500就500，不过我先付你们200块的定金，剩下的300块我得等到你们办成事才能给你们。可以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不着急，我们还得准备准备。既然是放火杀人，总得备些机油吧。那你们去吧，反正尽快行动就对了。双方敲定合作之后，沈如意就赶回生产队。这时苏安的第2台收割机也开始下地工作了。当王卫华看到回来的沈如意时，就上去一顿劈头盖脸训斥。沈知青，你倒是知道回来了，干活的时候你逃避劳动，今晚你必须回去写一封检讨，明天早上咱们大队给你个人开一个检讨大会，不然就送去农场好好改造改造。大队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做检讨。还有
今天的事情你还没同苏知青道歉呢，既然现在回来了，那就赶紧将没做的事情完成吧。沈如意见状看了一眼苏安，心里十分的抵触不乐意，但又想到苏安嘚瑟不了几天了，便暂时低回头。对不起，苏知青，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胡乱质疑你的。沈如意低头和苏安道歉，但是苏安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这女人在憋着坏呢。不过苏安不怕，王卫华见沈如意道了歉，便没揪着这件事不放。其他完成农活的队员们也纷纷下工回去了。第二天晚上，陆振廷和郭缪打算找苏安帮个忙，结果来到这边就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小混混正在围墙上破汽油，只因女人组装了2台收割机，就引来了杀身之祸。晚上几个小混混在他家的墙上泼满汽油，打算把女人给烧死，好在被陆振廷和郭缪看见了。虽然把小混混给制服了，但是火势已经蔓延进房子里面。你看着他们，我去通知一下救火。好，廷哥你快去，不然火都快烧大了。陆振廷进入苏安院子里后就开始大喊，这回苏安也正好从屋子里出来，他觉得脑袋有些晕沉沉的，仿佛中了迷药。好在他给自己灌了几口灵泉才缓过来，然后想起孙欣欣和陆婉婷还没出来，他们好像中迷药了，你去婉婷的屋子里将她扛出来，我去扛欣欣。两人分别冲进不同的屋子，很快就把人给救了出来，但是火势依旧还在猛涨。快，你和我一道赶紧灭火。院子里正好有一口井，经过两人的好一顿忙活之后，火终于被扑灭了，但是院墙被烧得有些严重。这个时候王卫华和队员们也赶了过来，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大队长紧张地冲苏安询问：这是什么情况？大队长，好像有人放火烧我家了。确实有人故意纵火，我和郭知青过来这边的时候，就看到了这几人鬼鬼祟祟的在苏知青家周围泼汽油，然后点火烧苏知青的房子，还好我们将这几人给抓住了。听完陆振廷的话，王卫华这才意识到郭缪脚边蹲着的人。苏知青，那你们怎么样？有受伤没？还好我们及时逃出来了，没人受伤。好，没人受伤就好了。对了，这几人你认识吗？苏安看了看几名小混混，我不认识，从来没见过。既然你不认识，那我建议今晚先把他们给关起来，明天送去公安局里。好的。此时沈如意跟着老知青们也来到苏安这边，一想到看到苏安和陆婉婷被烧死，他就高兴。结果来到才发现他们什么事都没有，而且火还被灭了。看到那几名小混混被抓了，他就开始后怕。幸好当初没有把名字告诉给他们，不然就麻烦大了。老知青们见苏安这边没事了，便一道回去，但看到沈如意愣着不动，李春林便喊了一声：沈知青，你还在这边干啥呢？不赶紧回去休息吗？睡不好，明天还得耽误干活。沈如意心神不宁地应了一声，随后跟着李春林回去了。谢谢你们，还好你们发现的及时，不然这几个纵火犯还真的让他们溜了。不用谢我们，你也帮了我们不少，而且婉婷也住在这边，她是我妹妹，这些都是当哥哥该做的。就是安姐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你和我们客气啥？我和廷哥的命都是你救的呢。那好吧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锅里还给你们留了饭，热一热就可以吃了。饿得很，我们早饿了。安姐，你对我们实在太好了，竟然还给我们留饭了。次日一早，苏安就把那几个小混混送到公安局。苏同志，女士是……苏安将昨晚的情况跟他说了一遍。程思源听后马上便严肃起来。苏同志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帮着好好调查的。程思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苏安在他心中的地位变得这般重要了。好，谢谢程局长，那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。不用谢，这是我们公安本分之内的事情。那回头你调查清楚了就通知我，我先回去了。等一下，你着急回去吗？中午有时间吗？我还有点事，现在得回去了。程局长是有什么事情吗？程思源听到苏安这话有些湿落落的，然后强行挤出一抹笑容。没事，你既然有事就忙你的去吧。见状，苏安没有多言就离开公安局。第二天上午，程思源带着几名公安再次来到雨头村生产队，他跟苏安说明了一下情况，知道几个小混混是受人指使的，但是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。程局长，我想到最近得罪了一个人，我怀疑是这人买凶杀人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让他接受一下审问，可以带着他去一趟公安，让那几个小混混指证到底是不是他做的。你怀疑谁？这件事我一定会帮着你好好的盘查盘查的。沈如意。听到沈如意的名字后，程思源眉头顿时拧紧了。好的，苏同志，我们会带着沈如意去接受调查的。程思源和苏安说完就马上去找了沈如意。此时的他正在田里休息，活全都是让楚成宇来干。就在沈如意心里抱怨做得太累时，王卫华找了过来。沈知青，程局长来找你。一听是程思源找他，沈如意顿时高兴地站起，抛下楚成宇就去找他的思源哥哥。楚成宇见状一脸懵，他怎么又走了？这活我可咋做啊？思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这一次苏安同志家被人纵火的事情，我想带你回去配合调查一下。沈如意听到程思源这话，眸子里顿时染上了一抹慌张和惶恐。难道他们把我给供出来了？不可能的，思源哥哥，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我什么都不知情啊。你先跟着我走一趟，若是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我们公安肯定不会冤枉你的。既然这样，那我配合你们的调查，不过我希望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和这件事无关。这个你放心好了，我们办事都是讲究证据的。接着他跟着程思源一道回去，这一幕都被其他队员看见。为什么沈如意会被带走调查啊？难道真是他指使人去苏安家纵火的吗？如果真是他做的，那这个女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次日一上午，沈如意被送了回来，程思源也将调查的结果和苏安说了。几名小混混说不是沈如意指使的，
思源哥哥，我也太冤枉了。下乡辛苦就算了，我还能接受，但是居然还要被人冤枉。听到这话，程思源安慰了几句，而苏安知道这件事和沈如意脱不了关系。既然没办法让他接受法律的惩罚，那我就自己动手。隔天，苏安和陆婉婷又打到了3头野猪，这回队员们又都可以沾苏安的光分到野猪肉，终于又可以吃肉了，还得感谢苏知青啊！要不是他打到了野味，我们都吃不上。对啊，我们雨头村有苏知青真好。听到他们都在夸苏安，沈如意顿时不高兴。果然有奶就是娘，不过是给你们分点肉吃。瞧瞧，你们都快将苏知青捧上天了，至于吗？我说沈知青，要不你也请我们吃肉呗，我们也将你捧上天。说这话咋没见你请我们吃肉呢？不知道在这眼红什么？对呀，沈知青，我们就是馋肉吃，你这么有钱咋不请我们吃肉？人家苏知青就可以，我们还不能夸他几句吗？毕竟我们受了他的恩惠是事实。沈如意被挤兑的有些难看，就气呼呼的离开。楚成宇见状，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，便赶紧跟了上去。沈知青，楚知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我来陪陪你。你是不不喜欢苏知青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我也不喜欢他，所以能理解你。只不过大家都收了他的好处，所以才不敢说他的坏话。你想不想出口气？我可以帮你。听到这话，沈如意惊讶地看着楚成宇。楚知青，你怎么帮我出气？我们可以诬陷他勾结特务，要是他的罪名成立的话，肯定得被抓过去枪毙。至于方法很简单，我写几封勾结特务的信，然后偷偷放在苏知青的家，接着举报到公安那边，让他们来调查就行了。这个可以，苏安必须死。我一口气用废品组装了2台收割机，却引起了新经理的不满。为了置我于死地，他勾结楚成宇一起想要陷害我。两人先是把勾结特务的信件放在我的家里，然后就去公安局那边举报。黄玉一听是苏安的事情，就觉得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。而此时的苏安和陆婉婷、孙欣欣刚下山，见看到了有公安过来，村民们还以为是苏安又立什么功劳了，但苏安自己知道黄玉来者不善。苏安同志，我们接受匿名举报信，怀疑你和特务勾结，说你家有个特务举报的信件，所以请你配合我来去你家搜查。你们有证据吗？要是没任何证据就说我是特务，搜查我家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？苏安同志，你这是心虚了吗？所以不愿意配合调查是不是？既然有人举报了你，你只需要配合我们调查，又不会让你损失什么。但是你不配合的话，肯定就是有鬼。周围的队员们见事情这么严重，也跟着紧张起来。哎呦，小苏知青不会真的是特务吧？如果他真是特务的话，那为啥还会帮我们做这么多的事情？是啊，我看小苏知青不像坏人，又是帮着咱们组装收割机，又打猎分给咱们肉吃，谁家的特务能对咱们华国群众这么好啊？见队员们还帮着苏安说话，沈如意便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就是故意这么做，想腐蚀大家呗，让人都觉得他是个好人，这样才能更好调查传递情报。你们就是被他的表象给骗了。我就说他怎么会那么多东西呢？你们瞧着他一个普通的知青，怎么可能会组装收割机？身手还那么厉害。要说他是特务，经过专业的培训就能理解了。我觉得沈知青说的有些道理。经过沈如意的添油加醋，也有不少队员开始嚼起舌根来。就连王卫华此刻也不能保证苏安就不一定是。我当然不心虚，愿意配合你们公安的调查。不过黄公安，咱们之前有些个人恩怨，我希望让其他的公安同志进我家搜查，我还得跟在一旁，避免你们做手脚陷害我。就按照你说的来，我们公安同志可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接着苏安带着他们来到自己的房子里面，当他准备打开书桌抽屉的时候，便见到在书的下面压有多封信件，这肯定就是栽赃陷害我的证据。苏安无声无息地将信件收进了自己的空间，然后让公安来查看。接着他们在房子里面又找了好一通，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疑的证据。什么？没有找到？黄玉还以为这次可以出一口恶气，结果却是让他失望了。公安同志，会不会是在别的地方？除了苏知青的房子，其他的房子不是还没搜查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还有其他的屋子没有查。苏安同志，我们要求检查你家其他的地方。随便，你们爱搜查就去搜。我不是敌特，你们就算将我家掘地3尺，也找不到我勾结敌特的证据来。黄玉也没说废话，直接带着2名公安去搜查。结果无论他们怎么找，就是没有找到可疑的证据。最后无奈只好收队回局子。王卫华见苏安这边没调查到什么，倒是松了一口气。好了，既然小苏知青这边没事了，大家都回去吃饭吧，下午早点出来上工。队员们都听王卫华的话，陆陆续续回去。而沈如意和楚成宇走远之后，两人又嘀咕起来了。楚知青，你不是将东西放进去了吗？怎么人家公安什么都没搜出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明明记得放进去了。那东西总不至于会不翼而飞了吧？可是我真的放了，确实放了。该不会是那个苏知青和陈局长关系好，公安那边偏袒他吧？沈如意听到楚成宇这么说，也是觉得很有可能。看来以后不能举报到公安那边，得直接举报到委员会去。另一边，王卫华见队员们都散去了，刚想走就被苏安喊住。苏知青，有什么事情吗？
大队长，我怀疑有人在背后记恨我，今天的事情就是故意陷害我，不知道你能帮我一个忙不？你让我帮你什么？能帮得上的地方，叔肯定会帮你的。苏安让王卫华做一个整个生产队的登记，每个人写下自己的名字，这样到时候他就可以用笔记对比，然后把那个陷害他的人给揪出来。这件事叔回头帮你办好。谢谢叔，我今天打到的野味比较多，这只野鸡你拿回去和大妮婶一起补补身子。这哪行，叔不能要，你拿回去吧，野鸡实在是太贵重了。哎呀，队长叔，我打了好几只野鸡野兔呢，我们自己也吃不完，你拿回去一只便是。王卫华磨不过苏安的热情，只好收下这只野鸡。等他一走，陆婉婷就在院子里骂了起来。谁这么缺德啊！竟然在背后举报安姐，说安姐是迪特，别让我揪出来，不然我肯定得揍扁她。是啊，不知道是谁，让我知道了我也不会放过他。很快就能知道了，这是我找出的伪造信，等着大队长那边事情办成，我就能揪出来到底是谁做的。安姐，这信你哪里弄来的？我在书桌上发现的，幸好我及时发现藏起来了，不然这一次真的可能被坑上了。陆婉婷和孙欣欣听着都有些心有余悸，而王卫华这边很给力，下午就让整个生产队的队员做了一个签名登记统计。小苏知青，大队的队员们亲笔签名都在这里，不过咱们大队好多文盲的，所以我让那些不会写字的在上面按了手印。好，谢谢你大队长。你和叔客气啥？有啥需要再跟叔说一声。王卫华送了东西之后就回去了。苏安拿着登记本开始对比起来，果然这么一对比就确认是谁伪造的举报信了，这人正是楚成宇。安姐，你这是知道了谁要害你了？是楚知青。陆婉婷听后马上就怒了。安姐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揍他一顿。等一下，现在是白天，过去的话恐怕还得惹上麻烦，不如等晚上偷偷过去。对哦，好像有些道理。苏安不急不躁，晚上还让孙欣欣多做了几个菜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。等会需要我帮忙吗？哥，你竟然愿意动手揍人，不怕给组织惹事啊？怕啥？我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的知青。好吧，晚上我一个人就行了，收拾那两人一顿，哪里还需要什么帮衬？那行吧，要是有需要的地方，到时候再说。好，为了能够有力气揍人，女人连吃5大碗米饭，还有8个大猪肘子以及6碗鸡汤。周围人看见这一幕，直接震惊不已。苏安吃饱之后还打了一个饱嗝，今天胃口不是很好，就浅吃一点吧。你们接着慢慢吃，我出去办事了。好的，安姐。趁着深夜，苏安来到知青点宿舍，他先是往里面投迷烟，先把这些知青都给迷晕，等会做事才不用担心吵醒他们。然后把沈如意和楚成宇带到一个没人听得见的地方，给他们套上麻袋。苏安直接开始暴揍模式，很快两人就被打醒，但是被套上麻袋什么也看不清，只有猛烈的攻击伺候，疼得他们一起嗷嗷惨叫。受不了的两人跪着求饶：大侠饶命，大侠饶命！不知道我们得罪到你哪里，求求你饶过我们吧！大侠是不是要钱啊？我有钱，只要你饶了我们，你要多少钱都行。然而苏安并不打算放过他们，继续开启暴揍模式。等打了2个半小时后，解开麻袋，发现两人早就被他打得鼻青脸肿的。苏安看着非常满意，然后再把两人送回知青点外面。到了第2天，楚成宇和沈如意醒来，发现自己身上全都青紫大片。沈如意的一条腿被打骨折了，而楚成宇的腿也被打骨折一条，还有一只胳膊也被打脱臼了。其他知青看见他们都是一脸懵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一个晚上沈知青和楚知青就被打的这么惨？我也不清楚，昨晚上什么动静也听不到。王卫华收到知青的通知赶了过来。大队长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有人故意打了我和楚知青。对，昨晚有人殴打我们。王卫华听后表情有些不耐烦。那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大队长，我们觉得是苏知青做的，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身手。对，肯定就是他，不然谁会打我们？沈知青、楚知青说话都得讲究证据的。你们说是苏知青做的，你有证据吗？要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话，不能光凭着你俩的怀疑就认定苏知青。就算你们报公安去，公安那边也是按照证据调查的。这可怎么办啊？总不能告诉大队长是因为我和楚知青陷害苏安不成，就遭到他的报复吧？你们昨晚看到苏知青来我们知青点没？有听到动静吗？沈如意问完，其他的知青都直接摇头，没看到。我们昨晚睡着之后，什么动静都没听到。对啊，要我说，是不是你俩昨晚梦游自己出去豁啊？沈如意知道肯定是苏安做的，但是眼下没有任何证据，只能暂时吃哑巴亏了。王卫华也给他们批了假，顺便还找了卫生所的医生帮着他们处理伤势。很快他们被打的事情传遍整个村，陆婉婷和孙欣欣听到就感觉出了一口恶气，而且苏安的心情也不错，就决定今天不去上山打猎了，打算带着姐妹进城里逛逛。3人一起来到供销社，苏安看上了一件外套。同志，这衣服麻烦你拿给我看看。售货员上下打量了苏安几眼，然后开始狗眼看人低。你能买得起吗？买不起的话不能随便乱看，这是我们从省城进的货，一件衣服的价格可不便宜。听到他说的话，苏安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而陆婉婷却直接从兜里掏出1沓钱甩在柜台上。瞧不起谁呢？这些钱够不够？能买得起吗？接着孙欣欣也从兜里掏出1沓钱。对，
瞧不起谁呢？我这还有，够不够？再接着就是不差钱的苏安，足足掏出2000块甩在桌子上，再加上这些，够不够？售货员看到柜台上这么多的钱，顿时觉得自己的脸被打得火辣辣的。这3个人看着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啊，怎么一个比一个有钱啊？够了够了，各位老板，既然够了，你是不是得给我道歉？我都还没掏钱呢，你就断定我钱不够？就你这样的思想觉悟和服务意识也配当售货员？我凭啥道歉啊？又没有打你骂你。既然你还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那我就喊你们供销社的主任出来，我要他评评理，看你这样的态度应该不应该。见苏安要喊主任，吓得售货员马上道歉。好，同志，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的态度存在问题，以后我会好好改正的，请你给我一个机会吧。眼看售货员道歉了，苏安也没有揪着不放。行吧，希望你真的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售货员不过是一份服务的工作，可没什么高人一等的地方。这件事情结束后，苏安带着他们又去了废品站，本来想着淘一辆自行车的零件，没想到直接淘了2辆的零件出来，外加1台电视机的零件，2辆自行车他直接就在废品站给组装出来。3人正好1人1辆骑回去。到了晚上，他就把淘回来的电视机修理一下，因为上一次结束七哥的那件事背后的人被刘鹏给摸查到了，所以趁着进城把电视机拿给刘鹏卖。我明天去一趟市里，你们在家可以吧？安姐，这有啥不可以的？你去吧，我能保护好星星。听到这话，苏安就放心了。次日一早跟王卫华请了假之后，他就骑车进城。当刘鹏看到苏安的到来，就非常的高兴。安姐，您可算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别想我，我对你这样的男人不感兴趣。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哪里敢想您呢？您就是天上的仙子，而我只是一个癞蛤蟆，还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就是惦记您手里的货，之前您给我的那2台收音机我都卖出去了。接着刘鹏拿给苏安16张大团结，让他清点。清点完之后，苏安就直接揣进口袋里。今天有一个更好的货给你，你拿出去，如果能顺利出手，应该可以卖更多。安姐，这次给我拿了啥？苏安指了指地下的箱子，等刘鹏打开，便看到里面居然是台电视机。安姐，您可真牛逼，这样的好东西您都能搞到手。这算啥？我还有更厉害的地方你不知道呢。这台电视机我收你700，你能卖出多少都凭你自己的本事。真的吗？谢谢姐，您就是我的亲姐。上次你给我2台收音机，就让我和爷爷奶奶过上一段好日子了。行了，不用说谢了，你踏踏实实的办事就是对姐最好的感谢。好，姐您放心，我肯定会好好办事的。对了姐，你上次让我打听的事情，我也打听到了一点眉目了。这个七哥背后的不是别人，而是咱们市 GW 会主任。听说省城的大领导也有参与，就是不知道究竟是谁。好，那你继续帮我留意着。好的姐。了解完情况之后，苏安便离开了，然后来到一家国营饭店吃饭，没想到却被一个猥琐男给搭讪。同志，介意我坐下来一起吃饭吗？这顿饭我可以请客。当然介意，对着你我可吃不下饭，而且我有钱，用不着你请客。这里空桌多，麻烦你再选一桌吃饭，别来我跟前恶心我。你这小丫头怎么说话的？竟然敢对我们亮哥不尊重，你是想找死不成？就是小丫头片子，你知道我们亮哥是什么人吗？他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。我们亮哥想和你拼桌吃饭，那是给你面子，你别不识抬举。就在这时，一位女服务员到了苏安跟前，小声的告诉苏安：同志，你赶紧给亮哥道歉，他是咱们市 GW 会主任的儿子黄亮。听到这话，苏安不仅不怕，反而更高兴了。很好，姑奶奶不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送上门来了。男人仗着自己有个当官的老爹，每天在外面白吃白喝，而且看不惯谁就胖揍一顿，就算过往的路人看到也会假装看不到，因为他们都不敢惹这个男人。这天在饭店的时候，他又看上了苏安，想要跟他坐一起吃饭，就连店里的服务员都劝他别得罪眼前的男人，但苏安可不惯着。我管他什么身份，咋地，我还不能拒绝和他一起吃饭。我说的可是事实，本来就长得丑，对着这样的一张脸，我确实吃不下饭。苏安说完，黄亮的脸色阴沉的更加厉害，见老大生气，2个小弟就想对苏安动手。怎么光天化日的你们还想欺负人不成？你们敢对我动手，我就报公安。我还不信这世道难不成没王法了？你们再牛逼，那也不能干违法的事情。听到这话的黄亮带着手下气呼呼的离开了，但是周围看热闹的人替苏安担心了起来。这小姑娘想的也太简单了，人家黄亮虽然不能明着来，等她走出外面肯定麻烦了。到底是一个小姑娘，太年轻，气盛了些。很快苏安就吃饱喝足，正打算出去的时候，就有几个人提醒他：小姑娘，你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，这个黄亮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是啊，听说他看上的女人就没一个逃得了的。不行，等下你出去就直接去公安那边吧，起码不会被他们抓走。谢谢你们的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苏安离开了国营饭店之后，很快就感受到了身后跟着的小尾巴，于是苏安故意拐进了一个没人的小巷子里，随后就有人在身后突然冲过来，拿着手帕就捂住了苏安的口鼻，这手帕上有迷药的味道。苏安假装被迷晕了过去，见到晕倒，来绑他的人就将他套进麻袋里面，最后被带到了黄亮的床上。亮哥，这个妞我们给绑来了，还别说，这妞虽然脾气不好，可是长得确实漂亮，之前我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。长得确实好看，比女明星都漂亮，你们这次干得不错，等这个碗好了也让你们尝尝滋味。谢谢亮哥，往后兄弟们一定会更加尽心的为亮哥办事。对，亮哥对咱们这么有义气，有福带上我们一起享，我们这些兄弟一定得好好干报答亮哥。等他们出去之后，
黄亮就准备对苏安动手，结果苏安突然醒过来，吓得黄亮脑子直接宕机，接着苏安一掌踢过去，黄亮瞬间倒地没了意识。外面的小弟闻声赶了进来，大大敢打我们亮哥！看着他们冲过来，苏安直接一个雷系异能释放，将这些人全部都电死在地上，然后又把他们搬到院子里。苏安再次使用异能引来一道雷电，最后这几人都被雷电给电焦了，这样到时候要查也查不到苏安的身上了。接下来苏安就开始搜刮黄亮的住处，不搜不知道，一搜吓一跳，这里不仅有珠宝古董，还有一批军火，全部都被苏安放进了空间里面。离开之前，苏安看到了院子前放着的一辆小汽车，也被他放进了空间里面，这回是赚大了。隔天 GW 会主任黄忠过来，看到自己的儿子嘎了就心疼，更心疼的还是自己囤的那批军火和珠宝古董。公安同志，这件事情一定要严查，我儿子不能白死，丢的那些东西更不能白丢。好的。几天后，王卫华来找到苏安，大队长，您来找我有事吗？小苏知青，这一次咱们雨头村生产队的秋收表现不错，加上你之前帮着公安立功，所以今年我们生产队被选上了公社的先进集体。这一次公社2个考公农兵大学的名额就给了咱们，经过我们大队干部在一起商量过了，其中1个名额给你。苏安愣了一下，他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恢复高考，到时候就可以自己考上大学了，完全没必要上工农兵大学。见苏安反应淡淡的，也不说话，王卫华觉得有些疑惑。小苏知青，你这是不感兴趣吗？队长叔，我对上工农兵大学的兴趣不大，上完大学对我的帮助也不大，比之上大学，我还是觉得留在雨头村生产队发光发热建设农村更有意义，所以这个工农兵大学的考试名额您就分配给其他需要的人吧。王卫华没想到苏安这么说，心里有些感动。那小苏知青，既然你不要这个考核名额没关系，但这个考核名额你想给谁就给谁，可以你来支配。苏安没有答应，而是先冲陆婉婷、孙欣欣问了一下，你们有兴趣考工农兵大学吗？孙欣欣和陆婉婷都同时摇头，两人对考工农兵大学的兴趣同样不大。大队长，这个名额还是您和大队来安排吧，你让我来安排的话，我容易得罪人，毕竟这名额给谁了都不好。那行，既然你不要，这个名额我来安排了。说完这件事，王卫华见没别的事情，便先回去了。此时沈如意的伤刚养好，终于可以下床，然后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。这穷乡下我一天都不想待，要能考上大学，回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说不定到时候还能在大学里认识傅公子。想到这里，沈如意就买了一些礼品去大队长家。见到沈如意，陶大妮的眉头顿时拧了起来。沈知青，请问你过来有事吗？是啊，我过来找大队长商量点事的。大队长还没回来，你有事等他回来了再说。没事，您在家也是一样的，我去县城买了点东西给你们送过来，是我的一点点心意。沈如意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背篓里的东西往外拿。陶大妮一看，直呼好家伙，沈如意送来的都是贵重的东西，有麦乳精、红糖、白酒、大前门。但是陶大妮知道，所谓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沈知青，你的这些东西我们乡下人可销售不起，你拿回去吧，我们不要。是啊，您这话说的，这都是日常的一些滋补品，你和大队长有啥销售不起的？反正我们家不要，我都给你们买了，你咋能不要了？我不想收你的东西还不行？非亲非故的，你送的这些这么贵重，我哪里敢要？沈如意抿了抿唇，索性直接说开了。是啊，您收了吧。其实我今天来是想着让大队长帮我安排一个名额，能去考工农兵大学。这些东西是我的心意，名额给别人也是给，给我也是给，但给了我，您和大队长还能拿一些好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但是陶大妮觉得沈如意是个不靠谱的，最好不要和他牵扯太多。真收了他的东西的话，谁知道哪天他抽风了，将他们家给举报了。沈知青，东西你赶紧拿回去吧，你这是行贿，思想可不端正，自己思想被污染了，还以为我们家和你一样呢。我家男人可不会接受好处，念在你头一次，我只是给你一个警告，但要是你要做出这事儿，我们就举报你，到时候你被送农场改造，可就别怪我没提醒你了。陶大妮说完这些话，沈如意直接愣住，她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还以为这件事情有钱就能解决。见沈如意还赖着不走，陶大妮直接将东西往沈如意的怀里一推。听不懂人话呢，还不赶紧走？这要是被人看到了，还当我们家真的接受贿赂呢？陶大妮说着，将沈如意直接推出了他们家，站在陶大妮家门口，沈如意都快要被气炸了，但也只能拿着东西离开。而苏安正好来陶大妮这边送肉，没想到却看见沈如意被赶出来的一幕。苏安知道他肯定是想要大学的名额贿赂大队长，于是就想到一个办法坑他一把。女人为了得到大学考试的名额，不惜花重金买礼物去贿赂大队长，结果却被无情的赶了出来。当苏安看到这一幕，就打算好好的坑他一把。沈知青，等等，干嘛？有什么事？我想你来大队长家是为了工农兵大学考试名额这件事吧？沈如意一听苏安这话，神色顿时紧张起来。你胡说，没有的事。得了吧，你那点小心思一看就知道了。你要是想弄到工农兵大学的考核名额，我倒是可以给你点意见。就你，算了吧，你不坑我就不错了。当然，我帮你是有条件的，你得给我点好处。听到苏安这话，
沈如意的警惕倒是放下了不少。那你有什么条件？就是我给你提意见，你要是争取上了工农兵大学的名额，回头你得给我200块的犒劳。200？你咋不去抢呢？要这么多？一个工农兵大学的考试名额多珍贵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要200块不过分吧？虽然200也不少，但是沈如意知道现在大学的含金量，要是能回城，就算500也值。 200就200，你有什么好意见能帮我争取上工农兵大学的名额？你这次是想着给大队长送礼被拒绝了是不是？你想啊，咱们大队长一向刚正不阿的，你找他肯定没用，所以你要去公社，得找公社的书记。就算大队长再厉害，公社的所有事情还不是书记说了算。听苏安这么一说，沈如意觉得还真有道理。 殊不知已经掉进圈套里了。我知道了。担心他不上钩，苏安又补了一句：“沈知青，虽然之前咱们有些过节，可是我也不是和钱过不去的人。我给你出意见了，你如果成了，记得给我200块的报酬，可别忘了。”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说完，沈如意就直奔公社去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苏安忍不住吐槽：“就这智商还想跟我斗？早听说了，公社里的书记比大队长还刚正不阿。这次你沈如意算是废了。”苏安吐槽完就去给大妮婶送肉，而另一边的王卫华。 经过大队的一致决定，其中一个名额给了林傲东。林知青，这么大的好事，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饭啊？就是林知青，这么大的好事，你请我们吃顿饭，一起高兴高兴呗。见大家提出来让他请吃饭，林傲东觉得这要求不过分。那我就请大家吃一顿，回头我看看能不能换点肉票，请大家吃顿肉。见他愿意请客，本来还有些嫉妒他的知青们心里平衡了一些，但是林傲东手里没有肉票，只有钱，于是他就想到了去找苏安买一张肉票。林知青，我的肉票自己也要用，所以不能卖给你。不过我这有肉，可以卖给你一些，你要不？ 要，当然要，本来就是要肉票买肉的，这下不用票买就更好了。随后他在苏安这里买了2斤傻狍子肉回去，而王卫华正在回家的路上，却看到公社那边的人带着沈如意过来。2位同志，请问你们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王大队长，这位知青是你们雨头村生产队的吧？对，他是我们生产队的知青，请问他是犯了什么事情吗？他跑去公社那边想找咱们江书记送礼。王大队长，你是怎么管大队的知青的？行贿这种事他都干得出来，这是想坏了咱们公社的风气是不是？王卫华听到公社干事的话，马上就开始道歉，保证以后肯定会好好看管教训沈如意。咱们江书记说过了，这位沈知青必须严惩，你让他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直接送去农场改造。沈如意一听干事们的话，马上就慌了。我不去农场，我不要去。沈知青，公社领导让你去农村改造，都是对你从轻处罚了，行贿可是犯罪，没送你去监狱，你还不知道感激，竟然还敢闹腾。就你这样的思想觉悟，就得好好的改造改造。听到王卫华的话，此时的沈如意才意识到自己是被苏安给坑了，便马上朝着苏安的方向跑去。见他跑走，3人也跟了上去。苏安呢？给我滚出来！沈如意，你想干啥？我找苏安，快让这个贱人给我出来！苏安在屋子走了出来，沈如意一见到他就爆火。苏安，都是你害了我！你个贱人，你就是故意坑我的，对不对？沈知青，你在发什么疯？我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还装？是你让我给公社书记送礼的，现在我才会被公社处罚。沈如意说完这话时，看到跟过来的大队长和公社的2位干事，便指着苏安冲他们道：“我这一次行贿都是苏安指使的，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”我说沈知青，你别诬陷苏知青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整个雨头村生产队的人都清楚。他的思想觉悟断然不会做出这种行贿的事情，也不可能做出指使人行贿的事情。人家还帮着公安立了好几次功，你以为他和你的品行一样呢？苏安看着王卫华护自己，心里都有些心虚，而沈如意都快被气死了。大队长，我没说谎，我去行贿就是苏知青指使的，他之前和我不对付，就是故意的想坑我。公社对我的处罚我认，但是苏安这个指使者也必须受到处罚。你说我指使你的，那你有证据吗？凡事都得拿出证据吧，你要拿不出来就是空说无凭。对，沈知青，凡事都得讲究证据。你说苏知青指使你的，你有证据吗？有证据才能对他做处罚。就是你拿不出证据，别往安姐身上泼脏。沈如意一气之下，突然从怀里掏出来一把匕首，朝着苏安冲过去。苏安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苏安看着匕首刺过来很淡定，因为他可以躲开。结果陆婉婷却下意识伸出手帮他挡了一下，于是陆婉婷的手就被刺开了一道大口子。苏安看到这一幕，马上踹了沈如意一脚。沈知青，你行贿就算了，你现在还想杀人呢？你伤得怎么样？安姐，我没事，伤口包扎一下就好了。接着苏安就帮他处理一下伤口。见陆婉婷没事，王卫华就询问他们沈如意要怎么处置。大队长，这件事我们听您安排。对，大队长，这件事我们听您安排的。既然你们这么说，那么这件事我们就听公社那边的安排。你们放心，公社那边一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好，那这件事就有劳你操心了。公社那边不想把事情搞大，只好让沈如意去农场改造。路上其他的知青都看到这一幕，纷纷议论起来。你说他还有没用机会出来啊？毕竟他还认识县公安局副局长。我觉得是不可能的。要是这个沈知青真的这么厉害，至于跑去找公社书记行贿呢？一个工农兵大学考试的名额，他家里人帮着安排不了吗？王招娣这么一提醒，知青们都反应过来了。可恶，早知道他条件是这样，我就不该为他牺牲这么多了。男孩明明还没死，身边的伙伴就开始给他烧纸，只因这样才能骗到别人给他们饭吃。但是就算都这样卖惨了，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可怜他们。
因为在那个年代，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过不好，根本就没能力帮助其他人，而他们的伎俩被苏安一眼看穿了，殊不知他的一个善意就得到一份大宝藏。小朋友，骗人可是不好的哦。一看被人戳穿了，小孩马上慌张起来，害怕被打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们现在就走。等等，你们想吃东西吗？两个孩子重重的点头，随后眼巴巴的看着苏安。好，看在你喊我姐姐的份上，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，我去给你买吃的。苏安转身就去了国营饭店，在里面买了10个白面馍馍，还有4个大肉包子给他们。这是吃的，你们拿着，这些够不够吃啊？够吃，谢谢姐姐，你真是大好人。你们运气好遇上姐姐了，不过以后出门在外的得提防着点，别什么人都信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姐姐。姐姐，我们能不能把包子和馒头带回去？我们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饿肚子，这些东西拿回去的话，就可以分他们一起吃了。苏安听到两个孩子的话，顿时皱起眉头。你们还有其他的伙伴？难道你们都没有父母吗？我们都是孤儿，没有父母也没有亲人。那你们其他的小伙伴还有多少人？我们一共22个人。这么多人啊，那这点吃的可不够，你们等等，我再去买点。买完吃的之后，两个孩子就带着他前往住处。苏安怎么也不会想到此行他会认识一个大人物，很快就来到他们的住处。说是住处，其实就是简单搭建的小棚子。苏安看着都有些心酸。大家快来，咱们遇上了好心的姐姐，她给我们送吃的来了，都快来吃吧。秦勇话落，10几20个孩子全部都跑过来。苏安发现其中有一个10几岁的孩子，他好像在哪见过。许巍哥哥，我们在国营饭店跟前遇到了这位好心的姐姐，她在饭店里给我们买了包子和馒头，你也赶紧来吃吧。听到许巍的名字，苏安才想起来，原来这孩子就是未来黑社会鼎鼎有名的头目，就是没想到小时候会是一个孤儿。但苏安看得出来这孩子的警惕心很重。放心，我不会害你们，对你们也没有其他的企图，如果我想伤害你们也不会弯弯绕绕的。那好吧，我相信你。许巍放下警惕之后也并没有吃包子，而是打算把包子给一个生病的小伙伴吃。对了，许巍哥哥，黑蛋的病还没好吗？现在发烧的严重不严重？有些严重，黑蛋烧得越来越厉害了，现在身体直发烫。苏安听到后知道，他们这些孤儿别的事情不怕，就怕生病之类的情况发生。没钱治疗，运气好一点的还能扛过去，要是扛不了，只能一命呜呼了。于是苏安拿出来一些钱递给许巍，回头去医院买点退烧药。看着苏安递过来的钱，许巍感到意外。苏安为了让他放心，便再从兜里掏出来了一些钱和票。这些钱你们拿着，姐姐就是人美心善，想着助人为乐。你们担心我有所图的话，我现在就走。苏安说完就转身要走，走到不远处就被许巍喊停。苏安姐姐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是什么事情？苏安姐姐，我发现了一个地方，里面藏着非常多的宝藏。听到许巍这话的时候，苏安不免愣了一下。你确定？确定，苏安姐姐真的有宝藏。那你是想要让我拿走那些宝藏？对，当做我对姐姐的回报。那行，在哪里？你带我去吧。接着许巍就带着他走，在路上他们还听到了枪声，然后就看到一支执法队的人追出来，里面还有陆振廷和郭谬。苏安知道他们是出来执行任务的，就没有多管，跟着许巍来到一个地方，但他很是疑惑，因为这地方正是七哥的住处，他明明记得自己已经搜刮空了。你确定就是这里？苏安姐，那些宝藏就藏在那口井里。看到院子里还有一个井，苏安才想起自己一般搜刮都是在屋子里的，还真忘记了这种地方。好像这里没人，我进去看看。好，那我在外面给你把风，要是有情况的话，我及时通知你。不过你自己一个人下去的话，要注意安全。你放心，姐可不是弱鸡。苏安说着就直接一个利落的翻身跳下水井，来到下面才知道这是口枯井，而且里面的空间还不小，地上堆着很多的宝藏，比七哥和黄亮那些加起来还多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苏安正想把宝藏收进空间里，就听到了外面传来动静，于是他就马上进了自己的空间，很快就听到有人下了井。钟哥，咱们赶紧从密道里逃走吧，只要出了这边，阿国那边就有人接应咱们往后就能在阿国生活了。钟哥，难道是 GW 会的主任黄忠？可惜了，这么多的好东西咱们带不走，我们奋斗了这么久，难道就全部放弃了吗？钟哥，有句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些东西咱们带不走，就先留在这边，到时候风头过了，我们还可以回来取。那就赶紧逃吧，打开密道。苏安见人要走，马上用异能释放迷药，让这些人全部晕倒在地上。接着苏安就从空间里面出来，他解决完这些人，觉得得通知陆振廷他们过来，毕竟他们在抓的很有可能就是黄忠等人。不过通知之前，苏安可不想放过这些宝藏，于是都一个不留的放进了空间里面，然后才从水井里爬出来。苏安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喊了你好几声，那些人发现了你没？没事，进去的人都被我放倒了，你在这边守着，这些都是坏人，我得去报公安。好的，安姐，那你快去吧。男孩意外发现了一份大宝藏，明明可以马上带回家，可他却犹豫了，因为在上面会时不时来2个人检查，一旦被发现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因此男孩就带来了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过来，不出意外还是碰到了宝藏的主人，但是他们是叛国贼，女人可不能放过，所以女人选择出手将他们给放倒。在去报公安之前，当然那份宝藏也不能放过，全部收入空间。陆振廷和郭谬等人来到这里直呼好家伙，自己追击几天的人就这么被苏安水灵灵的给放倒了。陆振廷，你们今天追捕的人是不是他们？对，
没想到这群家伙居然在这里。安姐，你是怎么发现这些人的？我瞧着这些人在街道上行色匆匆、鬼鬼祟祟的，就想着他们肯定不是好人，于是就尾随他们到这了。见他们要开密道逃走，我就马上给他们下了迷药。那你真的太厉害了，幸好这一次有你出手，不然他们肯定就逃脱惩罚了。这些人既然已经被你们抓住了，那也没有我的事情，就先走了。等一等，苏知青，今天的事情比较复杂，不知道你能不能跟着我们去一趟公安那边，将你知道的情况做一个笔录。行，没问题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市局，没想到程思源也在。苏安同志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来办事。随后程思源才知道，原来就是苏安帮着抓获黄忠那些人，便又多了一份对苏安的爱慕，眼睛看着苏安都拉丝了。而这一幕被陆振廷看在眼里，就莫名其妙的产生了危机感。安安是我的，不行，这次任务完成之后，我一定要和他告白。陆振廷不知道的是，苏安接下来还会跟程思源吃饭去看电影，被他看见的话，肯定会醋坛子打翻。好了，我将需要的都交代了，要是没别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对了，我这一次帮着你们抓人，算不算立功啊？算。苏安同志，你这不仅是立功了，还是立大功了。那行，回头奖励记得帮我申请一下哈，别忘了。好的，苏同志，这是必须的。苏安从公安局出来后，便看见许巍在不远处等着自己。苏兰姐姐，你这样报公安了，那些财宝你岂不是拿不到？那些宝贝我转移了，你不用担心。而且这件事情你要烂在肚子里，知道不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其实苏安很是好奇他自己为什么不拿那些宝藏。既然你发现了那水井里有那么多的宝藏，你自己怎么不拿？其实我也是前2天才发现的那个地方，我发现的时候那边一直有人守着，但是今天就没人了，然后就遇到你，就和你说了这件事。苏安知道这次能得到那么多的宝藏，全都是沾了许巍的光，所以也不能亏待他们。你让姐姐挣了一笔，往后你们的生活姐姐包了，这些钱和票你们先拿着。许巍看着苏安递过来的钱，估计又有500块。不用了，姐姐，你之前给我的都用不完。没事，这些你也拿着，回头多添置点东西，有钱好办事，需要什么只管买，不要苛待了你们的生活。许巍见苏安这么说，便没再客气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姐姐。谢啥？要不是你姐姐也捡不了那么大的一个便宜，往后有需要的只管和我说。许巍纠结了一下，自己心里还真的有一件事情。姐姐，我们不少的孩子都到了可以上学的年纪，可是我们没有户口，就算有钱也上不了学，你能帮我们弄到户口吗？我想将士林的孩子送去读书。听到他说的话，苏安怎么也没想到许巍会有这样的举动，到底是未来的黑社会头目，目光比一般人要长远。好，这件事我回头会帮着去办，但是今年不一定能上学，你放心，明年开春你们一定可以上学的。谢谢姐姐。随后苏安就买了一些礼物跟着许巍回去，孩子们看到非常的高兴。等这边处理好之后，苏安又去县里找了程思源，打算请他帮着解决孩子户口的问题。至于租房的事情，苏安已经找刘鹏解决了。苏安同志，请问你来找谁？我是来找程局长的，请问程局长在这吗？听到是来找程思源的，一旁的黄玉眉头顿时就皱紧了。他来找程局长干嘛？难道是喜欢程局长了？哈，苏同志，你等一下，我这就去喊一下程局长。公安进去之后，程思源很快就出来了。苏安同志，你来找我是有事吗？程局长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不知道你有空没？听到苏安要请自己吃饭，程思源有些不可置信。方便，当然方便了，这会也快到饭点了，咱们现在就去吧。黄玉见状很是不甘，更不想让两人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程局长，今天我交给您的那一份文件您还没处理完呢，徐局长那边着急要，您现在还有时间和人吃饭吗？见黄玉这是来破坏自己和苏安好不容易一起吃饭的机会，程思源看着他的眼神中带了几分不满。黄公安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我回头会计划着处理的，不用你来管。你现在是在教我做事吗？被程思源这么一怼，黄玉的脸色涨红，心里更是一阵怕怕的。程局长，对不起，我就是提醒您一下，没别的意思，是我多嘴了。苏安同志，我们走吧。很快两人来到国营饭店吃饭，苏安也和程思源说明了给孩子上户口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对于局长来说就是小事一桩。没问题，这种事情简单。那就谢谢程局长了。半个小时之后，两人吃饱喝足，苏安就打算回生产队，可是程思源却喊住了他。苏志清，要是你不着急回去的话，我能请你看个电影吗？虽然苏安对电影没兴趣，但到底还是请人家帮忙的，所以再看一下电影也没事。程局长，哪里能让你请我看电影？当然得我请你。那好，咱们就一起去吧。两人离开了国营饭店，就在他们快要到电影院时，被陆振廷和郭缪看见了。廷哥，你快看，那是安姐吗？我没看错吧？陆振廷当然知道是苏安，只是他想不通两人为什么一起去看电影。是他，我去啊！安姐怎么和那个程局长在一起啊？而且他们还一起去看电影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难不成安姐和他处对象了？这个小白脸可配不上咱们家安姐啊！郭缪不说还好，说了之后反而让陆振廷更慌了。本来他就想着任务结束回村后好好收拾一下自己跟苏安告白，没想到被程思源先了一步。对，程家那小子可配不上安安。安，廷哥什么时候叫安姐叫的那么亲密了？说着两人也跟了进去电影院，而且还跟着苏安和程思源们看同一场电影。陆振廷和郭缪坐在两人身后，就担心程思源借着看电影的机会占苏安的便宜。好在是想多了，程思源并没有动手动脚。电影结束之后，郭缪就拉着陆振廷主动上前，假装无意碰到打招呼。安姐，你们怎么在这呀？好巧啊，你们俩一起来看电影，该不会是处上对象了吧？程思源本想着看完电影就跟苏安告白的，结果郭缪两人出现打乱了他的计划。
不是，程局长帮了我一个忙，我请他吃饭看电影，表示一下我的感谢。见苏安这样一说，本来还耷拉个脸的陆振廷一喜，郭缪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程局长，现在电影也看完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家了。要是还有事的话，咱们下次再约。好，那就下次再约。接着苏安就看着郭缪和陆振廷，你们回去不？一起。陆振廷和郭缪见状点了点头，于是三人一道回去。看来不能再等了，回去村里我就跟安安告白。男人明明长得很帅，却每天都要打扮成不好看的模样，不是因为怕招蜂引蝶，而是身上扛着一个艰巨的任务。可是今天他又好好的打扮了一番，打算做一件人生大事。此时的苏安和姐妹正聊得火热，就看见郭缪和陆振廷过来。陆婉婷看到老哥今天打扮的这么帅，就忍不住上前吐槽：哥，你今天穿的可真骚气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想着出去招蜂引蝶的呢。此话一出，陆振廷顿时无语。不过他确实想招蜂引蝶，而这个对象就是苏安。苏知青，我有点事想找你单独说说，不知道方便吗？好。随后两人来到了屋后。好了，陆知青，这没人，你可以说了。陆振廷鼓足了勇气，递了一个盒子过去给苏安。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你送我礼物干嘛？苏安同志，我喜欢你，能和我处对象吗？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希望你能收下。苏安见状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主要是来得太突然了。而陆振廷见他不说话，心里便胡思乱想起来。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如果你答应和我处对象的话，我可以以我的生命和前途起誓，这一辈子一定会忠诚于你，不会辜负了你。我答应你可以，不过我得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去做。如果我们处对象了，我的眼里可是容不得沙子的人，你若是辜负我，给我乱招惹桃花的话，就别怪我打断你的腿。可以，我能做到，这也是我应该做到的。好，既然你答应了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对象了。你过来，我的男人就得让我盖个章。苏安说着，一把揪过陆振廷的衣领，对着这个男人就盖了一个吻上去，整得陆振廷都有些害羞了。然后回到家之后，就喊来所有人，大家都过来，我有一个消息得和大家说一声。见苏安这样郑重其事的，大家都好奇他想说什么。我处对象了。苏安这话一落，几人都同时一愣。安姐，你被哪头猪给拱了？是啊，安姐，你对象是谁啊？谁能配得上你？各位稍安勿躁，我的对象就是这位。你们既然都认识，那就不用我多介绍了。等着苏安说完，郭缪几人更是一副见鬼了的表情。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是陆振廷。安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你真的和我哥处对象了吗？对呀，我真的和你哥处对象了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安姐，我哥那样的条件怎么配得上你？陆振廷看了一眼陆婉婷，好歹也是自己的妹妹，居然没说一句好话。我觉得你哥挺好的，我愿意和他处对象试一试。我们是刚才确定的关系，不管未来怎么样，至少现在我是愿意试着走下去的。廷哥，你也太不够兄弟了吧！这么大的事情竟然都没和我说一声，不过还是要恭喜你俩。对啊，安安、陆知青，恭喜你们！谢谢你们。哥，既然你和安姐处对象了，那以后就必须对安姐好。要是我以后发现你欺负安姐，我一定对你不客气，会帮着安姐收拾你的。婉婷，你放心，廷哥绝对不敢欺负安姐的，毕竟安姐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，到时候谁吃亏还说不定呢。放心吧，我能不欺负人就不错了。谁要是欺负我，我肯定不会轻饶了他。欣欣，今天是我有对象的好日子，中午你多做点好吃的，就当给我庆祝一下。好的，安姐，不过现在没演了。那我去买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你们在家准备一下食材。那我和郭哥去山上打点野味，欣欣一个人在家休息一回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两人在供销社买完东西出来时，没想到撞见了程思源。苏安同志，好巧啊，没想到又遇见你们了。你们来县城是办什么事情吗？我们是来县城约会的。陆振廷知道程思源也喜欢苏安，所以他就必须告诉程思源苏安是自己的。而程思源听到这话，脸色顿时一白。苏安同志，陆振廷同志，你们真的处对象了？对呀，我和陆同志处对象了，昨天确认的关系。听到这话的程思远无比懊悔，要是在电影院里勇敢一点就好了，也不至于将自己喜欢的女人让了出去。看到他脸色越发难看，苏安忙问道：程局长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没有，我没有哪里不舒服。苏同志、陆同志，恭喜你们，我还有点事就先走了。程思源要是再不找借口离开，恐怕自己就要瘫软在地上。苏安也没多想，和陆振廷一起回去。结果等到了生产队时，发现不少队员盯着他们看。快到家，陶大妮也找到两人，要和苏安单独聊一聊。小苏知青，大队的人都在传你和陆知青处对象了，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大妮婶，这件事是真的。这真没想到这事是真的。陶大妮说着，还重重地叹了一口气。大妮婶，你咋叹气了？我和陆知青处对象有啥问题吗？小苏知青，婶儿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同志，你这样的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对象。那个陆知青婶儿承认长得也不差，也能干，可人家那方面有问题，不能生育。你说你嫁给他不得一辈子守活寡吗？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。现在你还年轻，处对象的事情不着急，你可以慢慢找一个更好的。听到大妮婶这话，苏安感觉心暖暖的。大妮婶，其实我对象那方面挺正常的，一点问题都没。他是担心被那些婶们纠缠上，所以才故意这样编排自己的。听到苏安这么一说，陶大妮一惊。大妮婶，现在我告诉你，我对象那方面没问题了，你觉得我和他般配不？你们两个在一起还算得上般配，不过婶儿觉得你这丫头太出色，谁都配不上你。你这是对我过誉了。
我也没你说的那么好。两人又聊了一会，等着陶大妮离开时，心情也轻松了很多。但是苏安他们回家后发现孙欣欣不见了，只看见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想找到孙欣欣就让苏安一个人去城西破庙中。男人趁着女人不注意，一拳就把她给打晕，然后绑走女人，只留下一张纸条。女人还以为对方只是谋财，但看到指使人的那一刻就明白了事情不简单。而此时的苏安看到纸条非常愤怒，安安，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，诱惑你过去的圈套？对，安姐，这些人多半是冲着你来的，你过去了就正中了他们的计谋。我知道，不过我会小心的。要是我不去的话，欣欣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。那安安，我陪你去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。我也一起。我们都去看看吧，到时候我们在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冲进去。那好。很快几人就来到了城西破庙，苏安让他们在外面等着，自己一个人走进去。进去里面才知道原来是沈如意一手策划的。苏安，没想到你还真敢来啊！对，我已经来了，你是不是得将孙欣欣给放了？此时孙欣欣被绑着，还有一把刀架在了脖子上，就是为了防止苏安有什么行动。放了他确实可以，不过先得绑了你，我才能放了他。沈如意说着拿出来了一捆绳子，你过来，我先把你绑好了就放走孙欣欣，要是不配合的话他就危险了。好，我过来让你绑。说着苏安配合的朝着沈如意走过去，沈如意也不怕苏安耍什么花招，毕竟孙欣欣还在他们的手里。很快苏安就被他给绑住，现在我人被绑了，任由你处置，你该放了孙欣欣吧。接着沈如意就示意两男人让他们把孙欣欣给放了，但是孙欣欣却没有离开的意思，而是担心苏安。快走吧，不用担心我。可是苏安给了孙欣欣一个安心的眼神，孙欣欣一咬牙，虽然不放心苏安，可是还是听他的意思，自己要是留在这里说不定成为他的累赘。于是孙欣欣就赶忙走出破庙，然后就跟陆振廷他们说明了里面的情况。真没想到是那个沈如意，她都被送去农场了，咋还不老实？现在怎么办？安安一个人在里面会有危险的。欣欣你先别担心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这样我先悄悄潜进去看看。好，那哥你自己小心一点。此时沈如意看着被绑在地上的苏安，便得到了满满的虚荣感。苏安，你也有今天呢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你们帮我将这女人的双腿给废了，等你的双腿被打断了，我就把你卖到山里，让你给老光棍生孩子，让你这一辈子永远不见天日。这时陆振廷已经潜入破庙里，就听到了沈如意的话，你要是敢伤害安安，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。两个男人准备动手的时候，只见苏安身上绑着的绳子直接被猛地震飞，然后苏安就把那两个男人重重的砸在地上。沈如意看到这一幕愣住不知所措，敢招惹我，找死！苏安说着打算冲沈如意动手，谁知道他突然掏出一把枪朝着苏安打了过去。小心！关键时刻陆振廷冲出来一把推开了苏安，但是他自己却中枪了。看到这一幕的苏安马上把沈如意的枪给踢飞，然后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郭六几人在外面听到了枪声，都担心里面的情况。你们在这等着，我进去里面看看。等他进去时，里面的战斗都已经结束了，沈如意和那两个男人也被绑了起来，只看到了陆振廷受伤的场面。廷哥，你这什么情况？严重不严重啊？你可别有事。我检查了，没有生命危险，我现在送他去医院，这边你盯着通知公安过来。好的，安姐，那你赶紧送廷哥去医院吧，这里我看着。很快沈如意一伙人被带到了公安局，而对他审问的是程思源。思源哥哥，我是被逼的，都是因为苏安那个女人设计陷害我，我才会对她动手，我要不是被她坑了，也不会做出这种事来。程思源见到沈如意苦哈哈的求自己，顿时拧紧了眉头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先仔细说说情况。接着沈如意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说出来，等说完他继续对着程思源请求道：思源哥哥，我知道我的行为确实不对，但是情有可原，就算我要受处罚，苏安那个贱人也不能放过。沈如意你放狗屁，没事别诬陷安姐，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？自己想着歪门邪道学着给人送礼走后门不说，出事了竟然将事情推到安姐的头上，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要是一开始没有不正当的心思，能受得了安姐的蛊惑吗？好了，这事我知道了。思源哥哥，别人都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会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敢拍着我的胸膛发誓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没一句假话。沈如意，我们公安办案得讲究证据，如果你说的确实属实，你可以配合着拿出证据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不能因为你的陈述断定苏安同志做过这些事。怎么连你也这么说？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？你们怎么都被那个贱人给骗了？我没有不信你，我们公安办案只讲究证据，如果没有证据，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的给别人定罪。随后程思远就离开，郭谬几人也在所里录一下笔录。走之前程思源还不放心问了几人：苏安同志怎么样？他没受伤吧？安姐没事，程局长不用担心。那就好，等着我们这边的案件有结果之后，我再通知你们。好，那就谢谢程局长了。接着几人离开县局，朝着医院的方向赶去。此时的陆振廷已经做完手术，把子弹取出，因为失血过多还处于昏迷当中。安姐，廷哥的情况还好不？还行，现在因为失血过多还处在昏迷，医院说大概睡一觉就能醒了。见陆振廷没事，郭谬几人也跟着松了口气。几天后，陆振廷也出了院，而程思源也来了雨头生产队，跟苏安说了沈如意的处理结果。
被判了死刑，缓刑2年。苏安同志，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的处置结果还满意不？要是当事人对案件判处结果不满意的话，我们还能向上反映。程局长，我们听从你们公安机关做出来的惩罚，没有任何异议。那好，非常感谢你对我们公安办案的理解和支持。事情说完，程思源就离开，而苏安这边也收到了彭厂长的请求帮助。刘鹏等人交易碰到黑吃黑，关键时候苏安过来解决，结果却被枪指着脑门。好在苏安也不是吃素长大的，一大早苏安就来到县城找彭厂长。他先是检查了一下需要修理的机器，然后皱眉道：厂长，这些机器你们是从哪里买来的？这种生产就有问题的机器，想要维修好不容易啊。虽然彭厂长早就猜到了结果，可是当听到苏安说出这话的时候，心里还是很失望。对，这一次我们机械厂又被坑了，这些都是从美利国进口的机器，还花了大价钱，这时候外汇多难得啊！结果这些外国人却欺负人，他们真不是东西。彭厂长不说还好，越说越想哭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彭厂长，骂他们已经没用了，得想想后续解决的方法。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残次机器，咱们能退回去吗？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这要是国内的厂商还好，大不了打官司。可是这是美利国的厂商，咱们想要跨国维护自己的权益有些困难。这下子完了，厂子受到这么大的损失，我这个厂长肯定做不下去了。别担心，彭厂长，这一批机器不行，大不了咱们自己生产一批呗。是啊，自己生产一批。苏同志，这可是美利国才有的技术，我们华国目前还没相关的技术能生产这类机器的。我看了一下这些机器，虽然是残次品，但是大概的技术我觉得可以拆解，只不过可能得多花几天时间。好，那可太好了，苏安同志，只要你能生产出来这些机器，别说几天的时间，你就是多忙几个月都没问题。彭厂长知道，只要苏安能说出来的话，就一定能做到。行，回头我会出机器的设计稿。彭厂长，您这边让厂子以后配合我生产各种需要的零件。没问题。随后苏安就开始在招待所里忙设计稿，花了1个下午加1晚上的时间，可算是画出来了。次日一早，他就又找到彭厂长。你这么快就将设计图纸给弄出来了啊？也不快了，我忙了1个下午外加1个晚上才画出来，为了他我可1晚没睡呢。苏同志，你辛苦了，这份情我一定会记着的。现在稿纸我拿到了，你赶紧回招待所休息补个觉吧，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。接着苏安就回去睡觉，整整睡了1个上午。下午出来吃饭的时候，碰到了刘鹏的兄弟受伤了。你是梁飞吧？梁飞一眼就认出苏安。安姐，是你啊，太好了。你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我中弹了，你能送我去一趟医院吗？我觉得我快撑不住了。现在送你去医院也来不及了，你的伤我先来帮你处理一下吧。苏安说着就蹲下来。梁飞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医药箱，只见苏安3下5除2就帮他取出子弹，并且止住血。真的太谢谢你了，安姐。苏安摆了摆手，感谢的话就不用了。你现在和我说说你们到底什么情况？刘鹏今天和你在一起吗？梁飞这才想起来，刘鹏和另外几个发小还处于危险中呢。是这样的，我和刘鹏还有几个兄弟打算和人做一笔买卖，结果却碰到了黑吃黑了，而且对方还有枪。刘鹏和兄弟们都被对方控制住了，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。苏安听到这个情况之后，眉头顿时拧在了一起。你在这藏好等着我，我去营救刘鹏他们。他娘的敢动姑奶奶的人，姑奶奶会让他们吃住教训的。苏安说着就打算赶去他们的交易点。安姐，你这样一个人过去是不是太冒失了点？对方可有枪呢，要不咱们还是报公安吧？不行，你们做什么生意心里没点数吗？一旦报公安了，事情结束之后你们就得蹲局子去。即便是蹲局子也比丢掉性命强啊！那些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鹏哥他们的。反正这件事我去处理，也就没必要报公安了。你好好的等在这边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有事的。那行吧。接着苏安就赶了过去，到了才看见那伙人正在搬运货物。姑奶奶的生意你们也敢动，小命是不想要了是吧？突然出来一个人，把他们都吓了一跳。为首的是一个独眼龙的男人。刘鹏看到苏安的到来，就看到了希望。小丫头，你倒是挺狂妄的，敢这么和我说话，我倒是想看看咱们到底是谁不要命。独眼龙说完，一个大汉就拿着枪指着苏安的头。刘鹏看到这一幕害怕了，自己没命了可以，但不能连累了苏安。龙哥，求求您能不能放了她？她一个女同志，你们就不要对她动手了。我的东西你们都拿去便是，但是我只求你们别伤害她。姐，你别管我了。你小子还算有点良心。放过她也不是不行，让她将我们兄弟挨个伺候一次，我就放了她。听到他说的话，苏安立马就怒了，找死！说着他就从众人的眼皮子底下闪到了独眼龙身边，手里还拿着枪抵在独眼龙的脑门上。姑奶奶饶命！姑奶奶饶命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姑奶奶，您就行好，放过我这一回吧，我知道错了。看到独眼龙都被吓尿了，苏安都忍不住吐槽，就这胆子还敢碰姑奶奶的人，看来你们是真的嫌命长了。别，我真的不知道鹏哥是您罩的，要知道的话我打死也不会对他们动手的。您看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东西我都还给你们，往后咱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好不好？算了，你伤了我的人哪里能这么算了？这样吧，姑奶奶，我这边准备了6000块，本来是买货的，现在都拿给你，就当是我赔礼道歉了。好啊，那我现在就把你们都宰了，你们这一次带的钱不还是归我吗？等等，除了这一次我们带的6000块，等我们回去之后我再给您补4000，您看怎么样？
独眼龙知道钱没了可以再挣，命要是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而苏安也没有打算杀他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么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苏安收起枪后，独眼龙松了口气，然后苏安对着旁边的树一脚踢过去，大树就这么分成了两半。本来还有点小心思的独眼龙这下彻底老实了，让手下乖乖把刘鹏他们给放了。还剩的那4000块你记得送过来，3天之内要是没来的话，我就不敢保证你会有什么后果了。好，姑奶奶，我回去就赶紧将钱给你们送来。事情解决完之后，苏安就带着刘鹏他们找梁飞。梁飞看到几人都没事，就非常不可置信。当从刘鹏口中知道苏安刚才做的事情，梁飞心里马上就佩服起来。安姐，你可真厉害啊！行了，马屁就不要吹了，你们该回家的回家，去医院的去医院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好的，安姐，真是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苏安只是出去了几天，陆振廷在家就等得跟个怨妇一样了。安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是啊，安姐，我们都想死你了。安安，你这一次怎么在市里待这么久啊？苏安对上陆振廷控诉的目光，这男人活脱脱像个被渣男抛弃的怨妇。这一次有点事要忙，所以多耽误了点时间。好在忙完了，后面应该不会再离开这么久。我不在你们这段时间在生产队还好吧？好着呢，没啥事发生。吃完饭后，苏安又单独进了陆振廷的房间，打算关心一下他的伤势恢复情况。安安，我没事了，现在家已经脱落的差不多了，你就不用担心的。那你把衣服脱下来，让我看看。陆振廷见苏安让自己脱衣服，脸顿时一热。安，这不好吧？你一个大男人的有啥不好意思的？麻溜点的。苏安不说还好，他这么一说，陆振廷的脸更涨得通红。不过这会儿陆振廷脸红归脸红，却老实的脱下了自己的上衣。苏安看了下陆振廷的伤口，确实差不多快脱痂了。好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也得休息去了。陆振廷见到苏安要走，就一下子拽住了苏安的手。安安，你这次抛下我这么久，现在好不容易回来，你确定不要补偿我？苏安便看着陆振廷，想知道这家伙要啥补偿。对上苏安眼神的询问，陆振廷直接将苏安拽入了怀中，然后画面太好看就跳过了。几天后，一个重磅消息传来，是个好消息也算是坏消息，是陆振廷和郭谬要调离雨头生产队的消息。因为这边的任务完成了，就得继续下一个任务，上头让他们半个月内回到组织里。原本还以为你们能留下来过个年，没想到这个年都过不了了。陆振廷很歉疚地看着苏安，安安，等我有时间了就来看你。好，等我有机会也能去看望你。为了珍惜剩下的时间，两人决定一起去县城约会。他们先是去看了电影，然后就来到了照相馆。照相馆的师傅见苏安和陆振廷进来，被两人的颜值给惊艳住了。两位同志，你们拍出来的照片可真好看，不知道我们照相馆能不能将你们两人的照片挂在橱窗？如果你们能愿意的话，我这边可以给你们免除拍照片和洗照片的费用。但是苏安不喜欢自己的照片用作宣传，所以直接拒绝了照相馆师傅的好意。随后两人拿到照片之后就离开了照相馆。陆振廷和郭谬在雨头村没有待太久，从召回组织的消息传来之后，他们只留了10天就准备离开。临行之前，孙欣欣还给两人准备了不少的好吃的带上。陆振廷和郭谬都是恋恋不舍的离开，苏安亲自将他们送去了市里的火车站。送陆振廷上火车的时候，陆振廷也不顾及着周围有没有人，直接对着苏安的额头落了一个吻。廷哥还真不把我当人看啊，竟然当着我的面丝毫不避讳。苏安送完了两人，便直接去了刘鹏那边，给他带的都是空间种出来的东西。今天给你的货比较多，你自己看着卖吧。还有几株人参。刘鹏见苏安又给他拿了宝贝，就非常激动，特别这些年份比较好的人参，价格可都是不便宜的。好的，安姐，跟着安姐混真是3天保9顿。对了，这些是之前的货款。苏安在刘鹏这边忙完之后，又去了机械厂，主要是想问问他弄出来的那一批机器这段时间的使用情况行不行？挺好的，苏安同志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情找你，本来打算明天给你发电报的。彭厂长，你找我有什么事情？是这样的，这次厂子又打算从美丽国进口一批新设备，但是上一次经过美丽国厂商坑人的教训之后，我希望你能去美丽国一趟帮忙验货。其实让苏安去美丽国帮着他们检查设备是其次，更多是让他研究一些美丽国的先进机器设备。倘若能和上次一样破解他们的生产技术，到时候他们自己就能生产这些机器设备，也省去了向美丽国购买设备的钱。苏安听到彭厂长的计划，不得不说他的算盘还真的打得叮当响。就在他纠结要不要去时，彭厂长又道：原本这一次我们厂子打算花20万美元采购美丽国的那批机器的，你要是能过去破解设备的生产技术，到时候我们将原本采购设备需要的钱分你一半，这样你能挣钱，我们厂子也能省1半的外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10万美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等着这钱拿到手，他可以在京市多买几个4合院了。苏安心动了。美丽国的那些机器设备是世界最为先进的，不仅咱们华国人需要，世界上其他国家同样需要。要是咱们是机械厂能生产出来，售往其他的国家，还能帮着咱们华国挣钱。到时候我会和上面申请，但凡是从你这边弄到的技术生产出来的机器，都给你抽成分利润，你觉得如何？好，彭厂长，为了咱们是机械厂，为了咱们华国的机械制造水平，我愿意去一趟美丽国。太好了，回头我这边会给你安排好去美丽国的手续，到时候再通知你。我估摸着最多1个星期就可以了。行。美丽国为了不让华国工程师回去，就非法将人家囚禁。陆振廷和郭谬接到任务前去营救，没想到却被发现了。还
还被几个大兵追杀。就在他们以为要交代在这里时，忽然出现一位神秘人，把那几个大兵全部击杀。陆振廷和郭谬见状，有一种绝境逢生的感觉，他们都朝着苏安的方向看了过去，想知道到底是谁救了他们。廷哥，虽然这个人的脸不是看得很清楚，可是我咋觉得这身形和安姐很像啊？不对，不可能是安安。就在两人愣神之际，苏安来到他们跟前。陆振廷、郭谬，你们赶紧跟我走。听到是苏安的声音，两人来不及多虑，直接上了车。苏安便马上带着他们逃离这里，然后来到了酒店。安安，真的是你？安姐，我还以为我是不是出现错觉呢，没想到真的是你啊！对了，安姐，你怎么也出现在美丽国的？到底什么情况？陆振廷也同样好奇地看着苏安。是啊，安安，你怎么会出现在美丽国呢？我是来出差的，帮着市里的机械厂来美丽国这边采购设备。你们是来执行任务的吧？是啊，安姐。廷哥，既然我们没有办法了，说不定安姐可以帮到我们。陆振廷纠结了一会，还是决定将这一次的任务和苏安提一提。原来是华国的芯片专家想要回国，帮助华国的芯片行业发展。可是遭到了美丽国这边的阻拦，于是国家就安排他们过来，让这位专家及其家属顺利回国。但是刚才的营救任务失败了。苏安听到这不由拧了拧眉头。我这边的事情忙完了，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，接下来的时间我能配合你们的行动，指不定能帮上什么。太好了，安姐，你这么厉害，有你在的话肯定没问题的。苏安笑着应声，我会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你们。我也是华国的一份子，这虽不是我的任务，但是希望我的帮助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。但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不知道你们被盯上了没有？咱们要不要换一个阵地啊？好，咱们一起换个地方吧。随后几人来到了一处别墅里，还有几个一起来执行任务的人等着他们。见到陆振廷和郭谬回来，倒没什么反应，但是看到苏安时，一道道目光便朝着他看去。这个女人是谁？卢队长，这位是我的对象安安。卢长明听到陆振廷的介绍后，眉头拧得更紧了，脸上也带着一丝怒色。陆副队长，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对组织安排的任务一向很重视。可是这一次咱们来美丽国是执行重要任务的，不是让你来谈情说爱的。结果你倒好，不担心咱们被暴露的风险，竟然随随便便的就将自己的对象带来了。见卢长明生气了，陆振廷忙解释道：“卢队长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让我对象来不是和我谈情说爱的，我是需要借助他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这一次的任务。”陆振廷不解释还好，这么一解释之后，卢长明觉得更离谱了。陆副队长，你自己听听，你说的话靠得住吗？这样的一个女人能帮着咱们完成任务，你以为我们现在在玩过家家呢？这是一个随时准备牺牲的任务，而不是带着一个女人拖后腿。你若是找出来其他的理由，我还能信你。但是你说她能帮助我们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卢队长，廷哥可不是开玩笑，安姐确实是有这个能力的。你可不清楚，上次我和廷哥执行的那一次任务，多亏了安姐的帮忙，不然我们两人早就被敌特给毙命了。还有这次要不是因为安姐出手，我们现在可能就没机会站在这里了。我可以拍着胸脯保证，安姐的能力在我和廷哥之上，咱们这没一个是安姐的对手。听到郭谬这话，在场的特战队员都打量了苏安一眼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相信的。要是卢队长不信郭同志的话，咱们可以比试一下。我不屑于欺负一个女同志，是吗？卢队长不是不屑于，你是压根连对我近身的机会都没有。你个小丫头说话还真够狂妄的。我有狂妄的资本。苏安说着，当着卢长明的面，速度极快地闪到了他的身后。还没等别人看清，苏安已经把卢长明的枪掏出来抵在了他的头上。看到他这样的身手，在场的众人无不震惊，就连卢队长也不敢相信有人能这么厉害。卢队长怎么样？我这样的身手能不能帮上你们？卢长明对上苏安的视线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苏安的年纪明明不大，可是身上的气势却让他倍感压力。即便你的身手好又如何？你并不是我们的成员。陆副队长，你是特战队的成员，也是副队长，我相信你比更多人了解咱们的规矩。咱们特战队不允许别人随随便便的加入，更不能把任务和计划随便透露出去。结果你带着一个外人来帮着咱们执行任务，这完全违背了咱们特战队的宗旨和原则。即便苏安证明了自己的能力，可是卢长明还是不认为苏安能帮着他们完成任务。卢队长，你这人还真够古板的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没有我的帮助，你们连带着任务都可能完成不了，有必要再去守着那些破规矩吗？要不是因为帮对象，就你那德行，我还不想多管闲事呢。我也是为了我们华国负责，谁知道你到底靠谱不靠谱？我们不能拿华国的未来做赌注。你说的没错，你确实可以怀疑我，要不是我对象，你以为我会搅和这件事中来？倘若你们自己有本事的话，我可以不插手，但是现在你们似乎很难完成这个任务，除了相信我，你们还能做什么？若是我想对你们做点什么，不用以后，现在我就可以将你们团灭了。你小丫头，你是不是太狂妄了？谁说没有你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了？算了，既然你这样的阻止我，那姑奶奶我还不稀罕参与呢，只希望你们回头不要来求着我就好。苏安说完又冲着陆振廷道：陆振廷，既然你们队长不愿意，那我就不搅和进来，你好好注意安全，早点完成任务，咱们早点回国。这段时间我也会待在之前那个酒店，有事情的话可以去找我。好，那你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。打完招呼，苏安就离开这里。接着卢长明就开始盘算再次出发执行任务。陆副队长，既然你们暴露了，这次我带着队员去营救专家。美丽国为了不让华国的芯片专家回华国，就将他非法囚禁起来。陆振廷和郭谬前去营救被发现，好在被苏安救了出来。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，苏安愿意主动加入，但是却被队长排挤。而这天专家的家属正好出来逛街，但身后依旧跟着美丽国大兵。卢长明本想把他们身后的大兵引走，结果还是失败了，就连他的胳膊还中了一枪。好在这一幕被
苏安看见。虽然我不喜欢这人，但你应该庆幸你是华国人。接着苏安再次戴上口罩，然后拿着枪就先解决了几个追着卢长明的美丽国大兵。跟着我走。听到是苏安的声音，卢长明很是惊讶。你是苏安？对，是我。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？还不赶紧走！卢长明见这几个追来的大兵被苏安给解决了，现在才深刻认识到他的厉害。苏同志，我为我之前说过的话和你道歉，但是现在我希望你能帮我们一个忙。卢长明说着拿出来一张照片递给了苏安。苏同志，这照片上就是咱们这位芯片专家胡锡元同志的家属，分别是他的爱人李明芳和他的女儿胡月。现在他们两人就在商场这边，希望你能帮我们带领他们安全躲开美丽国这边的监视，我这边你不用管，先营救他们。苏安知道在国家面前私人恩怨不算什么，他先是记住了两人的容貌。行，我去试试。说完便丢下卢长明。苏安知道没有了追兵，他自己就能脱身，很快就在商场门口找到了母女俩。目前只有2个大兵守着他们，苏安就趁此机会从空间拿出手枪把2名大兵解决，然后骑着车来到母女俩面前。我是华国安排来救你们的人，快跟我走。听到是华国安排过来的，李明芳毫不迟疑，赶紧将自己的闺女抱上车。坐稳了，现在我要出发了。很快苏安将他们带离这里，然后来到了陆振廷他们藏身的地方。此时的卢长明几人也已经撤离回来了。见苏安把人救出来了，就非常激动。苏安同志，这一次非常感谢你的出手帮忙，之前是我的不对，说了一些过分的话，还请你不要计较。苏安直接坐在了沙发上。我不是为了帮你，纯粹是为了帮我对象还有华国。要是因为你，我这一次绝对不会伸手。见苏安这样说，卢长明顿时觉得自己的脸上火辣辣的疼。但即便此刻在面对猖狂的苏安，卢长明也不会再说什么过分的话。苏安同志，你说的我都知道，所以我还得为自己之前的鲁莽道歉。这一次你能帮着营救胡教授母女，我相信你是以咱们华国的利益和大局为重，是一个可以值得信任的人。想不到卢队长的思想转变得如此之快，之前咋没听你这样说呢？之前是我想的太多了。苏同志，接下来的任务不知道你是否愿意继续帮忙？苏安看了一眼陆振廷，行，看在我对象的面子上，我愿意帮这个忙。不过咱们说好了，我要是帮你们完成了这一次的任务，回头你们内部的奖励得算上我对象的一份。苏同志，你放心，这事我能答应你。廷哥，你看看你的福气多好啊，竟然直接帮着你挣功劳了，这样的对象真是万里挑一啊！为什么我就没你这样的运气呢？随后几人开始聚在一起商量接下来的行动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陌生人走了过来。原来这次的任务不仅有特战队，还有国内的技术工程师，为的就是破解各种密码阻碍。你好，我叫沈孝晨，他正是沈如意的哥哥。苏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觉得有些熟悉，可是又不知道这种熟悉感从哪里来的。反倒是沈孝晨看到苏安的时候忍不住多看几眼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觉得苏安有一种熟悉感。见他盯着苏安出神，陆振廷不愿意了。沈同志，你这样盯着我对象看不好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苏同志很面熟，有点像我的妹妹。沈同志，你可拉倒吧，你那个妹妹和我安杰可差远了，一点都不像。你们不觉得我和苏同志长得有些像吗？这话一出，陆振廷更不愿意了。天下长得相似的人多的是，沈同志，请你别乱认亲戚，没事也别盯着我对象看。好吧，可能是我多想了，对不起。接下来沈孝晨没继续盯着苏安看，然后就继续商量营救胡教授的计划。男人明明还没死，身边的伙伴就开始给他烧纸，只因这样就会引起旁边守卫的注意。等他们一离开，苏安几人就可以趁机溜进去，但是进去里面还有巡逻队，好在人不多，这几个小卡拉咪很快就被苏安他们轻松解决。你不是搞科研的吗？怎么身手也这么好？谁说搞技术搞科研的不能练身手了？苏安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。随后4人没有耽误多久功夫，就直接潜入到了科研所内部。本以为后面的会轻松一点，结果却遇到了好几道防护门的阻拦，而且这玩意还不能硬拆，一旦操作不好就会引发报警器。沈孝晨见状赶紧上手破解，见他速度有点慢，苏安便也来帮忙。我也来一起吧。你懂怎么破解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我懂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既然你也懂的话，那就一起吧。在苏安的帮助之下，沈孝晨没想到这么快就拆解好了。随后一连破解4道房门后，他们总算到了科研所内部。里面除了胡教授，还有其他的几位科学家。你们是谁？苏安几人都不给这些科学家质问的机会，直接上手把不认识的人给拍晕。胡教授，我们是华国安排过来接你回去的人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华国没有放弃我。对了，我夫人和我女儿那边。胡教授，您放心，您的家属我们已经营救出来，现在已经将他们安置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听到陆振廷这句话，胡锡元就放心了。眼看时间紧急，他便赶紧收起来这边的几份重要科研资料，随后就冲着陆振廷几人道：好了，咱们赶紧走吧。不过可惜了，这还有很多的科研资料没办法一道带回去。苏安知道这些资料要是能全部带回去的话，肯定就对华国的科技发展有很大的帮助。你们先带着胡教授离开，我断后。好。陆振廷非常相信苏安的实力，然而沈孝晨却担心起来。苏同志，你小心一点。放心，我有分寸的，你们快走吧。等他们全部都离开之后，现在这里只剩下苏安和被拍晕的科学家，他就把这里的资料全部收进空间里，然后就抓紧离开。很快科研所的情况就惊动了美丽国的警方，警方也安排了人手对着他们进行了追击。而苏安这边已经和卢长明他们会合，但是眼前惊动了警方，想要出境的话更难了。卢队长，
现在咱们怎么办？美丽国警方已经开始排查了，咱们想要顺利的离开，估计会受到各种阻碍。是啊，卢队长，咱们这边只怕暴露了。现在我们是换个地方隐藏一段时间，还是怎么做？其实卢长明也在头疼着这件事情。身为队长的他，现在也不知道如何选择了，于是就看向苏安。苏安瞬间明白他的意思，滞留的时间越长，咱们暴露的危险就越大，所以得趁早出境。可是眼下美丽国警方这边的排查力度这么大，咱们想趁早离开何其容易？确实不容易，但是咱们想离开也不是不行。先把这边的水搅浑了，这边越乱，他们越没办法分析，咱们就越容易离开。苏同志，你想怎么做？我怎么做你们别管，你们先准备一下，先赶去机场，能离开就先想办法离开，剩下的事情我去办。好，苏同志，我听你的。陆振廷也很好奇苏安的计划，但是他不愿意说，便只能算了。商量对策后，苏安便和卢长明几人兵分两路，很快他就来到了美丽国的一个军工厂附近。要想搞出点动静来，那就必须把这里给炸了。在轰炸之前，苏安特意拿出了从黄忠那里搜刮出来的2国的炸药，然后使用异能丢进了库房里面。丢完之后，他便马上骑车离开。没开车多远，身后就传来了一声巨响。接着苏安又接连去轰炸了好几个军工厂，这回的动静是给的够够的。而陆振廷这边也听到了这些动静，看到这么多地方被炸，他们都惊呆了。廷哥，你说这些该不会都是安姐搞出来的吧？陆振廷沉默没说话，不过他也觉得有可能是苏安做的。眼下是尽快的前往机场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几人和苏安顺利的在机场会合，也坐上了飞机。安姐，你和我说说，方才美丽国那么多地方被炸，是不是你的手笔啊？对上郭妙八卦的目光，苏安笑着回了句：“你觉得呢？你的直觉这是不是我的手笔？”安姐，我觉得肯定是你的手笔，不过我很好奇你到底是怎么办到的。这个不能说，保密。见苏安不愿意说，郭妙也就没有再多问。历经20多个小时之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华国。现在苏安可以自由离开，而陆振廷他们还得回去复命。卢长明见状，再次冲苏安表示感谢。卢队长，我觉得你口头上的道谢，还不如给我多申请一些奖金来的实在。好的，苏同志，你放心，回头我将这件事上报政府，你的奖励肯定不会少的。有了卢长明这话，苏安就放心了。随后他和陆振廷短暂的告别就离开了。卢长明回去就给上层说明了在美丽国发生的事情，上层对于苏安很是满意，便要求作为他对象的陆振廷帮着邀请一下苏安，看愿不愿意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好，这件事我会去问问我对象的意思，不过不能保证他就一定加入咱们的队伍，他可能对咱们特战队并不感兴趣。而苏安这边本想去百货大楼买点东西给孙欣欣和陆婉婷他们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高中时经常欺负他的同学，真是冤家路窄。苏安只是想去百货大楼买点东西，没想到就碰到了高中时经常欺负他的同学。哎呦，这不是苏安吗？苏同学，我没认错人吧？苏安也一眼认出他，是我，没想到程同学还认得我，好久不见呢。而程梦萍还以为苏安跟高中那样好欺负，视线便在苏安的身上打量一番。苏同学，这么多年没见面，你的变化还挺大的，竟然都敢逛百货大楼了。这个东西可不便宜，你能买得起吗？买不起就别瞎逛，衣服也别乱碰，弄脏弄坏了可不是你能买得起的。程梦萍这话刚说完，百货大楼的售货员看着苏安的眼神就带着有些打量和不满。程同学，你对我有这么了解吗？你怎么就知道我买不起了？这是瞧不起谁呢？被苏安对了之后，程梦萍的脸色难看了一瞬。苏同学，你别嘴硬了，不是我瞧不起你，是你确实买不起这里的衣服。你家的条件谁不知道啊？而且以前你不就是捡你弟妹不要的衣服穿吗？就你这样的条件，怎么可能买得起新衣服啊？同志，如果你买不起我们的衣服，就请你不要乱看乱摸，我们这边衣服摸坏了得赔偿负责的。售货员话落，程梦萍便洋洋得意地看向苏安，苏安也不废话，直接掏出几沓大团结。这下不仅程梦萍惊呆了，就连售货员也惊呆了。苏安怎么会有这么多钱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现在知道我到底能不能买得起了吧？此时售货员和刚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。同志，你随便看，随便选。苏同学，依着你家那样的条件，你怎么可能弄到这么多钱？这钱是从哪里弄来的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的钱哪里弄来的？凭什么还需要向你交代？既然你不愿意说，那肯定不是靠这名路弄到的钱。我现在合理怀疑这些钱都是偷来的，或者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弄来的。苏安听到程梦萍对自己的造谣，顿时就火了，直接上去赏他一记耳光，打得程梦萍很是猛。苏安，你个贱人，你个骚货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听到程梦萍还辱骂自己，苏安上去又是抽了一记耳光。程同学，看来你还是不知道管住自己的嘴，你要是再管不住，我不介意给你多来几个耳光，反正我有力气。被苏安抽了之后，程梦萍老实了。好啊，你个苏安，你给我等着，你打了我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说完，程梦萍就赶紧跑走，生怕被苏安给追上了。切，怂货一个！然而就在苏安买完东西从百货大楼走出来时，就看到程梦萍带着几个公安来找他。公安同志，就是那个女人对我动手的。同志，有人报案，你涉嫌寻衅滋事，故意伤害、殴打他人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寻衅滋事，公安同志，你们搞错对象了吧？
先挑起事的人是这位程梦萍同志，可不是我。他先造谣我没钱买不起百货大楼的东西，等着拿出钱了又造谣我的钱来路不干净。如果不是他挑事在先，我也不会对他动手的。还有，我记得咱们华国的法律中，故意伤害得达到轻伤以上才能认定，我只是给了他2个耳光子，根本就达不到轻伤的标准。苏安虽然说的有理有据，可惜这些人的领导和程梦萍的母亲认识。你别说这么多，这一次你就是涉嫌故意伤害，快跟我们回去。小样，还想跟我斗？看我这下不给你安个故意伤害的罪名，让你进去待上几年。苏安见程梦萍得意洋洋的模样，就知道这其中的猫腻了。我可是守法的好公民，既然几位同志这么说，那我就配合调查，先去局子一趟。随后苏安跟着几位公安乖巧的到了局子里，他刚进去就被审问调查。苏安自然咬定自己没有寻衅滋事。程梦萍同志到时候会出一个验伤报告，到底是不是构成轻伤，还得等到医院那边做出来诊断，不是你说的算。苏安一听这话，便知道这中间肯定又得有猫腻了。那公安同志，我突然来了你们这里回不了家，至少得和家里人通知一声吧，不然他们不知道我去哪，肯定会担心我的情况。对于苏安的要求，公安这边也答应了。而苏安不是真的打给家人，而是打给了陆振廷。安安，你现在在哪里呢？我去找你。在京市 B 区公安局。啊，你怎么在那呀？苏安简单的说明了一下情况。陆振廷听完之后立马捏紧了拳头。安安，你等着，我立马安排人来带你出去。好。很快这边的领导就收到了上层打来的电话，指定让他赶紧放了苏安。这个领导的额头上直冒冷汗，害怕被处罚，便打算亲自去放人。此时的苏安还悠哉悠哉的翘着2郎腿，和其他被拘留的人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我说小同志，你咋那么悠闲啊？简直和来玩的一样。我又没惹事，肯定可以出去的，所以我为什么要紧张？小同志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既然被关进来了，多半出不去，你也别太乐观了。是吗？我觉得我很快就能出去。你这也太自信了。这人刚说完，就见到几个公安过来，带头的还是这边的领导。江局长马上安排人给苏安开门，随后满脸笑容道：苏同志你好，这件事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你够不上故意伤害的罪名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这件事是我们这边没有调查清楚，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歉。你放心，回头我一定会好好教育手下的人。刚才还和苏安说话的年轻人见状直接傻眼了。我弟娘嘞，这个小丫头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只是想去百货大楼买件衣服，没想到却被新经理冤枉入狱。然而当我打了一个电话之后，局长也得亲自来放我出去。我暂时不想出去，这里面其实待着也挺舒服的。江局长听到这话，额头顿时直冒冷汗。苏同志，为什么呀？既然你构不成故意伤害，你就没有待在这的必要了。这环境多不好啊！你说是不是？你还是早点出来的好。可是我还要等着我对象呢，等他来接我了，我再出来。江局长哪里不知道苏安是故意拷打自己，索性又放低了姿态。这样吧，苏同志，你要在咱们局子里等人没关系啊，但是可以去外面坐，外面的凳子舒服，咱们去外面慢慢等吧。您看怎么样？苏安犹豫了一下后，最终点头。那行吧，就按照你们说的，我去外面慢慢等。说着，苏安才起身，慢悠悠的出了拘留的房间。江局长见状，顿时松了口气。很快，苏安就被请到了局长的办公室。之前程梦萍同志造谣污蔑我，本来我都不打算和他计较了，但是既然闹出了这一出，那我也要报公安，希望你们秉公处理，针对他对我个人的造谣污蔑行为做出处置。好，我们立马通知那位程梦萍同志，针对他造谣污蔑你个人名誉的行为，我们让他给你道歉。江局长很快就喊来了程梦萍，他还以为是局长把苏安处置的事情下去了，没想到居然是让他给苏安道歉的事情。江叔叔，他打了我就是伤害了我，为什么不用被关进去？你这伤根本构不成故意伤害，根据你的报案情况，算是诬赖陷害这位苏安同志。现在你赶紧给人道歉。江局长说着还给了程梦萍眼神暗示，这下他想不道歉都难了。苏同学，真的对不起，是我弄错了，我不该那么说你的，你原谅我吧。苏安知道程梦萍不是真心道歉，现在就暂且先放过他，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就完了。我这人大方，不愿意和人计较，既然程同学都道歉了，那么这次的事情就算了。不过嘛，希望你以后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可别再乱说话了。你下次要是再乱说话，我可就没这么容易原谅了。程梦萍听到苏安这番话，脸直接绿了。这个贱人不就是因为攀上了有钱有势的人吗？还真好意思呢，年纪轻轻就不检点。这时陆振廷急匆匆的打来这边，当见到苏安好好的出现在他的眼前，陆振廷才松了口气。安安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没对你动手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陆振廷说着就带苏安离开，至于剩下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就这么罢休的。眼看苏安攀上的不是老男人，程梦萍便急了。苏同学等等，有事？程梦萍看了一眼陆振廷问道。这位同志和你什么关系？苏安本想说关你屁事，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便笑着冲程梦萍道，这位是我对象陆振廷。果不其然，在苏安说完这句话之后，程梦萍的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为什么苏安这个贱人为什么这么好命，竟然真的找到了一个这样优秀的对象？对上程梦萍嫉妒的快要扭曲的脸，苏安心情很是不错，随后便和陆振廷一起离开了局子。看着苏安离去的背影，程梦萍嫉妒到指甲都快掐进了肉里。此时他还不知道他家很快就大难临头了。等两人出去之后，他们很默契的分头行动。陆振廷这边让人调查一下程家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，一个程父被查出贪污，程母则是利用职权徇私舞弊。而苏安这边，晚上他偷偷溜进程梦萍的房间，然后狠狠的暴揍了一顿，把他打成了猪头三，一家人在一起哭泣。这下他们算是踢到了铁板了。
次日，苏安和陆振廷也聚在一起。安安，有一件事我想问问你的意见。你说吧。这一次你帮助我们特战队完美完成了任务，所以我们领导看中了你的实力，很希望你这样的人才能被我们队伍吸纳。所以我的领导让我问问你的意见如何？苏安想了想，然后直接拒绝了这个邀请。不考虑。陆振廷见苏安这样毫不犹豫地拒绝了，有些小小的失落。陆振廷，你是不是想让我加入特战队？安安，我想着你若是加入了特战队的话，咱们要是有任务可以一起出，这样就不用分开了。不过你不想加入也没关系，等我有假期了，我就会去找你。其实你不加入也是好事，不管怎么样，出任务总归会有危险的，你在生产队至少是安全的。我想了想，不知道这样行不行。我不加入你们特战队是因为我不想被束缚，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些棘手的任务时，你可以喊上我，或者类似这一次的任务，先通知我一声，我可以选择参加不参加。陆振廷听到愣了一下，因为这种操作他也是第一次见，但是想了想，苏安这样的人才或者真的可以。好，这件事我会和上面的领导反映一下，问问他们能不能同意。说完这件事，陆振廷还有一件事情要说。安安，我这2天还有点事情处理，等这忙完了就能休假了。等我陪你回雨头村生产队之前，你能不能去见一见我爸妈？如果你觉得为难的话，就不用勉强答应。好，到时候我去跟着你见见父母。陆振廷没想到苏安竟然直接同意了，心里不知道有多开心。太好了，安安，过2天我就安排你们见面。陆振廷陪了苏安一会，就将他送去了招待所，然后自己就回去处理一些事情。隔天一早，苏安吃过早饭，打算去逛逛，就突然听到了有人急切喊道：“哎呦喂，抢钱啦！抢钱啦！有人抢我的东西了！”当过富婆的都知道，只要你出门带的钱比较多，肯定就会被小偷给盯上。发现钱被偷了之后，富婆马上呼喊：“哎呦喂，抢钱了！抢钱了！有人抢我的东西了！”此时苏安看到这一幕，作为时代优秀青年的他肯定会出手，而小偷还以为自己逃脱了，下一秒苏安直接挡在了他面前。东西放下！小偷看到挡住自己的人是一个小丫头骗子，顿时有些不屑：“你给我让开，不然可不要怪我对你动手。”是吗？那你可以试一试，看看你到底能不能伤得了我。见苏安如此狂妄，小偷直接从衣服里掏出一把匕首。我再说一遍，你让不让开？看到他拿出匕首，周围不少人都被吓了一大跳，而且富婆也同样吓得不轻。小同志，你别拦着他，东西抢就让抢了吧，你不能让自己受伤了。而苏安却不为所动，小偷见他不让开就着急了，直接拿着手中的匕首朝着苏安的方向刺了过去。不要，小同志你快跑！周围看热闹的人同样都跟着揪心。然而就在小偷快刺过来时，苏安直接一脚把他手中的匕首给踢飞，接着又上去对着他一顿输出，把小偷打到趴在地上哭泣。我的个狼嘞，这还是女人吗？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不好意思，俺是耕田地。好好喝，小同志你真的太厉害了，这么容易就收拾了这个小偷。是呀，估计兵哥哥都没你这样的好身手，看你收拾小偷真的太爽了。这时富婆也来到苏安旁边，小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。方才我看到小偷对你动刀子，我差点没担心死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轻松就将这人给制服了。苏安将从小偷手里抢来的包递给了这个富婆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我只是顺手帮个忙而已，不用谢。接着苏安就从空间拿出一捆绳子，然后给小偷绑上。这个小偷我已经制服了，这回我还有别的事情，不知道谁能帮着送公安一下。我送去吧，这回我刚好没事，可以将小偷送公安去。我也有时间，我也不怕跑一趟。小同志，你和我说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家住在哪儿？回头我还得给你送感谢呢。不用了，大姐，我说了，这事对我而言就是举手之劳，您真的不用放在心上，我不需要任何感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说完，苏安就离开。富婆见状，见他坚决不用感谢，只好作罢。不过他心中却感慨着，这位小同志的思想觉悟真的太高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和苏安的缘分还没结束。第二天一早，陆振廷就带着苏安来到他的家。此时因为提前打过招呼，陆家的人已经在等着他们了。爸妈，你们快看，大嫂来了！大嫂长得好漂亮，简直和天上的仙女一样。大哥不知道哪里来的狗屎运，找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对象。然而两人越走越近时，陆母陈雪看到苏安直接懵了。这不是帮我抓小偷的那个姑娘吗？苏安也看到了陈雪的那一刻，也有些懵。这不是我帮着抓小偷抢回东西那个富婆吗？怎么出现在陆振廷家？难不成是陆振廷他妈？大姐是你啊！听到两人同时开口询问对方，陆家其他人都有些懵。妈，安安，难道你们认识？陈雪知道自己儿子带回来的对象是帮着自己抓小偷的姑娘，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些。认识，怎么不认识呢？振廷，你这个对象可是一个女英雄啊！你不知道昨天早上妈上街的时候，有一个小偷抢走了妈的东西，要不是你对象挺身而出的话，妈的东西就得被抢走了。她就是你昨天说的身手非常好还热心的小姑娘。对，就是她。没想到她和咱家这么有缘分，就是振廷的对象。小姑呢，咱们可真是有缘分啊！是啊，阿姨，我们是挺有缘分的。随后几人一起进了屋子。苏安和陆父陆母聊得非常火热，期间苏安也说出了自己的家庭情况。陆父听后非常生气，直接拍了一下桌子：“你干啥呢？别吓到了安安了。”此时的陆父才意识到自己有点失态了。安安，叔叔没吓到你吧？叔叔方才就是听你说你父母做的那么过分，实在太气愤了。叔叔，我没事，我没被吓到。安安，你现在是振廷的对象，往后就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，这就是你的家。你放心，有叔叔和阿姨在，绝对不会委屈了你。妈，安安现在下乡了。啥？
下乡了，乡下的日子多苦啊！安安怎么选择下乡了？陆阿姨，我觉得下乡挺好的，我在乡下过得可比城里好多了。妈，安安说的没错，以她的本事，去到哪里过得都不差。要不是安安，您那个宝贝闺女在乡下可没现在过得这么滋润。接着陆振廷又把乡下的情况大概又提了一下，陆家人才明白过来。接下来他们又聊了一阵子，对于这一次的登门拜访，苏安对陆家人的印象很是不错，陆父陆母更是非常满意。到了下午，陆振廷就送苏安回去招待所，等他前脚刚走，后脚沈孝成就找上门来。沈同志，你怎么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找你确实有事，咱们要不坐下来聊？随后两人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。苏同志，这是我对你的调查资料，你看看。苏安接过资料看了之后，脸色顿时沉下来。沈同志，你调查我？苏同志，我不是故意调查你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原本有个妹妹，她是我们沈家一直捧着长大的女娃娃，可是不久之前我们家发现这个孩子是被换掉的，而我自己的亲妹妹不知所踪。上次我见到你就有一种熟悉感，我觉得你可能是我们沈家的孩子，所以我才调查你的。资料上你也看到了，你并不是苏国华和陈爱梅的孩子，而你的年纪、被抱养的时间都和我妹妹换走的时间差不多，所以我怀疑你可能是我们家丢失的孩子。听到沈孝成这些话，苏安眉头皱紧，难怪我第一次见他时也有一种熟悉感，原来他就是沈家人。女人从小就被调换，来到了一个天天要挨打的家庭，父母把她的利用价值压榨完后，还随便卖给一个老官夫，导致她被家暴致死。如今重生回来原生家庭的哥哥却要劝她回家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和沈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不管我是不是沈家的孩子，我并不想认回去，所以亲子鉴定这件事就算了。被苏安拒绝后，沈孝成愣了一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为什么我要认回沈家呢？我从未接触过你们，就算我是沈家的孩子，我对你们也没有任何感情。如果你是我们沈家的孩子，之前确实从未和我们接触过，可是以后咱们可以好好培养感情的。等你回了沈家，依着我们沈家的条件，可以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听到他这样说，苏安忍不住笑出声。感情是从小培养的，现在可培养不出来了。我现在靠着自己也能过得很好，不需要借助你们沈家。沈同志，如果你今天是来和我说这些的，那么我就可以明确告诉你了，不管我是不是沈家的孩子，我都不会认回去的。没别的事情，我就先回去了，我需要休息，没时间陪你。苏安说着直接起身回了招待所。沈孝成看着苏安离开的背影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行，一定要妹妹回来。隔天陆振廷和苏安出去吃饭回来，沈孝成再次找了过来。沈同志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陆振廷此时已经把他当成自己的情敌。我是来找苏同志的。你找我对象做什么？沈孝成没回答陆振廷，而是冲着苏安道：苏同志，我真的很希望你能配合我做一个鉴定。如果你是我的妹妹，爸爸妈妈还有沈家其他人都很想见到你，因为想念你妈妈都已经思念成疾了。要是你能回家，妈妈的身体肯定能好起来。我知道这些年你在外面吃了不少苦，但是当初真的不是爸妈故意将你弄丢的。如果你真是我的妹妹回了沈家，我们一定会弥补你这些年来受到的委屈。沈同志，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不会配合鉴定，也没兴趣认祖归宗，希望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一旁的陆振廷听到两人的话有些懵，而沈孝成看到苏安依旧是这样的态度后，心继续往下沉了沉。沈同志，我最后提醒你一次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，不然我不保证自己会不会对你动手。听到没，沈同志，我对象让你快走，也别逼着我对你动手。好，我现在就走。沈孝成知道这件事情还得慢慢来，要是继续步步紧逼的话，只会让苏安更反感。等苏安和陆振廷回到招待所后，陆振廷才好奇问道：安安，那个沈孝成是不是调查到什么，说你有可能是他们沈家丢失的孩子？对，那个沈孝成知道我不是苏家亲生的，按照时间推断，很有可能是沈家丢失的孩子。陆振廷在知道这件事之后，心里多少有些震惊。安安，既然你不愿意认他们，那就不认，我支持你。苏安没想到陆振廷会这么说，谢谢你的支持。我是你对象，自然得站在你这边，支持你做任何事情。对了，安安，之前咱们生产队下乡来的沈如意就是沈家养大的孩子，应该是他代替你的身份被发现了，所以被沈家赶出去了，然后就下了乡，恰好去了雨头村生产队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苏安不由一愣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巧的事情。不过他现在已经不在意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和郭缪一起出发前去坐火车回雨头村，而另一边的沈孝成为了让苏安回家，特意找到了自己的五弟沈孝奇。四哥，你说啥？咱们妹妹找到了。对，不过还不确定，我只能说很大可能是我们沈家的孩子。他说着还拿着苏安的资料给沈孝奇看了一下。当沈孝奇看到苏安的照片后，便激动道：四哥，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们家妹妹，她长得也很像我们沈家人。我也是这样觉得的，不过她不愿意配合做亲子鉴定，也不愿意认回我们沈家。爸，为什么呀？咱们沈家条件这么好，等她回来，咱们也会对她好的。她认回沈家不好吗？可能是埋怨咱们当初让她流落在外吃了不少苦吧。我试图劝过2次都没用，所以我希望你能下乡去照应她，同时也向她表明我们沈家人都很关心她，在乎她。沈孝奇听到四哥的话后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乡的事情。好，四哥，那我下乡吧。等去了小妹那边，我一定会好好照应她的。那行，你这边尽快准备，明天就有一批去辽省清水县下乡的知青，我安排你一道过去。对了，这件事你谁也别告诉，暂时只有咱们2个人知道，我担心知道的人越多越容易说漏嘴。你也知道
照我妈现在的情况，她可受不了一丁点的打击。我知道的，二婶的情况确实不太好。两人商量好了后，沈孝奇回家便借口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，没有告知沈家人任何自己下乡的真实原因。很快他就被分到了清水县，同行的还有一男一女。沈孝奇、黄月康、席香琴，你们3个跟着我。新来的3个知青听到了王卫华的招呼，都朝着他这边走了过来。叔，您好。王卫华也冲沈孝奇点头示意，随后介绍道：“我叫王卫华，是雨头村生产队的大队长，你们跟着我走就可以了。”就在等新来的知青之前，苏安3人也来到了清水县，打算坐大队长的牛车一起回去。当沈孝奇看到苏安那一刻，顿时就激动起来。见他盯着苏安，席香琴一股醋味便涌了上来。因为在下乡的路上，他就看上了沈孝奇，还打算以后要和他处对象呢。但是现在却被苏安给迷住了，便阴阳怪气起来。哎呦，这哪里来的资本大小姐啊？打扮这么招摇，不知道还以为是出来专门勾男人的呢。我只是站在牛车旁边等人，却无缘无故被一个新妓女诋毁。这是哪来的资本大小姐啊？打扮的这么招摇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出来专门勾男人呢。他这话一出，沈孝奇立马就怒了。席知青，你脑子有病吧？如果脑子有病的话，就赶紧去治，别在这边胡言乱语。而苏安听到后，自然不是骂他这么简单，直接过去赏了他一记耳光。你竟然敢打我！打你又怎么了？难道打你还得挑日子不成？让你瞎逼逼，既然管不住嘴，那就不要怪我抽你。我不仅这一次打你了，下一次见到你瞎编排，我还要打你。自己长得丑见不得美，心里就不痛快是吧？不过你心里再不痛快也没用，就你这张脸肯定没救了。有光棍愿意要你，你都庆幸吧？正常人谁敢娶你啊？晚上看到你这张脸，还不得被吓个半死？席香琴哪里想到苏安不仅打了自己一巴掌，还骂得这么难听。你打我就算了，还骂我丑，我和你拼了！他说着就朝着苏安冲了过去，打算用手指甲把苏安的脸给挠花。结果还没等他靠近，就被苏安一脚踹倒在地上，疼了好一会后才起身找大队长告状。大队长，您亲眼看到了，这位同志竟然这样伤害我，我可是下乡的知青，是建设和支援农村的，你可不能让人欺负了我们。哪知王卫华就像是看二傻子一样看着席香琴。席知青，既然你是来建设农村的，那就请你老实本分一些，别整天挑事破坏我们农村的团结。这件事是你的不对，要不是你先挑事，人家至于对你动手吗？你还好意思告状？我没让你反省都不错了。席香琴没想到大队长居然不帮自己，顿时脸色更难看了一些。见自己的妹妹没吃亏，沈孝奇也跟着高兴起来。但是陆振廷和郭缪看他一直盯着苏安，就有些不乐意了。你看我安姐干嘛？没见过美女啊？沈孝奇听后才回过神来，这位同志就是苏安吧？你认识我？妹妹，我是你五哥沈孝奇啊。听到他的介绍，苏安顿时感觉很无语。沈家人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好不容易打发走一个沈孝臣，现在又来一个沈孝奇，你别乱说，你姓沈，我姓苏，我可不是你妹妹。你要是乱攀亲戚乱说话，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沈孝奇见苏安的态度这么冷淡，心中多少有些失落，不过倒是没有生气。好，我不乱攀关系，以后肯定不会乱说了。王卫华见闹剧可算结束了，便催着几个新来的知青道：行了，你们都赶紧上车吧，咱们早点回到生产队。然而席香琴看到牛车之后，却十分嫌弃，这么破这么脏的车怎么能坐啊？万一弄脏了我的衣服咋办？这才哪儿跟哪儿啊？等你下乡了，过2天就得和我们一起插秧呢。田地那么多的泥巴，你要是这样嫌弃的话，你就趁早哪里来回哪里去吧。大队长，你将他退回知青办吧，这样娇滴滴的知青，咱们生产队可要不起。其实王卫华也想退，但是知青办可不愿意要。席知青，你要是嫌弃牛车脏破的话，那你可以不做，没人逼着你做。现在你就直接从县城走回去吧。王卫华说完，不再搭理席香琴，而是招呼着大爷。王大爷，咱们走吧。赶牛车的大爷便赶着牛车往雨头生产队的方向走去。席香琴见状直接傻眼了，虽然不用坐破旧的牛车了，但是眼下他只能跟着牛车后面走。结果还没走多久的路，他就开始受不了了。大队长，我的腿脚受不住了，我还是坐车吧。王卫华见他主动提出来要坐车，便停了下来，还是让他坐上了牛车。1个小时后，他们就到了生产队。苏安他们先回去吃饭，而王卫华就带着新来的知青去预支粮食，跟之前的一样，给他们都是粗粮。大队长，请问我自己能花钱买点粮食吗？我想买点细粮。见沈孝奇自己说花钱买，王卫华当然没啥意见。可以，你要多少细粮？大队长，你先给我来30斤大米和20斤白面吧。他说完就掏出一沓钱来，全都是一张张大团结，估计也有1000来块。在场的几人见状直接惊呆了。看来我得加把劲了，只要能够搭上沈孝奇，我在乡下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那个大队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没零钱，要不我给你拿10块钱，您给我找零吧。不用，你给我10块钱，我也没钱给你找零，这钱你先赊欠着，等你有零钱了再拿给我吧。那好，就按照您说的，等我有钱了拿给您。等3位新知青领完粮食之后，王卫华便带着他们去了知青点。建筑的不是小洋楼，席香琴又有话说了。大队长，你就让我们住这样的房子吗？这可怎么住人啊？王卫华早就看不惯他了，
听到还这样抱怨后，便直接没好脾气对了句：愿意住就住，不愿意住的话就滚。我们乡下就这样的条件，让你们来建设农村的，可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。有地方给你住就不错了，你还嫌东嫌西，就你这样的思想，还怎么帮着农村进步？被王卫华对了之后，席香琴的脸色顿时涨红，而大队长把3人交接给知青点队长陈平后就离开。等他走远后，席香琴才敢抱怨起来：我们这些乡下的知青是来支援农村建设的，他凭啥这样的对待咱们啊？这位知青，这种话你要慎言。既然下乡了，往后咱们都听大队长的，得罪了大队长对咱们没好处。席香琴万万没想到，连知青们都不帮着自己说话。隔天，沈孝奇去找王卫华，因为他听说了苏安是在外面住的，所以他也想建房子。沈知青，你来有什么事情吗？大队长，我这初来乍到，对这边的情况不了解，往后我肯定有很多的地方指着大队长帮忙。这点东西是我的小小心意，希望您能收下，往后对我稍稍照应点。王卫华知道他的来意后，便收下了这些东西。行，那这些我收下了。只要你在乡下好好干，能关照的地方我肯定多多关照你的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不合规矩的地方我也不能关照，毕竟咱们生产队有自己的规矩。好，谢谢大队长。还有，我有件事情麻烦您，不知道可不可以？你先说说看，如果能帮得上的地方我才能帮，但超出了我范围之内的我也无能为力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在生产队盖一处房子，单独搬出来住，不知道行不行？听到沈孝奇的要求，王卫华倒是没什么奇怪的，因为他有的是钱。行啊，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和你说清楚了，你如果要在生产队盖房子的话，等你回城时，那房子得作为公共资产留给生产队的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不知道盖房的地皮我能不能自己选一选？王卫华点头，可以。你想选哪一块地皮？王卫华说着拿出一块生产队的地图出来给沈孝奇看，然而他并没有看，而是直接道：大队长，苏知青家旁边还有地皮没？有啊，你想房子盖在苏知青旁边？对啊，大队长，我们都是下乡的知青，比较好交流沟通些，住在一起多少能有个照应。王卫华听到他的解释，觉得也有道理。那就这块地吧，和苏知青家离得最近。男人第一次下乡，就担心自己的妹妹会累着。苏知青，我来帮你挖地吧，这么辛苦的活，你一个女娃娃哪里能做？沈孝奇说着上前就准备去抢苏安手里的锄头，然而苏安却后退了一步。一旁的孙欣欣和陆婉婷见状很是莫名其妙。你谁啊？我嫂子可不需要你帮忙。听到他的话，沈孝奇愣了一下。你又是谁啊？苏知青怎么就成了你嫂子了？关你什么事？安安是我哥对象，可不就是我嫂子吗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样的条件比我哥差远了。我警告你别打我嫂子的主意。陆婉婷说完，沈孝奇直接黑脸。完了，妹妹居然被猪拱了，都怪我，要是早点知道妹妹的存在就好了。指不定还能阻止这件事。你哥又是谁？能配得上苏知青吗？他可不是阿猫阿狗能配得上的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哥反正比你强，比你帅，比你厉害。见两人都快要动手了，苏安便马上阻拦。行了，你们别吵了。沈知青，我不需要你的帮忙，请你离我远点。听懂人话了没？我嫂子说了，让你滚远点，别厚脸皮往我嫂子跟前凑。沈孝奇见苏安冷冰冰着一张脸，便往后退了退。等他离远之后，苏安才开始干起活来。当沈孝奇看到自己妹妹干活的样子，就直接愣住了。一块地就被苏安3下5除2的挖完了。他本来还想帮助一下苏安的，但现在看来自己不帮到忙就已经不错了。三人干完活之后就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陆婉婷找到了他哥。哥，有件事我要提醒你。什么事情？有人想和你抢对象，你可别让人得手了。那个新来的沈知青今天还特意往我嫂子跟前凑，想给我嫂子献殷勤呢。陆振廷听到前半句的时候还一紧，但听到后半句就顿时感觉没啥了。是他呀，那就不用操心了。他不是来和我抢对象的。你确定不留心些？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轻敌的好。人家长得比你高，脸长得也比你不差多少。嫂子万一看上他了，就有你哭的。他可能是安安的亲人，你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是啊，嫂子的亲人。具体的我不能和你说，反正你记得可能是你嫂子的亲人就对了。这件事情你别往外说。听到这重磅的消息，陆婉婷有些消化不过来。不过他哥让他不往外说，就一定不会说出去的。隔天，苏安4人上山打猎回来，而席香琴正好看到这一幕，看着苏安他们手里的野味，他顿时就馋了。苏芷晴，这是你们打到的野味吗？看起来不错啊。不是我们打的，还能是你打的不成？想吃的话自己去山上打，别惦记着别人的。席香琴的心思被点破后，脸色顿时涨红。苏芷晴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打到了这么多的野味，分我们点怎么了？大家都是下乡的知青，你难道不知道发挥一下团结友爱的精神吗？这女人脑子里肯定进水了。做啥美梦呢？凭啥要分给你啊？想什么呢？脸皮真厚。见苏安不说话，席香琴便冲其他知青道：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都是下乡的知青，凭啥苏知青吃肉不能给咱们分一点？他有这么多的野味，自己一个人吃多自私啊！不知道发挥友爱互助的精神，说明他的思想觉悟有问题。要是我啊，宁愿把所有野味分出去，可不会留着给自己吃。老知青们见席香琴拉上了自己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。席知青，你可别拉上我们，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你想吃是你的事情，我们可没说。野味是人家苏知青他们打到的，没有白送给我们的道理。这女人有病吧？还拉上我们，看来她是不知道苏安的厉害，等被打了几次就知道了。就是席知青，你自己想吃别带上我们一起，我们可不这样认为的。人家苏知青能打到猎物是自己的本事，你想吃自己上山打去，人家凭啥白送给你？
都多大的年纪了，整天还不知道清醒点，做啥美梦呢？席香琴怎么也没想到这些老知青一点都不帮自己，但是看到苏安手里拎着的野味，还是有些不甘心。我不就是要点野味吗？苏知青既然有这么多，为啥不能给我们分点？再说他也是老知青了，照顾一下新来的知青，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我看他就是太小气了。苏安见席香琴依旧这样，也不再和他客气，直接上前对着他脸上抽了一个耳光。给你脸了是吧？还惦记着我的东西，你再给我比比赖赖的，我继续抽你。老知青见他挨了耳光一点都不意外，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。非要去招惹苏安，这下好了吧，老实了吧？苏知青你怎么打人啊？别欺人太甚了，会打点野味厉害什么？要不是靠着男人，你怎么可能自己能打到？我看你就是故意拿出来炫耀的，显摆自己有肉吃别人没有。像你这种思想觉悟就不配当知青。见他继续叨叨个不停，苏安也不惯着他，上去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。席香琴最后被打得鼻青脸肿，周围也没一个人站出来愿意帮他。陈平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冲着他警告道：席知青，请你不要再惹事了。昨天大队长让你做检讨，你是不是还没好好反省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惹恼了大队长，你在生产队这边是待不下去了，只能送去农场改造，到时候过的什么样子的日子你该清楚。席香琴听到这话才被吓到，便捂着脸哭哭啼啼地跑开。这新来的席知青是不是脑子有坑啊？多半是脑子有坑的，我还以为沈如意够奇葩的了，没想到来了一个更奇葩的。没事，下回他敢来招惹，咱们就继续抽他。女人为了能攀上傅公子，就偷偷的在人家的水杯里面下药。傅公子在不知情况下把那杯水全部喝了进去，很快药物的效果就发挥出来。当意识到自己被下药了，沈孝奇马上跑了出去，席香琴见状也跟了上去。只要今天晚上跟沈孝奇在一起，以后的日子就不用愁了。然而沈孝奇却直接跑去苏安那里，看见沈孝奇这个样子，苏安很是迷惑。苏知青，我被人下了药，你帮帮我，我这是遇到了神经病吗？听完沈孝奇的话，苏安便看到了追过来的席香琴，马上就明白了什么，于是他就马上让沈孝奇进去。席香琴看到苏安关上了门，顿时就急了：苏安，你赶紧开门！你要是不想蹲局子，就给我住手，不然就冲你给沈知青下药这种事，让你进去吃牢饭都不为过。席香琴听到苏安的警告之后，马上就不敢砸门了。此时陆婉婷和孙欣欣都听到了动静，走出来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别靠近他，他是被席知青那个沙比下药了。苏安说着就先进了自己的屋子，等他出来的时候，手里端着一杯灵泉水，把这药吃了就好了。等沈孝奇吃完药之后，燥热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。你好了没？好了就赶紧滚吧。见苏安对自己还是嫌弃，沈孝奇有些忧伤。苏知青，谢谢你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肯定就被席香琴那个女人得逞了。沈知青，你以后可长点心吧，对女人多提防些，下回再遇到这种事，我可不会管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沈孝奇离开苏安家时，没想到席香琴就在外面守着。沈知青，你出来了。干，你咋还不滚？等着席香琴靠近他之后，沈孝奇直接对着他踹了一脚过去，席香琴直接摔在地上，疼得嗷嗷叫。沈孝奇见状，则马上跑回自己家锁好门。苏安三人怎么也没想到这大半夜还能看到这一出。我觉得这个沈知青也怪可怜的，还好咱们住隔壁，不然这一次真可能被席知青给睡了。要我说，那个席知青脑子铁定有点毛病，确实有毛病，而且还是病得不轻。隔天苏安就收到了陆振廷发来的电报，原来之前孙欣欣的父母之所以被下放了，是因为被他姨妈给举报了。孙欣欣知道后很是担心，而苏安也看出了他的心思。欣欣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你爸妈？我是很想看我爸妈，但是我直接过去那边只怕不容易，我还是先写信和他们联系上吧，等回头再看看怎么帮助他们。你要是想亲自去看望的话，剩下的事情我可以给你安排，也可以亲自陪你去一趟。你和他们写信的话，你父母只怕都是报喜不报忧，最好能亲自看望一下的好。听到苏安的建议，孙欣欣又觉得有道理。眼看两个都出去了，陆婉婷自己在家可不行，就提出和他们一起。这苏安当然没有意见，不过我们3个人一起请假出去恐怕也不一定行。要是我们在请假前为大队做点贡献，到时候也能堵住其他队员和知青们的嘴。说完，苏安就去弄了点材料回来，打算组装一台抽水泵。因为现在生产队用的抽水工具基本上都是龙骨水车或者手摇抽水机，需要浪费人力不说，而且效率还比较低。但有了抽水泵的话就不一样了。果然，当苏安拿着抽水泵给王卫华时，王卫华立马高兴起来。见此，苏安也提出请假的事情，王卫华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很快3人就来到了火车站等车。苏安本想去买个东西，结果却听到了2个男人在嘀咕道：你看见了没？那3个年轻的女同志都是极品货色啊！咱们今天要是拐到手了，肯定能卖出一个好价格。等会让徐姐找机会和他们搭话，攀上关系，争取能将几个牛迷晕了，到时候咱们好下手啊！等会我就去和徐姐说一声，这一票敢成我们就发了。看来是遇到人贩子，敢打老娘的主意，看我怎么弄你们！人贩子每次拐卖人口时都会先给别人吃肉包子，要知道这种美食在吃不饱的年代谁也抗拒不了。等他们吃下包子之后，就意味着人贩子得手了。而今天人贩子又看上了苏安他们，想要把他们拿下。人贩子知道得先混手眼。3位小同志，你们长得可真好看啊！这是要去哪呢？下乡还是探亲去？听到徐姐的询问，还不等陆婉婷和孙欣欣开口，
苏安直接对了一句：“这位大姐，你是不是多管闲事了？我们去哪和你有关系吗？”徐姐被对了之后，脸上很是尴尬。小同志，你别误会，我就顺口问问，这路上太无聊了，大姐就是想找人聊聊天。我妈和我说了，路上不要随便和人乱搭话，万一遇上了人贩子呢？哎呦，小同志，你这话说的就严重了。你看大姐像是坏人吗？怎么可能是人贩子？大姐就是和你唠嗑唠嗑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呢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谁知道你是啥样的人呢？听到苏安这话，徐姐尴尬的笑了笑。这小丫头的防备心也太重了吧，看来还得从长计议。她不知道的是，苏安早就知道她是人贩子了。而孙欣欣和陆婉婷看到苏安对这女人丝毫不客气，便知道肯定有猫腻。很快火车停了下来，接着一个女知青来到他们这里，见自己坐的位置不是靠窗，她便直接冲苏安道：“同志，我想坐靠窗的位置，你让给我吧。”这话一出，苏安三人都无语了，没想到还有脸这么大的女人。不方便，我也想坐靠窗的位置，你和别人换吧。被苏安果断的拒绝之后，这个女知青的脸色不是很好看，倒是徐姐直接起身冲她道：“小同志，你坐我的位置吧，我的位置靠窗。”好的，大姐，谢谢你，你可真是好人，不像有的人小气巴拉的，换个位置都不愿意。你什么意思？人家不愿意给你换位置就是小气了？你脸真够大的，脸皮也够厚的，出门在外谁有义务惯着你？是不是把自己当成资本家大小姐呢？听到这话的楚梅直接脸都绿了。你别胡说八道，我才不是资本大小姐，我家8辈子往上都是贫农，但我爸这一代进城的，我家跟着苗红。不是资本大小姐，你咋这么矫情？不靠窗的位置坐着要死人呢，非得让人给你换啊？听到这话的楚梅虽然脸色不好看，但也不敢对陆婉婷了。就这样，火车行驶了20分钟后，期间徐姐还是不死心和苏安他们搭话，但是苏安还是不理她。楚梅见状就有话说了：“有些人可真没礼貌，别人搭话呢竟然爱搭不理的，真不知道高冷给谁看的呢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似的。”苏安本想懒得理这个蠢女人的，可是她3番2次的在作死上横跳，便没啥好脾气了。有些人最好将自己的嘴巴管住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回头我要是动手了，可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没事，这几位同志可能就是不愿意和陌生人说话，防备心比较重，不用怪他们。出门在外留个心也是好事。这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坏人啊？徐姐，我看你人和善的很，一点都不像是坏人的样子，分明就是个好人。见他这么说自己，徐姐笑了笑：“我确实不是什么坏人，不过世界上坏人也不少，出门留心点总不会错的。”徐姐，反正我相信世界上还是好人多，你肯定不是坏人。在听到了楚梅的这一番言辞之后，苏安看着这女人的眼神俨然和看智障一般。而徐姐打算使用自己的 B 计划，拿出了2个肉包子。她知道这东西现在的人都受不了这诱惑。结果苏安3人对她的包子丝毫不感兴趣。不过徐姐并不打算放弃诱惑，她先是冲楚梅道：“到了晚饭的时间了，我今天做了点肉包子带上了，小同志，我请你吃个肉包子吧。”徐姐，你说啥？你请我吃肉包子吗？这么金贵的肉包子哪能请我吃呢？没事，我觉得今天和你挺聊得来的，请你吃个肉包子又没什么啊，你就吃吧，别和我客气。姐，这饭盒里还有呢。哎呦姐，这咋好意思呢？楚梅嘴上说着不好意思，可是已经伸手去解肉包子了。苏安见她这样都无语了，真是个嘴馋的，就知道贪点小便宜，回头怎么被人卖的都不知道。等楚梅把那个包子吃完之后，徐姐就笑着冲苏安3人道：“几位小同志，你们也饿了吧？要不也吃点肉包子吧？”“不吃，不用，咱们又不认识，我为啥要吃你的东西？谁知道你有没有在里面下药呢？”这句话直接把徐姐给干沉默了，而楚梅却要打抱不平：“你怎么说话呢？徐姐是这样的人吗？人家好心请你吃肉包子，你不吃就算了，怎么能说出这样伤人的话来？”“对，希望等会你也能说出这种话，被别人卖了还替人家数钱。”见苏安这么说，徐姐便猜到他们可能识破了自己的身份，为保万一，她就不敢再闹腾下去了。毕竟已经有个冤种上钩了。没事没事，他们不知也没关系的。见徐姐当了和事佬，楚梅也没说什么了。很快车子又行驶了一会，在一个站台前停靠下来。而此时楚梅早就昏睡不醒了。这丫头一睡着就喊不醒了。大弟二弟，你们还不赶紧扶着小妹下车，可别做作站了。徐姐这么一招呼，立马就来了2个男人，然后扶着楚梅就打算下去。苏安本来不想管，毕竟楚梅这种人不值得他救，但是想了想，人贩子可不能放过，让他们走出去不知道还得祸害多少人，于是起身直接拦住他们。你们干啥呢？人家和你们不认识，你们想带他到哪里去？人贩子给女人一个包子吃，女人见状直接打掉。要知道在吃不饱的年代，这种糟蹋粮食的行为会被抓起来的。但是人贩子并没有生气，而是转身给另一个女人。他看见包子想都没想就接过手吃了起来，直到2分半后，女人已经昏迷不醒。人贩子见状就想带着她下车，苏安本来不想管的，但想了想决定还是出手。你们干啥呢？人家和你不认识，你们想带他到哪里去？徐姐没想到苏安还真敢站出来多管闲事，脸色就顿时沉下来。这是我妹子，我们认识。是吗？那就让乘务员过来调查调查，我怀疑你们是人贩子，在故意拐卖人口。我可以作证，你们才刚在车上认识的。是啊，我也能作证，明明你们是刚上车认识的，你怎么能带着他下车呢？你想做什么？你们是不是人贩子？
车厢里的其他乘客一听到人贩子，目光纷纷的朝着他们投了过来。徐姐见状很是气愤，要是被发现的话，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。你们别乱说，这就是我家妹子，我们才不是人贩子。我们到站得下车了，可没工夫和你们耽误时间。小丫头，你最好给我让开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说完，徐姐和两个男人都盯着苏安看，以为他会害怕，结果恰恰相反。那不行，让乘务员过来调查一下情况，也不浪费时间。万一你们真是人贩子呢？哪能让你们这样轻易的走了？小丫头，不该管的事情不要管，不然别怪我对你动手。哎呦，这是威胁上我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们不对劲，大家都别让这3个人逃了，他们极大可能是人贩子，必须让乘务员调查之后才能让他们离开。周围的乘客都不愿意放过人贩子，把路都给堵上。徐姐3人看见就慌了，而其中一个男人掏出一把刀子，冲周围的人威胁道：“赶紧给老子滚开，不然不要怪老子刀剑无眼。”看到人贩子手里有刀，不少乘客害怕了，把路给让了出来。安姐，这几个人贩子实在是太猖狂了，拐人就算了，现在还想着伤人，这种人可不能让他们逃了，不能给社会留祸害。小姑娘，算了，让他们走吧，你可别冲动，为了抓人贩子搭上自己。就是让路吧，他们就算是下车了，也不一定能逃走的。小姑娘，咱们可别伤到了自己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。听到乘客们的善意提醒，苏安却是不为所动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其中一个人贩子挥起刀子就朝着苏安冲了过去，周围的乘客看到这一幕，心都悬了起来。完了，这丫头恐怕要遭殃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只听到咔嚓一声，苏安直接将这个人贩子的手腕给折断了，因为疼痛，手中的刀也随之掉落在地上。剩下的一个男人见同伴被打，就也朝着苏安冲了过来，结果苏安上去就是一顿收拾，把徐姐也给收拾了一顿。乘警听到这边的动静，赶紧朝着这赶过来。等他们到了，苏安已经解决3头人贩子了。乘警在了解完情况之后，便感谢苏安出手。不用谢，学习雷锋好榜样，遇上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作为华国的老百姓，自然得为惩恶扬善出一份力。周围的乘客看到刚才苏安的身手，看着他的目光中都带着更多的欣赏和崇拜。这小丫头真厉害，年纪轻轻的就有这样的成就，真的了不起呀！至于楚梅，在乘务员的不断呼喊中，终于醒了。请问我这是怎么了？见他醒了，乘务员就把刚才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。听到徐姐是人贩子，楚梅顿时吓得脸色一变。同志，以后出门在外的，你一定要留个心眼，不能随便轻信别人了，更不能随便吃别人送的东西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一定会小心的。对了，这一次是你对面的苏安同志帮助了你，要不是他，你这一次肯定就已经被人贩子给带下车了。等会你回到自己的车厢，给人好好的道个谢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很快，在乘务员的陪同下，楚梅来到了苏安面前。其实苏安都懒得理他。同志，你赶紧给这位苏同志道个谢吧。楚梅见苏安拽的258万的样子，就觉得自己的嘴很难张开，可是乘务员催着他，楚梅只好道：苏同志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帮了我。谢我就不必了，只是有些人啊，出门的时候麻烦带一下脑子，别给别人制造麻烦。你怎么能骂人啊？乌安姐说错了没有？第一次见到你这种没脑子上赶着被人贩子拐的。楚梅被说得快要哭了，虽然这是事实，但她还是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的问题。你们别太过分了，我们救了你，你还说我们过分？我看有人不仅蠢，还狼心狗肺呢。是呀，人家毕竟救了你，说你几句你还矫情上了。做人要知道感恩啊，人家到底救了你，说你几句你就受着呗，有啥不给说的？人家说的还都是事实，我觉得不过分。这人果然狼心狗肺，这要是换做我估计都不愿意救了。见周围的乘客都纷纷指着自己，楚梅也不敢说啥了。就这样，火车继续行驶。在这家家吃野菜的年代，男人家却天天能吃肉，吃不完的就算是喂猪了也不给别人。原来男人是张家湾的大队长，只要村民找他帮忙没带钱的话，大队长鸟都不鸟，要是带钱了那还得看看给多少才会帮忙。而这天苏安3人以县里干部的名义来到张家湾，大队长见状很是疑惑。黄秘书，请问您这一次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这几人是县里农业统计局的工作人员，这一次来你们张家湾生产队统计一下你们这边的农业种植情况，可能需要在这边住上几天，你负责给他们安排接待一下。张家湾大队长听说是县里农业统计局的工作人员，看着苏安3人的眼神顿时就不一样了。好，黄秘书，我一定会安排好这件事。等黄秘书离开之后，大队长便笑着走到了苏安3人跟前，冲他们道：几位小同志，要是你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就住在我家吧。不用这么麻烦，大队部这边有没有空置的房子，随便给我们安排一间屋子就行。这怎么行？你们3人是县里安排过来的政府人员，我们大队可不能委屈了几位同志，还是住我家吧。大队没什么空置的房子，只有我家能挪出一间屋子给几位同志住。现在乡下的住房非常紧张，大多数人家都是一家好几口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的。苏安虽然不愿意住在人家的眼皮子底下，可是没其他的住处也没办法了。那行，那就麻烦大队长了。接着大队长就带着3人去自己家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大队长职位很快就要下岗了。只见他的妻子和儿子出来迎接他们。张正业看到苏安他们水灵灵，便忍不住流口水。邱春和明白他的心思，就提醒道：正业，这3位女同志可是县里的干部，和咱们生产队的知青不一样，不是你能消想的。听到邱春和的提醒，张正业才收起来了自己色眯眯的眼神。
欢迎几位小同志。我们乡下的条件房间有些寒碜，希望你们别介意，只能凑合着住这儿了。怎么会呢，婶儿？我们是来工作，可不是来享福的。苏安不打算白蹭人家的饭菜，便拿了点钱和票给他。婶儿，这些就当是我们3人在你们家的伙食费了。哎呦，干部同志，这咋好意思呢？你们是来为我们张家湾生产队办事儿的，我们哪里能收你们的钱？我男人是张家湾生产队的大队长，承担着你们的伙食费用是应该的。这钱和票你们拿着吧，我们是干部，不能拿群众的一根针一粒米。见苏安这么说，邱春和倒也没再推辞。行，干部同志，这些钱和票我就收下了。这几天你们想吃啥和我说一声，你们给的钱和票挺多的，伙食上我可不能糊弄了你们。好的。等苏安他们进房间后，张正业又开始打主意。这城里来的干部气场就是不一样，出手还那么阔绰。人家是县城的干部，和其他的女人当然不一样。正业，你别在他们身上打主意，他们不是你能肖想的。娘，也不一定吧，要是被我解决了，不就只能跟我了？你难道不想我给你找一个厉害的儿媳妇吗？这几位是县里的干部，在咱们这边出事了，不好压下来，你别打他们的主意。被自己老爹警告后，张正业才不悦地压下了心中的想法。第二天，苏安3人吃过早饭后，便借着农业考察的名义去生产队瞎转悠去，目的就是想找到孙欣欣家人的位置。3位干部同志，我陪着你们一起吧。你们对我们生产队不熟悉，别走丢了。没事，大队长，您忙您自己的事情去，我们这边先四处逛逛，不会走丢的。等我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再找您。那好吧。你们有需要的时候再喊我，遇到什么问题和队员说一声就行。和张康胜说完了之后，苏安3人便离开了这边，去张家湾生产队逛了起来。为了演得逼真一点，不让人看出来异样，他们出门的时候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小本本和笔，走哪儿都写写画画，像是真的在做农业考察记录一样。很快3人就摸到了牛棚的位置。此时孙欣欣的父母正在牛棚旁边清理牛粪，看到自己父母如今的情况，孙欣欣都快要哭出来了。欣欣，现在咱们不适合直接过去，免得将自己给暴露了。既然知道了这边的位置，那么咱们晚上再来这边问问你父母的具体情况。好，安安，我知道的，咱们晚上再行动。接着他们再回去路过一处破旧的砖瓦房子时，就听到了屋子里传来了什么奇怪的声音。苏安打算去破屋里看看，便见到一个生产队的孩子拦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姐姐，你这是要进去里面吗？最好不要进去。为什么？这房子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大地主家，他们家的人全部都被打倒了。等着他们都死了之后，这房子里就经常出现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。我听大人说这里面可能闹鬼，家里的大人都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不要靠近，所以姐姐你们也别靠近，万一进去了被里面的脏东西缠上了就不好了。苏安倒是不相信什么鬼魅之说，不过听到这孩子的提醒，他便不打算进去招惹晦气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到了晚上，为了更方便行动，苏安专门给大队长一家下了迷药，省得把他们给吵醒。我只是上山打了一头野鹿回来，却引起了新经理的不满，只因他天天都是吃糠咽菜，根本就吃不到半点肉渣子。一想到我天天都有吃不完的肉，他就嫉妒。苏知清这样好像不合适吧？这山里的财产是咱们所有队员的，你整天上山打野味，打到了还不分给咱们，这不就是私自侵占咱们大队的财产行为吗？咱们都可以一起举报他的。听到席香琴的话，周围的人看着他的眼神都一言难尽，他就差将想占便宜几个大字写在脸上。好在队员们都不傻，并不听他的挑唆。席知清，你要是有这个本事，你也进山打猎呗，你能打回来就自己吃，我们肯定都不会说什么，更不会说你侵占咱们大队集体资产。就是啊，做人可不要忘本。之前苏知清打到野猪的时候，我记得你还是第一个上去分猪肉吃吧。现在倒好，吃了人家的东西，你还好意思在背后嚼舌根子挑拨？现在人家只打了一头鹿，咱们大队又这么多人，这点肉都不够大家一起分的，咋你还惦记上了？徐凤霞说完，不少队员们都跟着应和，顿时就让席香琴一个人难堪起来。你们不就看着苏知清厉害，个个都巴结讨好他吗？我说的又没错，他这样的行为就是侵占大队的集体财产，就是不对的。既然你们都帮他，那我就去县里的公安举报去，到时候就看你苏安还能嘚瑟不。一想到苏安马上要被惩罚，席香琴就忍不住笑出来。懒得跟你们计较，本姑娘还有要事去办。说完他就赶紧离开。徐凤霞看他笑得这么阴森，就知道他不怀好意，于是就上前提醒一下苏安。小苏知清，你可得多防着那个席知清，我总觉得那丫头憋着话，想对你做点什么呢？知道徐凤霞是好心的提醒他，苏安便点头道。好，凤霞婶，我知道的，你放心吧。那个席知清不是我的对手，他要是真的敢给我找事，我就打得他满地找牙。行，你自己留心了就好。另一边的席香琴直接找到了大队长。大队长，我想请个假去县城买点东西。王卫华瞪了他一眼，有些不乐意。席知清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前几天才刚请过假去县城了，怎么又要请假去县城？现在咱们大队的队员都在抓紧生产，要是没什么紧要的事情，就尽量不要请假，不然耽误大队的生产。席香琴被王卫华拒绝了，脸色很是不爽，但他今天必须要去县城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您就给我再批一次假吧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见他依旧这么厚脸皮，王卫华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。
行吧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次过后，这个月你都不要再请假了。就算你再来，我也不会给你批的。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肯定不会再请假的。成功请好假之后，席香琴马上赶去了县城。很快，他就来到了公安这边，将苏安侵占集体资产的事说了出来。而公安这边针对他说的先做了一个登记，随后就让他回去等，他们回头会安排同志过去调查的。苏安还是芋头生产队的，这人举报的不会是帮着咱们立了好几次功的苏同志吧？不是他还能是谁？整个芋头村生产队找不出来第二个苏安了。那咋办？苏同志可是帮着咱们立了好几次功的人，现在咋被人举报了？到时候去调查一下看看情况，人家举报不一定就是真实的，到底怎么处理还不是我们说了算。此时程思源听到了同事们在一起议论，他已经好久没有见过苏安了，主要是没有机会。这次调查的事情他决定亲自去。明天这件事情我亲自去调查，你们就不用去了。见程思源说亲自去了，自然没人反对。第二天苏安正准备下工，便看见了程思源走了过来。程局长，您过来有什么事情吗？苏同志，是这样的，有人举报你侵占芋头村生产队集体财产，这件事你能给一个解释吗？程思源有心偏向苏安，只需要苏安直接否认便可。但既然有人举报，就得例行公事问一问。还不等苏安说话，王卫华就直接帮着苏安否认道：程局长，没这样的事，谁举报的？这不是平白的造谣我们芋头村生产队的好同志吗？小苏知青一向踏实，可不会干这样的事情。是啊，程局长，我们小苏知青没干过这种事，可不要冤枉了他。哪个缺德的货举报小苏知青？我小苏知青身上泼脏水的。见大队的队员都这么说，程思远更安心了些。对于举报人，我们得保密。现在既然了解苏同志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便可以了。虽然程思源没说是谁举报的，可是这会队员很快就猜测到了是谁，肯定是席知青举报的小苏知青。这人弄坏了，看到人家苏知青打到了野味，心里就嫉妒人家，非得说小苏知青侵占咱们芋头村生产队的集体资产。我说他昨天请假去县城干啥呢？原来是跑去举报了。这个席知青真够坏的，早知道他是去举报小苏知青的，我就不该让他离开生产队。真没想到席知青是这样的人，我以为他就懒了点蠢了点而已，没想到心也是黑的呢。听到周围的人对他的批判和诋毁，席香琴脸直接绿了。明明苏安就是干了侵占集体财产的事情，咋一个个都帮着他说话？索性直接到程思远面前道：公安同志，你们别听这些人瞎说，他们都是故意袒护苏安，我可以发誓证明，苏安确实侵占了我们芋头村生产队的集体财产。这位同志，我们公安办事不能听信片面之言，你们大队长和队员都说苏安同志没有做这件事，你能拿出别的证据来吗？苏安当时直接从山上扛了一头鹿回来，很多队员都看见了，这就是证据。而且他家现在估计还有不少的鹿肉呢，你们去他家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席知青都这个份上了，你还想着诬陷苏知青呢？紧接着王卫华又冲程思远解释：程局长是这样的，苏知青确实从山上打到了一头鹿，不过我们芋头生产队自己有规定，苏知青打到野味多的话得和我们一起分，少的话他就可以自己拿回去。我们大多数队员都没意见，所以苏知青这样的行为够不上侵占集体财产。对，公安同志，小苏知青是人民的好同志，是英雄。他打到了野味多的时候，都会带着我们队员一起分。这一次打到了一头鹿，人家都送了大半给学校的孩子们吃，自己只留了小部分，这哪算得上侵占集体财产了？见队员们纷纷帮着苏安说话，席香琴都快气死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于这次调查的情况，我会记录清楚的，肯定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同志。等程思远一走，席香琴马上遭到队员们的抨击。席知青，我们生产队可不幸胡乱举报，你这次做的事情太不应该了，现在就罚你挑1个星期的大粪。大队长，我不去，您不能为了偏袒苏知青就这样惩罚我，我不服气。那好，要是不乐意也没关系，既然你不服从我这个大队长的决定，回头我就将你退回知青办，我是管不了你了，让其他人管你去吧。听到这话的席香琴被吓住了，这要是被退回知青办的话，可是要去农场进行改造的。那我答应。可恶的苏安，都怪你，害我还得挑1个星期的大粪。沈孝奇见到他被罚挑1个星期的大粪，依旧不消气。看来回头得找个机会好好的揍这女人一顿，让她污蔑我妹妹。女人仅凭一把镰刀便猎杀了一头凶猛的野猪，然而她并没有着急去捡，而是继续躲在大树后面，直到2分半后，一头更大更凶猛的野猪来到同伴的尸体吃肉。女人知道这是个好机会，一鼓作气把这头千斤大野猪给猎杀掉。小小野猪轻松拿捏。随后女人便把野猪带回去分给所有村民吃，唯独不分给席香琴，只因她狼心狗肺，吃了肉还要跑去公安举报。这次见别人都分到肉了，她没有就气不过。苏知青，你凭啥不给我分？你打到的野味是我们生产队的财产，我作为生产队的知青，那就是大队的一份子，我咋就不能分肉吃啊？听到席香琴的叫嚣，陶大妮早就看不惯她了。
席志清，我这把年纪见过太多没脸没皮的，可还是第一次见你这样的人。你还好意思让人家苏知清给你分肉？你咋有脸提出来的？小苏知清给狗吃都比你这样的白眼狼好。就是，凭啥要分你？野味是苏知清冒险去山里打的，苏知清说分给谁就分给谁，不知道哪来的厚脸皮，还说得这么理直气壮。有些人就是长得丑，想得美。听到这些话，席香琴就算不服气也没用了，毕竟众人都帮着苏安。可等回到知青点，看着其他人都有肉吃，席香琴又厚着脸皮要求他们分自己一点吃。你们的肉都吃不完，快分我一点吃，只要他们一人分一点给我，那我岂不是也多的吃不完？我真是太聪明了。知青点的老知青们都非常不喜欢席香琴，又怎么可能给他分肉吃？席知青，我们可不敢分你肉吃，人家苏知青都说了，他打回来的野味以后都没你的份，要是让他知道我们偷偷分肉给你吃，指不定以后连我们都不愿意分了。席知青，你要是想吃肉的话，你就去找苏知青。你是不是觉得苏知青不好欺负，觉得我们都好欺负的，所以才会让我们给你分肉吃？不过你想得美，我们不可能为了你冒犯苏知青的。席香琴这段时间挑大粪吃了不少苦，如今还要被队员针对吃不上肉，顿时就绷不住，哭哭啼啼的跑了出去。咱们要不要去追他啊？都快天黑了，他出去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春玲姐这种人你别管他，他这么大的人还不懂事，说他几句就跑了，吓唬谁呢？放心吧，等会他自己就会回来的。另一边的席香琴哭着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沈孝奇的屋子前，于是就打算找他诉苦，但沈孝奇看到他后就烦：你来干什么？给老子有多远滚多远！沈知青，苏知青不给我分肉吃，知青点那边的老知青也欺负我，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？咱们是同一批下乡的知青，你可得帮帮我。他本以为沈孝奇真的会可怜一下自己，却没想到人家直接一脚把他踹倒。要哭找别人哭去，别来找老子，恶心谁呢？还有，你下回要是再避避苏知青，老子揍死你！沈孝奇骂完直接关上门。席香琴连番遭了几轮打击之后，哭得更加厉害了。不过他又继续去敲沈孝奇的门。沈知青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啊？我都这么可怜了，你不安慰我就算了，还和其他人一样欺负我。沈孝奇原本不想再理他的，可实在是被吵到了。本来想着等席香琴挑完1个星期大粪才对他动手，现在看来可以提前了。等出去后，席香琴见状以为他心软了来安慰自己，却没想到不仅没安慰，反倒是上来直接对他揍了一通。欺负你咋了？想你这样的人就该被人打被人骂。你要是再敢算计苏知青，老子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沈知青，我错了，我不敢了，以后我肯定不招惹苏知青了。你别打了，再打下去要打死人了。席香琴哪里想到自己安慰没得到，还被沈孝奇一顿胖揍。此时苏安几人闻声过来，担心沈孝奇闹出人命来，苏安便开口提醒道：沈知青差不多得了，再打下去别不好收场。见苏安开口阻拦，沈孝奇马上停下手来，而席香琴马上哭哭啼啼的拖着疼痛的身体离开，去跟王卫华告状。苏知青，你别误会，其实我平时人还是很温柔的，方才对席知青动手是特殊情况，你没被我吓着吧？你当我安姐是吃素的啊？就你那样哪里能吓着我安姐了？没吓着就好。嘿嘿，那我先回去吃饭了。去吧。另一边的席香琴找到了王卫华，把刚才被打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。席知青，人家沈知青可是咱们雨头村生产队的好同志，他对你动手肯定是有理由的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先招惹人家的事情？这会倒打一耙说人家打你了？大队长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想去找沈孝奇诉苦，都没招惹他，他就先打了我一顿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偏心吧？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你这个当大队长的至少得为我讨要一个说法。我伤得这么严重，好歹的让沈知青给我赔点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才行。行，既然你想讨要个说法，那么我现在就去找沈知青问问情况，总不能你说啥就是啥。很快他们就来到了沈孝奇门口。大队长，您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沈知青，席知青说你无缘无故的将他打了一顿，他身上的伤挺严重的，我来问问具体情况。针对这件事，你有没有什么好说明的？冤枉啊，大队长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我根本都没有碰席知青，更没有打过他，是他空口造谣的。他有什么证据能证明是我打的吗？沈知青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打了我还不认？席知青，我说了，你要是有证据的话，我才能认，是不是？你没证据，凭啥让我认？我又不是冤大头。王卫华赞同的点点头，随后看向了席香琴道：席知青，人家沈知青说的也有道理啊。你说你是被沈知青打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大队长，苏知青、陆知青看到沈知青对我动手了，你可以问问他们，他们就是我的人证。很快，王卫华带着他们又找到了苏安。大队长有什么事情吗？是这样的，小苏知青，你看到沈知青动手打席知青了吗？没有，大队长，我没看到沈知青对席知青动手。苏安，你行，我知道了。席知青，你也听到了吧？人家苏知青说没看到，你要是再找不到别的证据，这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席香琴被气得暴跳如雷，不明白苏安明明看见了，为什么还说谎？苏知青，虽然我之前和你闹了点不愉快，可是你不能这样睁眼说瞎话吧？你明明看到沈知青对我动手了，为什么说没有？你敢不敢对天发誓？你算老几啊？凭啥你说啥我就得做啥？我就没看到，也不会发誓，你又能奈我何？你不发誓就说明你心里有鬼。大队长，你看苏知青这态度，他都不敢发毒誓，说明他就是说谎的。沈知青是真的对我动手了，我就敢发誓，如果我说的是假话，我就天打五雷。还没等他说完，一道闪电就劈了下来。
吓得席香琴脸色煞白，其他人也被吓了一跳，不明白大晴天的哪来的雷，殊不知这正是苏安引下来的。席知青，你看看，这雷都劈你了，说明你说的才是谎话。行了，你要是再找不出别的证据，就别闹腾了。这回席香琴也拿不出来什么实质性的证据来，再加上刚刚那道雷让她有了心理阴影，便不敢再闹腾。怀孕9个月的女人只是拿牙刷给婆婆让她刷牙，却遭到婆婆不分青红皂白的扇了一巴掌，而且好吃懒做的小姑子还让她把自己堆了1个月的衣服给洗了，不然晚上就不让她吃饭。看到自己的妻子被父母妹妹欺负，身为女人的丈夫却屁都不敢放一个。这种日子女人已经忍了不是1-2天，但这次她直接不忍了，转身头也不回的走去娘家的方向。当王卫华和陶大妮听到女儿的诉苦后，十分生气，不过也很纠结要不要去婆家给女儿出气，毕竟这一举动背后关联着整个生产队的命运。直到隔天苏安上工的时候，就看到大队长和陶大妮愁眉苦脸的，苏安还以为是生产队出什么事情了。大妮婶，是不是咱们生产队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您和队长叔咋看上去愁眉苦脸的？有什么事情可以和我说说，指不定我还有能帮上忙的地方。不是生产队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是我家小闺女被婆家人欺负了。接着陶大妮就把自己女儿被欺负的事情说给苏安，本来她不想到处倾诉的，毕竟家事外传出去不好，但跟苏安说不一样，说不定她真的能帮上忙。结果苏安还没说话，沈笑琪就气愤道：大妮婶，你小闺女都被人这么欺负了，你和大队长都不去为她出头吗？你要是担心打不过，我愿意跟着你一道，我能打。也可以算上我一个，我不是吹的，1亿顶10都没问题。大妮婶也算我一个，我都手痒痒了，正好想找个人打一架。陶大妮见这几个小知青都愿意为了他们家的事情出头，要说不感动那都是假的，可她并没有答应。我小闺女被欺负了，我们当父母自然也想为她出气，可是我们不能冲动，不然可能会影响到咱们整个雨头村生产队。大队长见状就上来跟他们说清楚情况。我这小闺女的婆家里有亲戚是公社的，还管理着化肥批条的领导，这要是找过去算账了，指不定就得罪人，到时候我们雨头生产队就别想拿到化肥，没有化肥到时候粮食产能低，可能队员们连饭都吃不饱。苏安他们听到大队长的解释，这才明白了为什么他们为啥一脸忧愁了。大队长，您和大妮婶要是忌惮公社不给咱们化肥，这事我能给你们解决。那个管理化肥批条的领导，我能直接帮你换了，就算换不了，也不过1点化肥而已，回头我找关系也能帮着咱们大队弄到。对，要是只是考虑化肥的问题，我这边同样有办法帮着解决。对于他们说的话，王卫华并没有怀疑，知道2人一个有本事，一个有钱。见大队长不说话，沈笑琪着急道：大队长，你还在犹豫啥？有啥后顾之忧你说出来，能解决的我帮你解决，可别让你小闺女受婆家这鸟气。这要是我妹妹被婆家人这么欺负，老子提刀就去干他们。听到沈笑琪这话，苏安不知道怎么鼻子酸了酸。是，必须找他们家算账，我这就去喊人。很快王卫华就集结了20-30人的队伍，浩浩荡荡朝着小闺女婆婆家赶去。到了李家之后，陶大妮先是对着他们的大门砰砰敲起来。李大头，你们家还不赶紧开门，躲在屋子里不出来当缩头乌龟呢？谁知王卫华骂完之后依旧没人来开门，见状沈笑琪直接上去一脚把李家的大门给踹翻。小沈知青啊，你别这么激动，咱们今天是找人讨说法的，这李家人脸皮厚，你把人的们给拆了，我担心回头人家找你讹钱。怕啥？老子有的是钱，不过想要我赔钱，那得看看他们有这个本事没。李家人看到自己的门被踹了，只好赶紧从屋子里出来。爸妈，你们来了！你们李家人真是好样的，竟然敢欺负我闺女，今天必须给我们王家一个说法，不然这件事我们王家不可能这么算了。亲家母，你让我们李家给你们一个什么说法？你自己没教育好闺女，不懂尊敬长辈，还不允许我这个婆婆的教训一下她呢？陶大妮见小闺女的婆婆这么猖狂，脸上更生气了。好你个猪精花，你嘴里乱喷什么粪啊？我闺女没出嫁之前可是我们雨头生产队出名的好名声，倒是看看你们李家的闺女啥德行，都18了还指望自己的嫂子帮着洗衣服，这样的懒鬼都不怕嫁不出去吗？还好意思来管我闺女？朱金花一听陶大妮的话，撸起袖子就想干架。对于她一个老婆娘，沈笑琪不好出手。苏知青，这老壁灯交给你了，没问题，看我怎么教训他。说着，苏安便到前面护着陶大妮，反手对着朱金花一个大逼都扇过去，疼得她嗷嗷惨叫。你们还愣着干啥呢？看到老娘挨打了也不知道帮衬一下，赶紧给我收拾这个小贱人！听到朱金花的话，3个儿子才反应过来自己的老娘被打了，顿时齐刷刷的朝着苏安冲去。苏安也不想浪费时间，对着他们一人一脚，李家兄弟3个全部都被打趴在地上站不起来了。看到这一幕的李家人也是怕了，朱金花连忙让老伴去喊人。很快李家村的大队长赶了过来。王队长，你们这样不合适吧？直接来我们李家村生产队闹事，怎么不合适？李家人欺负我闺女，还不允许我来讨要一个说法了？这件事和你们李家村生产队无关，只和这家人有关。还有李队长，等入秋了，你们生产队少不得要用收割机吧？到时候可别来找我们大队借。李队长孰轻孰重，他不可能因为一家人连累了整个生产队。见大队长不为他们出头，朱金花很是不甘心。你们雨头生产队是不想要化肥批条了是吧？现在我们家给你们王家道歉的机会，你们要是不道歉，今天不赔偿我们李家的医药费的话，
你们雨头生产队的化肥就别想要了。要不是沈孝奇和苏安提前打了预防针，王卫华和陶大妮就真被李家要挟了。陶大妮见状，直接上去暴揍朱金花。去你娘的！你以为那么点化肥就能拿捏我们吗？还想让我们王家给你们李家道歉？做梦去吧！朱金花几个儿子看苏安在，愣是不敢上去帮忙，只能光看着他们的老娘被陶大妮揍。最后朱金花只能求饶：我错了，亲家母，错了，别打了，再打下去就死人了。陶大妮怎么会这么轻易放过他？想让我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，你们李家赶紧给我们家道歉，顺便把这个保证书签了。说着，陶大妮拿出一份保证书，以后你们李家保证不能再使唤王小梅干活，不能欺负她。另外，你们得要分家，让李国邦和王小梅单独出来住。要不是这年头离婚会被人说闲话丢人，陶大妮恨不得让女儿跟这个窝囊丈夫离婚了。李家人这下想不道歉都不行了，最后也签了保证书。小梅暂时在娘家住几天，李国邦等你们分好家了再去接小梅。女人干活时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公社分下来的化肥少得可怜，几乎到生产队员的手里不到1斤。要知道，没有化肥的滋养粮食的产量大大减少，这也直接成为这个年代人人吃不饱的原因之一。为了能让雨头生产队可以分得多一些化肥，女人决定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打算在这个依赖进口尿素的年代，她自己着手做出尿素来。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队长画饼。看到苏安这次请那么长的假，王卫华好奇地问道：小苏知青，你这次又要请这么长的假，是要去办什么事情吗？是的，队长叔，我要去一趟市里看看能不能找化肥厂合作，然后研究生产尿素。王卫华一听苏安这话，整个人都激动起来。你说啥？小苏知青，你能研究怎么生产尿素？不错，队长叔，这种事情我肯定不会和你开玩笑的。我发现咱们雨头生产队的化肥批量特别少，根本就不够用。这次我去一趟市里的化肥厂，要是能成功研究出来尿素的话，到时候我就能帮着咱们雨头生产队多弄些尿素回来了，这样也好提高咱们雨头生产队的种植物产量。好，小苏知青，叔就等你的好消息。这要是别人说这话，大队长不一定相信，但苏安说的他知道这是准行。告别了王卫华，很快苏安就来到了市里，找到彭厂长，因为这事还得需要他引荐。苏同志今天咋来厂子里了？我没给你拍电报啊？是这样的，彭厂长，你认识咱们市里化肥厂那边的领导吗？听到苏安的询问，彭厂长先是愣了一下。认识啊，你问这个干啥？不瞒您说，我是想找市里的化肥厂谈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打算帮着市里的化肥厂研究生产尿素。听到苏安这话，彭厂长差点没站稳，坐在地上。你没说错吧？你能帮着化肥厂研究生产尿素，这可是连咱们华国很多科研人员都做不到的事情啊！苏同志，真没想到你不光是物理机械方面厉害，你在化学方面还有不小的造诣啊！我只是刚好接触过这方面的研究，也是运气好看到了点相关的资料，不然也没把握弄出来这东西。不过我不认识化肥厂那边的领导，要是贸然去说我会研究生产尿素，只怕那边的厂长也不相信我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引荐。你是机械厂的厂长，说话还是容易让人信服的。呵，我这就给你写引荐信。拿到引荐信之后，苏安先是来到了刘鹏这里给他补货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来了。看到苏安骑着摩托车来的，刘鹏盯着苏安的摩托车就两眼发亮。姐，你这车真酷啊，我之前都没见过，这是啥车？现在国内还没有摩托车，他不认识也很正常。这是摩托车，你想要的话，回头我给你整一辆。是啊，安姐你还能给我整一辆？这么炫酷的摩托车，刘鹏压根就不敢肖想的。而苏安空间里还有好几十辆，放着也是浪费。对，明天我给你整一辆过来。耶，你真是我亲姐啊！不是，你比我亲姐还要亲姐。行了，别拍马屁了，回头给我好好办事就行。必须的姐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让我干啥就干啥。接着苏安将新的一批货交给刘鹏，刘鹏也将之前出货的钱交给苏安。对了，你最近在市里看看能不能收到一些老物件，要是能收到的话，有多少给我弄多少。这个时候的老物件价值还不怎么受重视，等到了后世古董的价格就很高了，所以苏安现在趁着机会多收一点古董，以后才能多赚钱躺平。好的姐，我会多留意的。告别刘鹏之后，这回也到了饭点。苏安就骑着摩托车来到国营饭店打算吃饭，而他的摩托车瞬间就成为了这里的焦点，不少人聚在一起纷纷讨论这是什么车。此时饭店里一对男女，男的不仅给摩托车吸引了，更是被苏安的颜值惊艳到，女的见状露出不高兴的表情。佑泽哥哥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这位女同志骑的到底是什么车，我都没见过。这时苏安已经走进饭店里面坐下，一连点了6、7个菜和几个大肉包子。见谢佑泽还时不时盯着苏安看上几眼，傅诗言就故意在他面前挖苦苏安。佑泽哥哥，你看那个女人真会吃，像个饭桶似的，猪也吃不了这么多啊。一个女娃娃还那么大的食量，怎么好意思的？这还是在外面呢，真不嫌丢人。这话正好被苏安听得一清二楚，他可以接受别人看自己诧异的目光，可这种言语上的侮辱就接受不了。苏安直接一拍桌子，顿时就把周围的人吓一跳，随后就走向傅诗言。就算傅诗言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，此刻已经被苏安爆发出来的气势震慑到。就在他愣神之际，苏安已经上前对着他抽了一个大笔斗。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你避避我
我就是抽你，你要是再逼我继续抽你。傅诗言没想到苏安这么猖狂，居然丝毫不忌惮自己。佑泽哥哥，你看看这女人真的太狂妄了，我不过说几句，她就对我动手，你可得帮帮我啊！诗言，这件事是你不对在先，你不该这么说别人的。见谢佑泽竟然帮着苏安，傅诗言顿时更委屈了。佑泽哥哥，我不就说了他几句，他犯不着对我这样下狠手吧？你看看我的嘴都肿了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是你先挑起来的，你不说这样过分的话，人家不会对你动手。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谢佑泽说着又看着苏安道：“同志，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口无遮拦，我代表他向你道歉。你也打了他，这件事就这样算了，你看可以吗？”可是佑泽哥哥，他抽了我一巴掌，你为啥对他道歉？该道歉的不是他吗？诗言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任性？见谢佑泽有些生气的样子，傅诗言虽然一肚子憋屈，但也不敢惹恼了他的佑泽哥哥。可恶，就算在佑泽哥哥面前出不了气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行，让他管好嘴，我就不再计较了。要是管不好，就别怪我继续抽他。吃过饭之后，苏安就拿着引荐信去找到化肥厂的厂长，但这件事远没想象的那么顺利。只因女人发现村子里的化肥不够用，他就打算自己亲自研究生产出尿素来。可他万万没想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苏安拿着彭厂长的引荐信来到化肥厂的林厂长办公室，可当林厂长看到信中的内容后，却表情凝重起来。这个老彭真是傻我呢，一个小丫头片子怎么可能还会研究生产尿素？合着不是把我当傻子吗？是这样的，现在我们化肥厂没有这样的条件支持你搞尿素的研究生产。苏安闻言知道是林厂长不相信自己，毕竟不是每个厂长都像彭厂长那样的眼光相信他，所幸苏安也不勉强他，喂到嘴里的饭都不愿意吃。既然如此，林厂长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见苏安没有继续纠缠的意思，林厂长反而更高兴，不用想法子打发他了。殊不知后面有的他后悔的。离开办公室之后，苏安并不愿意直接放弃搞尿素的研究生产。既然此处不留爷，那自有留爷处，这个功劳就给彭厂长吧。吃饱喝足之后，苏安就前往机械厂找彭厂长。不过就在路上，他突然发现被几个小混混给盯上了。于是苏安趁机拐进巷子里面，小混混们见状也跟了上去，却没想到一下子人就跟丢了。人呢？那小丫头咋突然就不见了？是啊，我们明明跟着拐进来的，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就在几个小混混在一起嘀咕时，苏安却出现在他们身后。找我吗？我在这呢。闻言，几个小混混猛然回头看去，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苏安。这女人怎么突然出现在我们身后了？别废话了，赶紧办完事离开。意识到事情暴露的小混混也不跟苏安客气，朝着他就冲过去，准备大打出手。殊不知苏安早就手痒痒了，好久没活动筋骨了，今天正好有送上门来的。只见苏安一下子冲进人群里，3下5除2就把这些小混混揍到嗷嗷惨叫，最后被打到蹲在角落里不敢动弹。我去，雇主也没说目标的战斗力这么猛啊！早知道就不接这单了，搞不好今天就交代在这里了。大哥，我好像尿了。想到这里，小混混们不约而同的哭了起来。苏安见状也是无语了。行了行了，大男人的这样哭哭啼啼的也不嫌丢人。说你们跟着我是想要干嘛的？老老实实交代姑奶奶还能饶你们一命，你们要是不老实交代，就别怪姑奶奶继续捶你们。我们还是交代了吧，命要紧啊！对对对，再被打一顿我骨头都要散架了。姑奶奶饶命，我们也是收了钱的，委托人让我们把你打残废。苏安听到有人要对自己下这样的狠手，不由得皱眉。那是谁找你们的？认识吗？对方长啥样的？不认识，对方是裹着纱巾的，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他的长相。见他们不知道雇主是谁，苏安也无法知道是谁要对自己下手。不过人也打了，苏安也懒得送他们去局子，而是逼着他们把钱交出来。不交不知道，一交吓一跳，一看居然足足有500块钱。看来想要害他的人真是下了血本啊！姑奶奶这会有事情需要忙，没时间搭理你们，就暂时不送你们去局子了。可是下回再撞见你们出来干坏事的话，那可别怪姑奶奶下手无情了。好，谢谢姑奶奶，谢谢姑奶奶，我们今后一定不会再干这行了。等苏安走后，傅诗言从角落里走出来。可恶，都是些没用的东西，几个男人还对付不了一个女人。另一边，苏安把在化肥厂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当彭厂长知道林厂长不相信苏安，就来气。这样，小苏同志，我亲自陪着你走一趟，去化肥厂和那个老林好好掰扯掰扯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他怎么能拒绝你呢？这不摆明耽误了我们华国的化肥研究，他知道得损失多少吗？真的太不像话了。虽然彭厂长愿意帮着他去化肥厂那边找林厂长说说，可苏安却不打算自讨没趣了。不用了，彭厂长，林厂长那边不信任我个人的能力，我也不考虑和他们化肥厂合作了。那我带你去和市里的领导说说，指不定市里的领导愿意支持你。苏安摇了摇头。彭厂长，您觉得除了您之外，会有人相信我一个小丫头能研究出来怎么生产尿素吗？彭厂长听到后愣了一下，苏安说的也没错，但彭厂长不想就这么放弃了这个机会。就在他考虑怎么解决时，彭厂长，既然化肥厂和市里的领导那边暂时不好协调，我琢磨着有个想法，您看能不能给指点指点？小苏知青，你有啥思路尽管说。我想在机械厂这边开辟一条生产线，用来生产尿素，正好需要生产尿素的器材，咱们机械厂这边还能方便制造出来。听到苏安的建议，彭厂长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毕竟他们的主业务可是机械，要是生产尿素的话，可是属于违规操作的。彭厂长，您要是觉得为难的话，这一次开辟尿素生产线和研究投入方面的费用都由我个人来承担。见苏安误会了，彭厂长马上解释道：“小苏知青，我不是考虑钱的问题，只是我们机械厂和化肥厂的业务完全不搭。我们机械厂真能生产吗？”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搭，这生产线需要的器材就我们机械厂能生产，研究生产尿素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。咱们机械厂真的研究出来的话，上面的领导肯定不会怪罪咱们机械厂搞机械生产之外的业务，反倒是会表扬咱们。听到苏安这话，彭厂长觉得很有道理。要是真的能研究出尿素来，他往后不得在市里的领导面前横着走。呵，小苏同志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回头我给安排一下，咱们机械厂自己投入一条尿素的研究生产线。至于投入的费用，这是为了咱们华国的农业发展考虑的，肯定不能让你来出钱。咱们机械厂最近挣了不少，我给安排一下拨点投入一条生产线的钱还是有的。那行，就按照你说的来，我现在去设计一下尿素生产需要的机器，另外研究生产尿素需要的其他原料我都写下来，您给安排准备一下。几天后，彭厂长这边的尿素生产线就已经做好了，而且苏安需要的原材料也买了回来。接下来就是研究生产的事项。此刻彭厂长有些紧张，也非常上心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功。所以在接下来苏安这几天开始搞尿素生产时，彭厂长一直在产线这边亲自盯着，要是苏安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他都能及时安排人提供。然而这件事情始终还是传了出去。当林厂长知道机械厂要研究生产尿素的消息，就很震惊。老彭这是被那个小丫头片子给忽悠了吧？平时看他也不是个糊涂人呐，咋能犯蠢做出这种事情来？谁知道呢？我听说上面的领导也知道了，此刻那边已经安排人去调查这件事情。老彭啊，老彭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另一边，彭厂长也知道了市里派人来调查的事情，他知道对方来者不善，不过彭厂长还是决定自己去顶住压力，等苏安成功的将尿素生产出来。就在他准备去应付那些人时，突然听到苏安喊了一声：“成了，成了！”彭厂长听到后立马激动的来到苏安这边：“成了吗？”“对，成了，咱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您看看这些尿素都生产出来了。”彭厂长看着机器出来的晶莹透亮的尿素颗粒，顿时高兴不已，这回他已经底气十足。小苏知青，你先盯着这边的尿素生产，我先出去接待人，等会再过来。苏安闻言点点头，随后彭厂长就接待市里来的调查人员。经过一番了解之后，彭厂长也如实回答生产尿素的事情。等询问完之后，几位调查的人准备要走，彭厂长见状立马喊住他们：“各位，你们还没将完全的情况了解了，你们咋不问问我们机械厂将尿素生产出来了没有？”“什么意思？”“几位同志来的真巧，我们机械厂刚刚攻破了技术，成功生产出来了尿素。要不你们跟随我一道去生产线上看看。”我一口气生产出10几吨的尿素，竟惊动到市里的领导。而之前的化肥厂林厂长闻言则是后悔不已。什么？老彭那边真的搞出来尿素了？那个小丫头片子莫非真的有这样通天的本事不成？不行，我得亲自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随后林厂长快马加鞭来到了机械厂，结果一来到彭厂长的办公室，就见到了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在这边。老彭啊，你们机械厂到底什么情况？怎么就研究出来尿素的生产了？这样的技术国家那边都没掌握，你又是咋掌握的？彭厂长面对谢书记的询问不敢隐瞒，把苏安生产的功劳一一道出来。当谢书记听到后也是很震惊，不敢相信一个小丫头能这么厉害。可事实就摆在面前，就算不相信也得去相信。你说的这位苏同志人在哪里？我想见见他。我倒是好奇这位你口中的天才到底是谁？呵，谢书记，我这就让人喊他过来。那丫头还在咱们尿素生产线上呢。彭厂长说着便安排秘书去尿素生产线上喊人去了。没多久苏安就来到了这里，听到市里的领导要见他，苏安倒是不意外。看到苏安，林厂长心里那是一个懊悔，一想到当初拒绝苏安就恨不得抽自己俩耳光。而谢书记看到苏安这么年轻也是很惊讶。谢书记，秦市长，这位就是我说的研究生产出来尿素的苏安苏同志。小苏同志，这位是咱们市里的书记谢书记，这位是我们的秦市长。谢书记好，秦市长好，我是苏安。你好苏同志，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啊，小小年纪你就能做出这样的成就，真是难得啊。果然应了那句话，英雄出少年。如果咱们华国的青年都能像你这样，咱们华国的崛起也不愁了。听到谢书记的夸赞，苏安非常谦虚道：“谢谢书记，您过奖了。能为华国的发展做贡献，是我作为青年的荣幸。我会好好努力，争取能为我们华国的发展添砖加瓦。”听到苏安这番话，谢书记看着他的眼神更是赞赏。没想到小丫头小年纪不仅有本事，还不骄傲自满，属实难得。苏同志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市政府工作？你要愿意的话，我给你安排一个岗位，你这样的人才肯定能帮着我们庆阳市建设发展得更好。苏安闻言将自己的工作证拿了出来，递给了谢书记。谢书记，谢谢您对我的赏识，但是我也有工作在身，所以没办法去市政府工作办事。不过您放心，如果市里有什么工作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谢书记接过苏安递过来的工作证明看了一下，下一秒就表情诧异起来。
他没想到苏安还是特战队的人。要知道，能进特战队的人个个都是人才，而且整个组织都是受到中央直接领导的。谢书记倒也识趣，将工作证明还给苏安。没想到苏同志竟然是特战队的人，咱们华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。既然如此，我就不和中央抢人了。听到谢书记这话，在场的其他人也跟着震惊一瞬。彭厂长知道苏安厉害，可也没想到他竟然是特战队的人。隔天市里还给苏安专门举办了一个庆功会，苏安和彭厂长一到就成为了这里的焦点。然而在另一旁，谢佑泽和傅诗言也参加了这次聚会。谢佑泽还是跟上次一样的盯着苏安。佑泽哥哥，你在看什么呀？那位好像是咱们在国营饭店遇到的那位女同志，没想到人家竟然出现在这，不知道她是哪位领导的家属。我看和机械厂的彭厂长走得近，应该是他的女儿吧？怎么可能？我和机械厂彭厂长的女儿是同学，肯定不是她。既然不是彭厂长的女儿，她怎么会跟在彭厂长身边的？难道是彭厂长的情人吗？听到傅诗言的猜测，谢佑泽顿时皱紧了眉头。诗言，这种事情可不能乱说，我觉得这位女同志不像是这种人。苏安不知道有人盯着自己，他跟彭厂长无聊，便和他说了一声自己随便逛逛。直到逛了一会后，只见谢佑泽上前和他主动打招呼：“你好，同志，没想到又遇见你了。”苏安看到谢佑泽的时候还挺意外，便冲他点点头。傅诗言在后面见状就醋意大发了：“哎呦，这位同志，不知道你今天跟随谁进来的啊？”“我不是跟随谁一道进来的，我是自己受邀过来的。这位同志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和你有什么关系吗？”听到苏安说的，傅诗言立马阴阳怪气起来：“你在吹什么牛呢？还自己受邀过来的？就你这年纪，难不成是哪个单位的领导或者负责人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苏安也没跟他废话，直接掏出自己的邀请函，在傅诗言的面前晃了晃：“这是我的邀请函，看到了吗？我叫苏安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上面是不是写了我的名字？”谢佑泽一听到苏安的名字，直接愣住了。原来你就是苏安苏同志啊！见谢佑泽对他这么热情，傅诗言有点摸不着头脑了。佑泽哥哥，他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你父亲没和你说尿素生产研究者就是苏安苏同志吗？听到谢佑泽的话，他好像想起父亲是有说过苏安这个名字。怎么可能是他呢？你没搞错吧？佑泽哥哥，他才多大啊？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我说这位同志，你有这个时间和精力质疑我，你还不如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，别整天阴阳别人，当所有人都像你这样的废物呢。听到苏安对自己的奚落，傅诗言顿时气得脸色涨红。你怎么说话这么过分？别以为自己有点小成就就了不起，做人得学会低调谦逊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人就是实力太强了，想低调都低调不起来啊。还有，你说的话不对，我能研究生产出来尿素咋可能是小成就呢？要只是小成就，今天市里的领导至于给我开这个庆功会吗？我知道你嫉妒我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你有时间嫉妒别人，不如花时间好好提升自己，别当一个废物。你，傅诗言被苏安对的毫无反驳之力，谢佑泽看着也不打算帮他。很快庆功会正式开始，谢书记在台上对苏安和彭厂长一番夸奖。说完之后，他又带着谢佑泽来找到苏安。苏安同志，这位是犬子谢佑泽，他的年纪比你还大上2岁。你这样年轻有为的同志，我希望我儿子能和你认识一下，让他跟着你后面好好的学一学，不说他以后能变得和你一样优秀，能有你的1/10就好了。苏安听到谢书记的话还挺意外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是两父子。好的，谢书记，以后有什么能指点谢佑泽同志的地方，我乐意至极。好。接下来谢书记和苏安又聊了很久，苏安也为羽头生产队争取到了2个福利，进城研究生产尿素的事情也告别一段落。接下来苏安又回到了羽头生产队，队员们见他回来了都十分高兴，唯独席香琴又要作妖。